你想杀了本王？哼，那本王倒是要好好的看看你的本事。下一瞬，凤云清细嫩的脖子已经被男人的手死死掐住了，那张俊美到邪魅的脸上仿佛不带一丝情绪，就能够冷得人灵魂都冻结。凤云清，本王是不是对你太好了？凤云清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可是前世他对他做完这种事情之后就离开了，这一世竟然没走。放手！我想杀的人不是你。不是我，那是谁？轩辕叶兰松开了手，眸光落在凤云清的脖子上，那里已经被他掐出了指印。他幽深不见底的眸子寒意更深了。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凤云清大口大口呼吸着，又猛烈咳嗽了几声才回答：九皇叔，我知道此时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我的，但是我还是想说，我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去找轩辕诀，是为了杀了他。果然是为了轩辕诀。没等凤云清把话说完，男人的眼中便射出了万丈寒光。你就那么喜欢他？不是九皇叔，你误会了，我找轩辕诀是为了……凤云清急忙解释，可就在这时，却有一个女子冲进来，扑通一声跪在轩辕叶兰的面前。摄政王，求您饶了云清吧，他恋慕三皇子多年，一时无法斩断情丝，也是情有可原。而且云清的这次计划我也参与了，船和一些人手都是我安排的。云清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实在不忍他饱受相思之苦。摄政王，您是高高在上的摄政王，您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何必一定要执着于云清，一定要拆散他个砰的一声，轩辕叶兰一如前世那一般，一脚将叶雨桐踹飞。雨桐，你怎么样了？云清，我没事儿。对不起，云清，我没能帮助你见到三皇子，你不会怪我吧？轩辕叶兰性情暴戾，却素有洁癖，5步之内近身者死。可偏偏对凤云清特殊，一心想娶凤云清做摄政王妃也就罢了，竟连这么好的袍子都让她穿。凤云清这种愚蠢又肮脏的贱货，凭什么能够得到摄政王的特殊对待？他为何不裸着身子冲出来？他不是一向很冲动的吗？云清，你也别太难过，摄政王眼下正在气头上，等摄政王想通了，自然会放你去找三皇子的。毕竟你和三皇子……雨桐，你别说了，是我连累了你。哼，这么有心机的女人，她上辈子到底是怎么样将她当做善良无害的闺中密友的？压下心中的恨，凤云清突然变了语气：雨桐，我恨轩辕诀，我想去苏城杀了他。这本来是我自己的事，谋杀皇子罪该万死，你就不顾自己的命来帮我，你是我真正的挚友，是我自私了。什么？雨桐，以前是我瞎了眼睛，没看清楚轩辕诀的为人，不知道他对我的感情都是假的，其实早就跟江初雪暗度陈仓了。如今他们都在苏城郎情妾意了，我就不能杀了他们平恨，我意难平。但此时此刻我就想通了，什么爱恨，不过都是些小女儿家的小情感，就像这河里的水，流过去了也就罢了。自此之后，那个人在我心里便是彻底死去了。只可惜谋杀皇子是大罪，连累了你，我真是对不住你。本王的未婚妻竟然有了谋杀皇子的勇气，好。想到这里，凤云清没给叶雨桐质疑他的机会，猛地转过身跪下了，几乎是将整个身体都匍匐在地上。九皇叔，此事是我的主意，叶小姐只是同情我的遭遇才帮了我，求您看在我计划未遂的份上，只杀我一人，饶叶小姐一命。凤云清，起身。凤云清身体僵硬的像木头，却不敢不爬起来。上前来。摄政王！叶雨桐终于反应过来，见情况有些不对，想要出声，才刚开口，一道掌风便凌厉地打了过来。
他的身体再次飞了出去，这一次直接掉进冰凉的河水里。不想他死，马上就到本王怀里来。男人的语气有些不耐。风云清身子一抖，急忙几步站到了轩辕夜兰的面前，还没有站定，腰肢就被一条铁臂给搂住。想通了，不喜欢轩辕绝了？想通了，不喜欢了。也不恨他了？不。风云清摇头。我恨他。一个人是真的那么刻骨铭心的痴恋过另一个人，又怎么可能一下就没感情了？恨也是一种感情。此时他不能答错，答错了，那么刚刚那一场戏就白演了。轩辕夜兰憎恨叛逃和欺骗，他要报仇，要保护好凤家，要好好的活下去，要看到渣男贱女付出代价，就不能再薄逆轩辕夜兰。是以他决定换一种方式对待他，他要迎合他，顺从他，将他从仇敌变成靠山。那不如本王出手，让他再也回不了上京城。九皇叔，你为何非我不可？我只是商贾之女，便是因着我弟弟有功朝廷，封了永安侯，也不过是一个虚职，仍旧摆脱不了商贾的身份。可九皇叔身份尊贵，莫说是在本国，便是放眼四国，想要哪个公主、郡主、贵女做王妃，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九皇叔却选了我，到底是为何？你的话多了。大掌一把扣住傅云清后脑，狂风暴雨的吻便落在了他唇瓣上，才吻了几下，便直接用牙齿咬他。他吃痛，微微张开嘴，他的舌便趁机钻进去，将他嘴里面的空气悉数抢光。迷茫之际，男人的声音压着耳朵响起：为何是你？因为一直只有你。不杀你，一个轩辕绝配不上你这条命。乖乖待在我身边，若还敢跑，我就亲手剁了你这双腿。就算不能做我的皇子妃，我也是有意纳你做侧妃的。可你如今的行径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所幸这大错尚未铸成，你今日便与我一起离开这摄政王府。我先安排你离开，上京城去散散心。等我和初雪大婚了，我定会将你接进我府中的，可好？凤云清冷漠地盯着轩辕绝，藏在广袖中的手紧握成拳，指甲深深陷进了皮肉里，唯有疼痛才能够让他继续保持着理智。他知道轩辕绝为什么会来这儿，可不就是叶雨桐将他被摄政王看上的消息告知于他。他担心他会得了轩辕夜兰的喜欢，破坏他跟江初雪侵占凤家的计划，这才迫不及待来他面前演戏。如若他不是重活一世的人，他又中了他的圈套。三皇子，你觉得我会跟你走吗？你这几个月与表妹一起在江南过得快活吗？云清，你果然知道了。我原也没想瞒着你，只是你知道初雪的身体不好，我带她去江南，也是听闻江南的大夫医术好，想为她诊治一二。云清，本皇子以为你是个懂事的人，便是因为这般小事，你就自甘下贱，跟了皇叔们。你可知道，女子擅妒乃是大罪。你以为还要与初雪和睦相处的，如今便这般的。三皇子，自甘下贱。三皇子这话说的有些难听了吧？我与九皇叔在一起便是自甘下贱。三皇子是在说九皇叔是那下贱之人吗？桂花树后面，烈风站在轩辕夜兰的身后，已经是冷汗直冒，双腿忍不住直打颤。身为摄政王的贴身侍卫，他自然知晓摄政王对于凤云清有着多么可怕的占有欲。可凤云清这个女人竟然在摄政王里面招惹轩辕绝，还敢说王爷是下贱之人，不用想他都会知道摄政王接下来的怒火会有多大了。凤云清，你明知本皇子并无此意。云清，别闹了，快跟我走吧。我何时说过要与三皇子走了？三皇子，昔日臣女不懂事，仰慕过三皇子一段时日。然而如今三皇子既与臣女表妹私定终生，臣女便也想通了，如今便与三皇子将话说清楚。臣女对于三皇子早就半点男女感情没有，还请三皇子往后也不要再纠缠臣女。臣女祝三皇子与初雪表妹早日成婚，幸福美满。你，凤云清，
你真的想通了，不再倾慕本皇子了？还是你想欲擒故纵？三皇子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我凤云清待人处事的确是有些偏执，一旦认定，轻易不会放手。然而一旦放弃，便是彻底放弃了。三皇子可以放心。那便是因为摄政王了。凤云清，你以为本皇子给不了你的，摄政王就能给你了吗？莫要忘了，便是父皇抬了你们凤家的身份，凤家也终究不过是商贾，你一个商贾之女是断不可能做摄政王妃的。摄政王如今不过是贪个新鲜，玩玩你而已。云清，别跟我闹小性子了，你知道我不喜欢女人闹小性子的。你跟我走，我就答应你，让你做我的侧妃，绝不食言。烈风清楚地听到摄政王咬牙的声音，那嗜血的阴冷让他差点跪下去，他心里直呼完了。然而，三皇子，我以为你是一个明白人，不曾想去了江南一趟，竟是连人话都听不懂了。哼！三皇子知我如今在摄政王府，便该清楚我的选择了，又何必一定要我将话说得太直接？论实力，九皇叔甩了三皇子好几条街；论颜值，三皇子星辰之光如何能与九皇叔皓月之辉相比？便是论男人的魅力，三皇子亦不及九皇叔1/1000。如此，我为何要弃九皇叔而跟三皇子走？难道就因为三皇子脸大吗？烈风愣住了，没有想到凤云清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三皇子不是凤云清心心念念的情郎吗？为何他不仅没有跟三皇子走，还出言讽刺三皇子？然而更让他惊奇的是，听到凤云清这一番话，自家主子浑身腾起的阴冷寒气忽然就收了回去，像是濒临爆发的兽被安抚成功，变得柔和起来。凤云清，你竟敢！正如三皇子说的那般，凤云清只是一个商贾之女，粗鄙不堪，不懂规矩。若是说的话得罪了三皇子，还望三皇子海涵。但是意思，臣女已经表达清楚了。臣女愿做九皇叔的暖榻，也不愿做三皇子的侧妃。如若三皇子没有别的话要与臣女说，臣女告退。话音未落，凤云清已然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进了房间。凤云清，你竟敢这般对本皇子，你会后悔的。三皇子，摄政王就快回府了。轩辕爵面色一僵，但终究不敢在摄政王府逗留，恶狠狠地剜了那紧闭的房门一眼之后，一甩袖子便愤愤离开了。九皇叔，你回来了，用过早膳了吗？我刚……传膳。轩辕一兰的视线凉凉在凤云清手上扫过，人已经越过他走了进去，在桌旁坐下。过来。不容拒绝地命令着。是，九皇叔。凤云清垂下了眼皮，乖巧站过来，站在了轩辕夜兰的面前。男人的手伸过来，一把将凤云清拽进了怀里，迫使他不得不坐在他的大腿上。独属于他身上阴冷竹香便瞬间将他包围，他每一口呼吸便都能沾上他身上的气息。本王的实力甩轩辕诀好几条大街。轩辕诀是星辰之光，本王是皓月之辉。轩辕诀的魅力不及本王的1/1000。本王倒是不知晓，何时在青青的心中，本王有这般好了。青青。凤云清猛地抬头，恰到好处表现了自己的惊讶，然后又迅速低下了头。天还没黑，我不想。青青，抬头看着本王。凤云清身体一抖，不得不照做。透过男人深邃的黑眸，他瞧见自己眼睛中一片清澈，还带着掩藏不住的惊慌。你宁愿做本王的暖榻，也不愿意做轩辕诀的侧妃。你宁愿做本王的暖榻，也不愿意做轩辕诀的侧妃。是。那就去给本王暖榻，待本王用完早膳就去睡。说着，轩辕夜兰已经抱住傅云清站起来，大方地松开了手。去。凤云清脸上的表情顿时有些僵。暖榻？九皇叔，这天还没黑，你莫不是想白日宣言？
烈风站在门口，差点又跪了。凤云清可当真什么都敢说，就不怕主子一气之下把他给撕了？气氛死一般的沉寂。青青的建议，本王会考虑的。就在凤云清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想知道怎么圆的时候，男人却突然笑了。那张宛若天人的脸上刹那间冰雪融化，美得惊心动魄。凤云清顿时看痴了。他一直都知道轩辕夜兰好看，即便他很冷，嗜血无情，生人勿近，但是也阻挡不了他是轩辕王朝第一美男。但前世他没有见过他笑，每一次惹怒了他，他只会化身恶魔，猩红着一双眼睛，恨不得将他撕碎的模样，却原来他笑起来是这般的惊艳。烈风一时瞪大了眼，不可置信地看着轩辕夜兰。主子这是笑了？天哪，是他眼花了还是出现幻觉了？傅云清压下心底的狂跳，恍恍惚惚地往前走，快走到床榻边又转了回来，将那一层层的纱幔放了下去，重新走向床榻，脱下绣鞋躺下，扯过了锦被盖在身上，像失养的鱼，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这个过程轩辕一兰的视线一直跟着他，至于别的人自然是不敢看的。早膳摆上来，轩辕一兰才收回视线，优雅地享用起来。他心情不错，将送来的膳食全部吃光，才又进了口擦了手，冷冷淡淡地吩咐着：撤了吧，早朝之前，除非轩辕王朝亲赴，不得打扰本王。包括烈风在内的所有人直接石化。主子这才刚刚早朝回来，那便是明日早朝之前了。王朝亲赴，好吧，主子战斗力果然强悍。是。烈风带头领命，满脸同情地看了纱幔一眼，将房间门关上了。轩辕夜兰嘴角一勾，起了身，一步一步朝着室内走了过来。习武之人自是能够清楚感知女人的紧张与慌乱，他却是有意无意加重对女人这种折磨，将脚步放得很重，可速度却放得很慢。凤云清紧紧抓着锦被，心中的恐惧不断加剧。锦被被掀开，男人躺了进来。凤云清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僵硬的身体，下一瞬男人就已经翻身压在了他身上，吓得他猛地闭上眼睛。唇上一痛，使轩辕夜兰咬了他唇瓣一口。凤云清，睁开眼睛，看着本王。这一次凤云清却没有听话，只颤抖着声音：求皇叔，我若是睁眼看着我，此次便不碰你。子华。什么？我字子华，往后我们独处之时，你便唤我子华。若是唤错了，子华。凤云清下意识开口，男人眼眸中眯起了危险之光，悉数散开，伸手拍了两下凤云清的头，像是在安抚自己的宠物。乖。他却还是附下来，将女人娇软的身子压在怀里，像是恨不得她与自己融为一体。他的吻又落下来，细细密密的，像是一张织就坚韧的网，令他无法逃避。他颤抖着，身子越发僵硬，语气里面却带上丝丝委屈。九皇，不，子华，你说过不碰我的。我并未说不亲你啊。这男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狡猾了？深长的一个吻，差点让凤云清窒息而亡。但轩辕夜兰吻着吻着，力道就降了下来，越来越慢，越来越轻柔。他果然睡着了。这是将他当成了枕头？轩辕夜兰睡着了，凤云清却是动也不敢动，生怕哪个最轻微的动作会让这个魔王苏醒，到时候等待他的就一定不会是只当枕头这么轻松简单的事情。他调整了一下自己呼吸，想起上辈子他中了叶雨桐和轩辕诀的计，没和轩辕诀走成，就被轩辕夜兰拖进房间里撕碎。当他遍体伤痕躺在床榻上时，任由烈风带着医女过来治伤时，烈风隔着纱幔愤怒的道：你这女人哪里好，主子为了将你带回来，3天3夜未眠，你竟一心想跟那个轩辕诀跑。哼，你这个女人根本就配不上主子，可主子为了你屈尊降贵，费尽心思，真是瞎了眼睛又瞎了心的蠢货。因为这两句话落到了轩辕诀的耳里，烈风被受了重罚，自断了舌头，一辈子都只能做哑巴。
如今想想，抛开轩辕夜兰对他那近乎变态的占有欲，他确实对他好，不管是他怎么闹腾，吃的穿的用的都是最好的，伤了痛了病了也都请最好大夫来治。当他荡妇之名传遍整个上京城，他就血腥地镇压了那些说他坏话的人，不论男女，不论身份。后来还娶她做了王妃，且整个摄政王府只有她一个女主子，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对她呢？总不会是真的只心悦她一个人吧？想到了这儿，他心猛地一跳，凤云清啊了一声，眼睛瞬间瞪圆。为什么不可能？如果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可不就是会想时时刻刻将她占有，会因为他喜欢别的男人而动怒，又会给他最好的一切吗？轩辕夜兰竟然喜欢他，他这样的男人也会喜欢一个女人吗？许是因为凤云清出了声，又或是因为他心跳太快，肢体太过于僵硬，熟睡中的男人赫然睁开了眼。本能的恐惧使得他下意识做了一个动作，一只手迅速压在凤云清的眼皮上，另一只手落在他后背，轻轻拍打着。没事啊，子华，你睡，你继续睡，我就在这陪着你，守着你，你好好睡吧。男人的尾音往下压，那冷森森的气息收了回去，紧了紧抱着凤云清的手臂，将头挪了一个位置，刚好放在他柔软的沟壑处，又安稳地睡过去了。睡着的他安安静静的，与平日里面铁血活阎王相比相差甚远，端的是公子如玉的模样，浑然天成的优雅和贵气从他眉宇间流淌出来，真是宛如天人。凤云清的心中渐渐升起了一个大胆想法，他既喜欢他，如若他也回报一点喜欢给他，那他会不会对自己宽容一些？他已经有半月没有回凤家了，他想回家。阿姨，什么时辰了？回主子，又是1刻了。轩辕诀在何处啊？回主子，三皇子离开摄政王府后，便去了凤府，见的是寄居凤府的表小姐江初雪，申时3刻才离开凤府，回了宫。本王要的消息。江初雪已有3月身孕，皇子夸三皇子差事办得好，准备封他为爵王赐府，圣旨明日便会下来。开了府便可以成婚了，3月申月，去让烈风办事，将选轩辕名列的意思压下来。封王那就得付出代价，再将江初雪有孕的消息散布出去。他不是在寺庙里祈福吗？他的身孕不是和尚让他有的，便是香客让他有的。想踩着本王的女人往上爬，做梦。那一声本王的女人说得好有气势，凤云清的心忍不住颤抖了一下。他刚刚就醒了，重活一世，他对于外界感知更加敏锐。轩辕夜兰一出生，他就醒了过来，如今不过是在装睡。原来江初雪已经有了3个月的身孕了，难怪前世轩辕决一封王，他就迫不及待想要嫁人，后来却是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大病一场，那便是意外小产。这辈子轩辕夜兰出手压住了皇上给轩辕决封王的意思，那么江初雪安危领命去了。醒了就睁眼吧，醒了就睁眼吧。他竟然舔他耳朵，子华别。不装睡了？我也是刚刚才醒的，就是你方才与安慰说话的时候。我方才说的话你都听清楚了？听了一些。我却是不知，我那表妹当真是好本事，不曾一亲便已有了3个月的身孕。那寺庙里面的和尚必是6根未净，又或是去寺庙烧香拜佛的，都是些心思叵测之徒。子华，你这么做可是因为江初雪欺负了我，帮我报仇？如若是，我该谢你，因为我觉得很痛快。痛快？为何痛快？因为本王帮你报复了情敌？不，因为你帮我报复了江初雪。同样是报复，换一种说法意思就不一样。与情敌有关系的有2个人，把江初雪单独拎出来是特指。从前我蠢，不知江初雪狼子野心，享受着我凤家给予她的好，却在背地里面算计着我。如今她抢的是轩辕诀，
难保明日就不会算计整个凤家。轩辕绝为何靠近我，迷惑我，我已经想清楚了，可不就是因为我凤家钱财。年前我父亲刚让江初雪掌管几个铺子，他们就迫不及待把奸情放在了明面上，可不就是以为我会哭闹，惹得父亲对我失望，好对江初雪更加信任吗？数月前，轩辕绝去江南办皇差，我便离家出走，怕是让父亲真的失望了。这难道不是他们的算计？从前是我风云清不够聪明，以为只要对人好，那人便也会回报我好，却忘了这世上人与人本就是不同的。况且那两个人算是人吗？心思阴暗、忘恩负义的畜生而已。人对畜生好，却还希望畜生感恩，不是愚蠢是什么？但是从今往后，我不会再犯傻了。人就是人，畜生就是畜生。子华帮我对付了畜生，自然痛快。那你如何谢我？他的笑像是千树万树的花开，近在咫尺，缤纷绚烂，却又偏偏带着说不出的魅惑和邪魅，一瞬间便将傅云清脑子炸得昏昏沉沉的。妖孽，有轩辕夜兰这样的妖孽在身边，他前世到底是为何对轩辕绝死心塌地的？还是因为前世轩辕夜兰没有在他面前笑过？可他其实也是看外貌的，明明轩辕夜兰只要多笑一笑，一准能够将他拿下。他前世也真是蠢。这样一想，风云清仿佛找到了自己和轩辕夜兰的共同点，竟然也觉得他没有那么可怕了。子华，你想我如何谢你？叫我如何？前世他强娶了她，就连拜堂都是让两个会武功的丫鬟按着他头拜的，不想如今却会试探性地问他：你不愿？你心里还想着轩辕绝，骗本吗？风云清身体一抖，轩辕夜兰又发火了。他一紧张，吧唧一口就亲在了轩辕夜兰的脸上。等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轩辕夜兰的表情已经僵住了。子华，我的意思是，虽然我只是一个商贾之女，身份卑贱，但也不愿意给人做妾，也不愿与别的女子分享同一个夫君。你是摄政王，你以后会有很多很多女人，是以。是以，你若入了摄政王府，哪个女人再敢踏进来，本王便剁了她的腿。青青啊，娶为妻，纳为妾，我方才说的是娶。子华，我能否与你好好谈谈？说。你可知我为何一而再的反抗你？轩辕绝并非是主要的原因。你说。你觉得我和你现在是什么关系？你是我的，如若你胆敢离开我，剁了你的双腿。可我并不是没有意识的宠物，我是人，还是一个女人，一个未出阁的女人。我可以不在意别人说我只是商女，身份卑贱，可我在意别人说我未曾议亲，并与人无美苟合，放浪不堪。你是摄政王，手握重兵，权势滔天，自是无人敢说你半句，却多的是人嘲笑我，奚落我，鄙视我，唾弃我。而我亦是有一颗柔软敏感的心，也会被别人的异样目光言语刺伤。谁敢？是，你若站在我身边，没人敢。然而他们只是表面上不敢，可背地里呢，心里面呢？这世上的规矩本就对女子诸多苛刻，即便是你也堵不住悠悠众口。你倒非我不可，便是要等我声名狼藉，众叛亲离，无处容身，好将我囚在摄政王府，成为你的禁脔。如若是，你只能得到我的人，得不到我的心。可我不愿意就这么被控制一生，所以我反抗，我千方百计的想要逃。你越强迫我，我就越想离开你。轩辕夜兰沉默了，那双好看的眸眼微微眯起，强大的威压从他身体里面散发出来，压得凤云清差点吐血。但他没有退让，尽管紧握成拳的指甲再一次陷进了肉里，仍然眸眼清澈的坚定地望着轩辕夜兰。这是他第一次鼓足勇气去跟轩辕夜兰谈话，如果退缩了，那么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未曾觉得你商女身份卑贱，我未曾觉得你商女身份卑贱，
你也无需妄自菲薄。你的人是我的，心也是我的，我都要。坏了你的清白和名声，我负责。他本就打算娶她为妃，终此一生只她一人。子华，我怕你，我真的很怕你，我也不喜欢我们这样的相处方式。你放我回家好不好？我保证再也不逃了，你也不要强迫我。你想见我，随时都可以到凤家来找我，我会老老实实待在家里面。我回去就挑选一些红布做嫁衣，你若瞧得上我的手艺，我给你也做一套。以前是我蠢，瞎了眼睛瞎了心，才会看上轩辕爵那个渣男。如今我已经心眼清明，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绝对不会再对他有丝毫男女感情了。倒是子华，以你的身份和颜值，只要你愿意多给我一些耐心，一些时间和自由的空间，假以时日，我定会喜欢上你的。眼里心里都只你一人，可好？手掌打开。凤云清只能顺着他意思将手掌打开，掌心处却是已经一片的血肉模糊。记住，你是我的。记住，你是我的，未经我的允许，不得擅自上了属于我的东西。养好伤，放你回家。你真的肯放我走？红布我早已备好，你回凤府时带上。好，太好了。凤云清雀跃起来，抱住了轩辕夜兰的脖子，在他脸颊上吧唧一口。轩辕夜兰表情再次僵住，须臾，唇角勾起了一抹邪魅惑人的弧度。子华，你饿了吧？你睡了3个时辰，又与我说了这么久的话，一定饿了。我这就出去喊他们备膳。凤云清跳了下去，愉快地穿过那7重纱幔去了。轩辕夜兰竟是也没有阻止他，只盯着他的背影，修长的手指不自觉抚上自己脸颊方才被凤云清亲的2口的地方，眼眸中有微光闪耀，久久不曾将手掌放下来。许是他待他的方式差了，他如是想着。凤云清一路走到了院子里，呼吸到新鲜空气，只觉得重生后的人生真的敞亮了起来。未曾想过，第一次与轩辕夜兰商量，他便答应了他的要求。凤云清恍恍惚惚，还有些做梦的感觉。原来那个男人也没有那么不近人情，他上辈子怎么就不知道好好跟他谈一次呢？是谁胆敢往本小姐身上泼脏水？是不是凤云清那个贱人？是他，一定是他！江初雪听了自己的大丫鬟打探回来的消息，气得将手边的茶盏点心全部扫在了地上，伪装纯美的脸上布满了阴霾，眼睛里面迸射出了阴狠的毒光。那个贱人被三皇子一脚踹开了，竟然还敢暗地里面算计我，是以为进了摄政王府便可以与本小姐作对了吗？该死！小姐息怒，即便是凤云清进了摄政王府又如何？无名无分的，不过是摄政王的一个玩物罢了。等摄政王玩腻了他的下场定会很悲惨的，保不齐连命都要丢在了摄政王府，哪还有能力和小姐争？奴婢觉得，小姐眼下最需要做的事情，便是去找三皇子商议，尽快将那些对小姐不好的言论给压制下来。若是容忍那些好嚼舌根子人以讹传讹，会对小姐更加不利的。你去将三皇子给本小姐送的那只鸽子拿过来，本小姐亲自给三皇子写封信，让他想办法。再拿几块软布过来，包在本小姐的膝盖上。如今凤府还在那老东西的手里，本小姐免不了要去做戏。老爷夫人，小姐回来了，在院里跪着呢，想来是在外面受了委屈，知道错了。青儿回来了，快让她进来，跪在院里像什么话呀？桑静香好几个月没有见到女儿了，心中正急着，哪里会计较凤云清离家出走的事。不准去！那个逆女，让她跪着！为了一个男人要死要活的，连亲爹亲娘都不认了，这样的女儿要来作甚？还不如初雪来的贴心。这里头正说着江初雪，江初雪就已经进了院子。她一眼便瞧见凤云清端端正正的跪在那儿，眼皮子一垂，心思瞬间转了好几道弯。凤云清竟然在这时回来了，轩辕夜兰不是不肯放他走吗？他是怎么说服轩辕夜兰放他回来的？是用了什么手段吗？他似乎也没受什么折磨，那张脸
反倒是比数月前更精致了。该死的贱人，果然不像表面那么单纯。散布流言的人定是这贱人，还知道跪在这向里面那2个老东西认错，想修复与那2个老东西的关系。哼，有他江初雪在，他就别想得逞。再抬眼时，江初雪又换上了一副平日那一张温善无害的脸，走到了凤云清面前，露出恰到好处的惊讶与关心。姐姐，你可算回来了。你离家出走的这些时日，姨父姨母为你茶不思饭不想的，我一日日为你祈福，就怕你在外面受了什么苦，遭了什么罪。姐姐，你跪着做什么？还不快进去见姨父姨母？江初雪，别喊得那么亲热。我爹娘在时只生了我一个，还未曾有妹妹。你身为伯母家的妹妹，前面可还挂着一个表字呢。表字，婊子。江初雪会日日为他祈福，怕是在日日咒他早死。凤云清的态度让江初雪脸上的表情变得僵硬，不过他提前从轩辕诀那儿知道他已经和凤云清撕破了脸皮，将他们相好的事情告诉凤云清了。凤云清喜欢轩辕诀喜欢到发狂，那么这会儿对他态度不善也并不奇怪。这么一想，眼角余光就瞥见凤承舟和桑静香正从屋子里面出来。江初雪扑通一声便跪在了地上。姐姐，姐姐，不，凤小姐，我知道我身份卑微，自从我父母病逝后，这么些年都是仰仗着永乐侯府，我才没有流落街头。永乐侯府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没齿难忘。可我真的没有主动破坏你和三皇子之间的感情，三皇子不欢喜你，都是因为你太过于……你住口！凤云清也看到自己父母来了，怕江初雪说出更过分的话来，一着急便喝止了他。可谁知，却换来凤承舟冲过来，狠狠的一巴掌。你这个逆女，又发什么疯？初雪好好的与你说话，你什么态度？老爷，青儿好不容易回家，你打她做什么？女儿家的脸面最重要，你下这么重的手，往后好不了了，可如何是好呢？就你宠着她，都被宠坏了。姨父请息怒，是初雪不好，惹得表姐心情不好了。初雪，小姐，您如今有了身孕，情绪不能过于激动。没等初兰说完，江初雪又咚的一声跪在地上。侯爷，夫人，初雪知错了。初雪也不知道事情竟然会变成这般。初雪是在去寺庙的路上被谁如何了？他故意没有说明白。初雪，外面有关于你未曾议亲便有身孕的事情，竟是真的？是真的。你真的与那寺庙里的和尚和香客厮混？没有，初雪肚子里的孩子是有身份的人家的。那人欺负你，可有说过要娶你？说过的，他道他欢喜我。如今我既然有孕，便回去与家里父母商量，娶我为妻。你这孩子就是太单纯了，这都被人家给……好在那个人也不算是个坏的，答应了娶你为妻，你便好生养着吧。假装的是……桑静香想，到底是自己亲姐姐留下来的骨血，出了这样的事情，他也不能不管。三皇子确实是一个有身份的，表妹的如意算盘打得也不错，只不过三皇子仍是当今皇后所出，皇后娘娘最重身份，你一个寄居我永安侯府的孤女，有什么身份可言？自然，因着我爹娘疼你，这些年一时没少在你的要求下带你参加贵人举办的宴会，以至于不知情的人都以为你是我封家二小姐。但正如我方才所说，你这个妹妹的前面毕竟挂着一个表字，若是想做皇家儿媳，身世势必是要被贵人查一查的。届时知你克父克母克九族，你想做三皇子的妻子，怕是不能够吧？即便是做个侧妃，亦是有些困难。什么？晴儿，你说什么？你说初雪去寺庙的路上将他给……那人是三皇子，这怎么可能呢？如何便不可能了？父亲，女儿再不孝，
亦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诓骗你。您的眼里，比自己亲生女儿好太多的江初雪，根本没有去寺庙为我凤家祈福。这几个月，她去了江南。至于她去做什么，凤家的江南铺子也不少，随便去问几个掌柜的，便清清楚楚了。7年前，江家夜里一场大火，烧没了10几条人命，只你和一个婆子逃出来，千里迢迢找上京城。我爹娘怜悯你，收留了你。我亦因与你年纪相仿，与你诸多亲近，甚至一度真的将你当成我的亲妹妹看待。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与我说你心仪尚书府大公子，一转眼就背着我与三皇子安通款去，甚至瞒骗永安侯府的所有人，与三皇子一道下江南。如今有孕，却又想含糊过去，你简直太让我失望了。爹爹，娘亲，女儿过去几年不懂事，只看上好男人的颜色，示意对三皇子疯狂了些。可如今细细想来，再好的颜色亦比不上一份真感情。这份疯狂自然也就淡了。不过是个男人，初雪表妹若是真想要，我便给了她也未尝不可。可她不该骗我，不该骗爹娘，不该背着我们与三皇子相好，这便不是情有可原，只是忘恩负义。没想到青儿离家出走这几个月，竟真的将与三皇子之间的事想通了。这倒不是坏事儿，可若青儿说的都是真的，那初雪这个孩子这些年莫不是一直在永安侯府演戏？他还以为是自家女儿性子不好，惹得三皇子嫌恶，可这里面莫非也有江初雪的手笔吗？江初雪是夫人亲姐姐的遗孤，这些年在永安侯府，她和夫人也是将她当成了女儿看待的，但凡青儿有的都没有少过她一份，可到底不是亲生的。若她只是表面上纯善，实则心怀不轨，想踩着她青儿甚至整个永安侯府往上跑，那她也就容不下她了。江初雪，你表姐说的事儿可是真的？江初雪，你表姐说的事儿可是真的？姨父，我，他猛地将头磕在了地上。我错了，都是我的错，我对不起云清小姐，对不起永安侯府对我的大恩大德。我应该在三皇子向我示好的时候便主动拒绝他的，应该在他向我表露心意的时候早早的将这件事情说出来，更不该在他大胆对我做那种事情的时候没有抵死反抗。依照表妹这么说，竟是那三皇子太过于孟浪，强逼了你不成？凤云清再次打断了江初雪的话。可就在我回府之前，三皇子还刻意来找过我，说是从你1年前送他香囊那一日，他便喜欢上了你。多少次与你花前月下，共诉情长，他道你与他是两情相悦，让我成全你们呢。初雪，你当真哪般做了？没有，我没有，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没有故意破坏表姐和三皇子之间的感情。我肚子里的这个孩子也是意外才有的，若是表姐不高兴了，我回去就喝药将孩子剁掉。在初雪的心里，姨父姨母还有表姐都是我最亲近的人，你们对我的好我一辈子都无法报答，我是断不可能做出伤害你们的事情来的。如今出了这样的事，外面的传言越来越难听，是我让永安侯府蒙羞了，我实在无地自容，也没有能力挽回些什么，我有一死保全永安侯府的声誉。姨父姨母表姐，你们今生对初雪的大恩大德，初雪来生再报。话音落了，江初雪才可怜兮兮从地上爬起来，四下望了望，朝院子里面的莲花大水缸撞去。初雪！凤云清几步上前，用自己身体挡住江初雪的冲势。云清表姐，你这是何意？哼，何意？江初雪，我倒是想问问你是何意。便是无谋苟合，你肚子里面仍旧是皇家血脉。孩子未出生之前，你一头撞死在我永安侯府，莫非是想让我永安侯府背上残害皇嗣的大罪吗？
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永安侯府好，便是用这么一副哭哭啼啼的态度，以死来要挟我永安侯府吗？我没有。没有？哼！江初雪，你给我听好了，我不管你是什么心思，这肚子里面的孩子既然有了，你就必须好好养着他，直到孩子出生。至于孩子出生之后你是什么身份，那便不是我永安侯府可以替你做主的。不该有的心思，你趁早收了吧。记住7年前你们江家那场大火，记住你自己几斤几两重。傅云清，你干什么？放开初雪！来的还挺快嘛。凤云清，你这个毒妇！本皇子警告过你，不要再欺辱初雪。初雪如今肚子里怀着的可是本皇子的骨血，若他和孩儿有半点闪失，本皇子灭你永安侯府满门！凤承舟和桑敬香的脸色顿时有些不好了。想当初，轩辕诀靠着凤家财力支持，先后办了赈灾、兴水利、安置老弱病残的士兵等等多个皇帝夸奖又得民心称颂的好差事。可那会儿，他还是日日追着青儿跑，道青儿是这世间最温柔善良贤淑的女子，他轩辕诀非青儿不娶。如今却骂青儿是一个毒妇。三皇子，还请慎言，永安侯府哪里欺辱这么一个天煞孤女了？三皇子，江初雪不过就是因为自己婚前有孕，毁了脸面，又累积永安侯府的名声，自觉羞愧难当，对不住永安侯府这么多年对他的照养之恩，方才试图以死谢罪。自然，因着他肚子里的骨血乃是皇室骨血，臣的女儿不顾身体病弱，拦住了他，怎的却变成臣的女儿欺辱他，永安侯府欺辱他了？不过说到此处，臣倒想问问三皇子，您昔日携重礼到臣府中来，当众向臣的女儿凤云清表明心迹，言非他不娶，如今却与一个外来的孤女纠缠在一起，不分青红皂白的骂臣的女儿是毒妇，却是何道理？臣出生山谷，自是比不得那些尊贵大方、仁义道德的朝堂贵臣，却也知晓人若无信，则与畜生无异。更何况灭永安侯府满门这种权利，三皇子眼下怕是还没有。爹爹这是说的什么话？如今朝堂之上，谁不知皇上对三皇子最为器重？三皇子乃是中宫皇后娘娘所出，大皇子有终日缠绵病榻，太子之位早就是三皇子的囊中之物。或许他日三皇子果真能够一步登天，届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没我永安侯府满门又算得了什么呢？只不过三皇子，如今皇上龙体安康，无病无灾，您这么早就将心思暴露出来，怕是不妥吧？毕竟我轩辕王朝重孝道，便是平民家中亦没有儿子盼着父亲早逝的。凤云清，你可别胡说了，本皇子怎么可能会盼着父皇走？三皇子，您不必紧张，您是什么心思那是您的事情，与凤云清、与永安侯府、与整个凤家无关。今日你既然来到了这儿，将江初雪怀着你骨血的事情挑明，那么有些事臣女便也明说了。臣女回府之前，您已然与臣女说过了，您早与臣女的表妹江初雪暗度陈仓，情投意合。臣女性子柔软，昔年对您亦是有诸多期待，却也不是死缠烂打之人。您既已经做出选择，君休我便弃，亦是没有什么好伤心为难的。是以三皇子可以放心，云清往后便是嫁不出去，亦不会再与你有任何感情纠葛。然而这个怀着你骨血的孤女实在太过金贵，永安侯府怕是伺候不好这么金贵的大福，唯恐有所疏忽，便赔上满门性命。是以还请三皇子今日便将此女带走，自行安置了吧。云清表姐，义父义母，我错了，是我错了，不关三皇子的事，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主动给三皇子赠送香囊的，是我主动勾引三皇子的。正如义父所说，我只是个天杀孤女，这些年永安侯府对我很好，可毕竟不是我自己的家，我始终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朵没有根的浮萍，内心充满了惶恐与不安，是以我才会不择手段的想要为自己谋一份好姻缘。可我平日里接触到的公子并不多，三皇子又是这般优秀卓越的男子，我没能控制住自己的心，
姨父姨母，云清表姐，是我自私了，是我贪婪了。如今事情变成了这个样子，我真的悔不当初。若不是怀了这个孩子，我早就羞愧自尽了。可是这个孩子到底是一条命，我实在不忍心。姨母，您是我母亲的亲妹妹，这些年我一是从您的身上寻着母亲的影子，一是将您当成了母亲看待的。你应该能明白我不舍孩子的痛苦的。我求求您不要把我赶出永安侯府。我身份卑贱，若没了永安侯府作为依仗，便是三皇子联系，我亦不可能有个名分的。我可以不在意别人怎么议论我，可我不想我的孩子一生出来变成了野种。你怀有身孕，先起来吧。只这么一句话，风云清便知道今日是不可能把江初雪赶出永安侯府了。不过他也从来没有想过会成功，毕竟江初雪的功力可不是一般的强，这么几句半真半假的哀求，既将所有的污名都揽在自己身上，换了轩辕爵对他的愧疚和怜惜，又让母亲心软，而父亲亦是不再多说什么。初雪表妹，我方才便说过，只要你肯诚实地说出自己心思，我们永安侯府还真能欺了你孤苦无依不成。你背着我与三皇子好，我心中确实是失望且难受的。可是我从前听人说过，情人间的感情若当真稳固，便无需担忧他人插足，抢得走的感情必定不是真的感情。我凤云清亦不愿意要一个对我无法从一而终的男人。对三皇子，我早就死了心了。你既喜欢他，又诚心认了错，不过是一个男人罢了，我今日便成全了你。你如今身子金贵，三皇子未曾将你接进门之前，你便继续留在永安侯府养胎吧。你且放心，我与爹爹娘亲都是心善之人，这些年是如何对你的，往后亦是会如何对你。吃穿用度不仅不会短缺了你，还会多给你一些。然而也仅仅是这些，旁的诸如会让你以永安侯府小姐出嫁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你婚前有孕有失体统，若是认了你是永安侯府小姐，我也就不用嫁人了。虽说我对嫁人不抱太大想法，但若是缘分到了呢？若是我的意中人这辈子真来了呢？我亦是要对他负责。行了，多的话我便也不说了。你的孩子们和你以后的前途如何，你好自为之吧。娘，爹爹，想必三皇子会送表妹回他院子的，女儿多日没回府，也有许多话想要和你们说，我们先进屋吧。该死的风云清，竟变得这般伶牙俐齿和狂妄，被抛弃的，被糟践的，被羞辱的，反倒是变成了我自己了。莫非便是因为他傍上了摄政王吗？哼，姑且让你这贱妇再得意一段时日，待我将来成为了一国之母，定要让你永安侯府满门生不如死。只在父母面前撒娇耍赖，享受着家人给予的温情。直到月上中天，凤承舟第7次板着脸赶他回去歇息，他方才回到自己院子，踩着轻快的步子走进了自己闺房，随手将门关上，身后便传来男人的声音：你还知道回来？带着冰雪的寒意，一字一顿在安静的房间里无比的清晰。子华，你怎么来了？我是来与你约会的，或许也可以称之为夜会。却惊掉了凤云清的下巴。夜会？这怎么听着感觉有些暧昧呢？你与我说可以来凤家见你，我想你的意思大抵是我该以正常的方式追求你。你道我颜值高，烈风却道人靠衣装，我便换了衣裳来见你，你可欢喜？他是刻意穿给他看的。人说女为悦己者容，轩辕夜兰却为了讨他喜欢而刻意打扮。欢喜，我很欢喜。子华穿什么都好看，便是不穿也好看。男人的表情先是一愣，随即就勾起了一抹能够醉死人的邪魅笑意。若是我不穿的话，以示公平，轻轻便也不穿吧。一道散发着淡雅竹香的风势过来，风云清便已经被轩辕夜兰抱在了怀里。
男人大掌伸过来，利落的将他外衣扯了，随手丢到了一边去，便又开始扯他的中衣。早知青青想要的约会，便是想与我坦诚相见，水乳交融。我便是再多等一会儿也愿意的。他上前速度太快，凤云清还没有反应过来，人就已经被他压在了桌子上。那只宽厚的手掌趁机捏住他小巧的下巴，迫使他不得不抬起头来。随后唇上便传来一阵清凉的触感，他又一次被他强吻了。别子华，别冲动，冲动是魔鬼，冲动要不得。再说了，这种事情做多了伤身，真的我不骗你。不骗我？可楚秋生与本王道，阴阳相合，有益于身心健康。邱楚生，朝堂江湖人人趋之若鹜的第一神医。他嘴角一勾，一本正经。是谁在子华耳边胡说八道？那一定是一个神鬼。说说吧，今儿教训了那轩辕绝和江初雪，心情可是痛快？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有些痛快，后来就淡了。就这么一小点的教训，远远不够偿还他们对永安侯府满门的血债。说的顺口，血债2个字一不小心就被他给说出来。轩辕夜兰眼眸眯起来了。满门的血债？自然是满门的血债。方才便在我父母的院子里口出狂言，说要灭我永安侯府满门。如此，难道不算血债吗？轩辕夜兰应了一声，算是抹掉了对这件事情的怀疑，又问：可要我将轩辕绝说的话去皇帝面前透露透露？暂时不必。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皇帝即便是怀疑轩辕绝，亦不会对他做出重的惩罚。我要的是让他一点一点失去自己在乎的一切，真正的生不如死。轩辕夜兰沉默半晌。1月后便是1年1度的百花盛宴，亦是皇后兰氏的生辰。5品以上的大臣和家中未出阁的贵女都会受到皇后的邀请参加。届时轩辕绝必定会被封王监府，他想让江初雪干净的进府，就势必会对你做些算计。我知道，毕竟当初可是他轩辕绝厚着脸皮往我永安侯府凑，口口声声倾慕我凤云清，非我凤云清不娶。如今他瞧上了江初雪，还搞大了人家肚子，想狼狈为奸，却也要为自己立一个牌坊。除非是往死里猜我，否则还有什么办法？是那个蠢东西有眼无珠。我倒是要谢谢他有眼无珠，否则岂不是会祸害我这一辈子？你也该谢谢他有眼无珠，否则你上哪儿找这么美丽可爱的女子去？这句纯粹是为了缓和这屋里面的气氛。其实他更觉得自己就像是轩辕夜兰身边的一只能够顺着他心意的宠物，不过早晚他会改变这种状态的。如此，本王便也借那百花盛宴，落实了你摄政王妃的名分。子华，你说过的会真正的追求我，你不能说话不算话。人家都已经开始接受你了，你就不能再给人家多一点时间和自由吗？好，本王不逼迫于你。若是你在百花宴上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再站到本王身边来，你当知晓，若是轩辕绝和江初雪的事情定下来，与你的名声极为不利。凤云清的心暖了一下，原来这一次他不全是想要霸占他，还会担心他受到流言蜚语的伤害。凤云清主动伸手抱住了轩辕夜兰的脖子。我不会有事的，你愿意对我好，愿意纵容我，心里有娶我做王妃的决定，我便欢喜。你是摄政王，是这个国家乃至整个天下的强者，要做你的妻子，我不能连那几个跳梁小丑都对付不了，是不是？子华，若是你想要的想法一直不变，我会嫁给你，堂堂正正站在你身边，让天下人都觉得我足以与你相配，而不是你强行将我纳入你的势力范围，施舍我一个名分。不早了，歇了吧。轩辕夜兰闷闷地说了这么一句，顺手将凤云清抱起来，大步向床榻位置走去，一边走还不忘解释：本王今晚便在你这歇下了，你在意名声，本王早上离开的时候会注意不让人发觉，你乖一些，
万不可做出背弃本王的事情来，本王便答应好好与你相处。你若不同意，不碰你即可。凤云清乖乖地做了轩辕夜兰的枕头。他发觉他心情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就会自称本王，其他与他独处的时候都是自称我，往后倒是可以用这个来判断他心情的好与坏了。他对他到底是特殊的，而这一份特殊让他产生了一丝丝满足和愉悦。上辈子除了他不断地惹怒他，被他强占之外，他其实并没有伤害过他。而这一辈子他不过是换了与他的相处方式，未来是不是就有了无限可能呢？而那种可能竟然让他开始有了期待。一晚安眠，翌日早上醒过来，轩辕夜兰果然已经离开，只是空气中还残余几缕熟悉的竹香。大小姐可是醒了，奴婢进来伺候您梳洗吗？进来吧。藏起了眼底的滔天怒火和恨意，凤云清淡漠地回了话。小梅怕是迫不及待来帮江初雪打探消息来了。坐在明亮的镜子前，凤云清又想起了自己名下那几个铺子，最挣钱的镜子铺面如今已经被江初雪捏在手里了吧。痛！小梅，你是怎么干活的？你第一次给本小姐梳头吗？滚下去，让小竹来给本小姐梳。大小姐，我不是故意的。还敢顶嘴？笨手笨脚弄痛了本小姐，你还觉得委屈了？看来以前本小姐真是对你们这些人太好了，一个孤女都敢踩着本小姐头往上爬也就罢了，看着她可怜，母亲又舍不得伯母的遗孤受苦，本小姐便好心成全了她。可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奴婢也敢在本小姐面前自称我，也敢和本小姐顶嘴。本小姐瞧着你如今心真是大了，那倒也无妨，本小姐这就去找一个牙婆子过来将你发卖了，你自己去寻一个更富贵的主子去吧。没错，凤云清扮演的就是一个无情冷厉的形象，总是要有些改变的，才能让那些胆敢算计他的人多少有些忌惮，他也能够摆脱因为痴恋轩辕绝而积累的不好的名声。大小姐，奴婢知错，求求你不要将奴婢发卖了。不想走，那就给本小姐安安分分的做事。去喊小竹过来吧。还有，以后你就在外院伺候，不用进我的房间了。莫要忘了你自己的身份。大小姐，还是让奴婢来给您梳头吧。您忘了，前些日子小竹因为口不择言，竟说初雪小姐和三皇子的坏话，被您给……本小姐觉得她做得很好，她是个聪明的，早早就看出那两个人之间的龌龊事，倒是本小姐冤枉了她。还是你至今都认为本小姐会维护那两个背着本小姐苟合的东西吗？奴婢不敢。奴婢这就滚出去。莫非凤云清果真是因为受到刺激太大变得聪明了吗？滚出去！还有，告诉院子里面的所有人，以后不要喊我大小姐，要喊小姐。我娘亲如今不过生了我一个，没有大小之分。是，奴婢遵命。小梅应声，手脚并用的出去了，好像生怕慢了一步就会遭殃似的。有什么事说吧，你向来心直口快，上次事情也是为了我好，是我没能早些看清那两个人的嘴脸，倒是让你受了委屈，对不住你。小姐，奴婢不觉得委屈，奴婢的命是小姐救的，这辈子都跟着小姐。小姐想让奴婢做什么，奴婢就会做什么，断不会有任何异心。奴婢只是听闻小姐和初雪小姐和三皇子撕破了脸皮，又见到小姐清瘦了许多，心里难受。就是这么一个柔弱的女孩子，前世一直对她好，胆敢反抗那些人，拼死也想将她的幼弟抱走，却落得一个凌辱致死的下场。小竹，我已经清醒过来了，谁对我好，谁心里有鬼，我都知道。这段时间府里会有一些事情发生，我先把你送到外面的药材铺子里面避一避，等那些事情过去了，你再回来，可好？小姐为何这么说？是因为怕三皇子和初雪小姐做些什么吗？奴婢不走，小姐有危险，奴婢就更不应该走。他们敢害小姐，就先踩着奴婢的尸体过去。奴婢的命是小姐救的，就是小姐的。
我小姐死也是。什么死不死的？你这丫头就不能说点吉利的？罢了，你不愿走就跟着我吧。不过，你说的没错，江初雪如今有了身孕，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嫁给轩辕。我若无事，她自然就不能嫁得如意。往后多几个心眼吧。是，小姐，小姐能想通就好。小姐生得花容月貌，聪慧善良，还会做生意赚金子，一般人根本就配不上您。这上京城多的是好男儿，您再多多挑挑，一准儿能挑到比那三皇子更好的夫君呢。你这丫头就是个爱钻钱眼的。回头等我给你也找一个夫君，然后把你放出去做掌柜的。你不是喜欢镜子吗？就做镜子铺的掌柜。小姐，您又忘了那镜子铺您都给了江初雪了。连名带姓的喊着江初雪，小竹脸上明显带着怒气。你这性子啊，还是得再收敛收敛，总是这般情绪外露，难怪那些人总是算计你。凤云清看似在指责小竹，语气却很温和。往后日子还长着呢，他们拿了你们家小姐的东西，早晚要加倍还回来，你且看着吧。凤云清刚刚梳洗完毕，外面就传来小菊的声音：小姐，叶小姐来了。凤云清眼眸骤然一眯，叶雨桐。小姐，奴婢知道您和叶小姐关系好，可是奴婢还是想跟您说一句，防人之心不可无。叶小姐她或许并不像表面看起来对您那么好。我心里有数。凤云清扫了一眼自己首饰箱，嘴角一勾，又说：我记得我离家之前让首饰铺打了一整套头面，你一起拿出来，等会儿我要送给叶雨桐。当初轩辕爵不喜欢她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她打扮得太过于艳丽和俗气，而这种打扮风格却是叶雨桐教她的。小竹眼睛一亮，小姐果然清醒明白了。是，奴婢这就将那套头面找出来。雨桐，云清，你走路怎么没声啊？吓死我了！这变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做只会让三皇子更加的讨厌你，这样一来，你想成为三皇子妃的梦就会更加难以实现了。你真是辜负了我这一片好意，可惜了。啊，原来是你让三皇子去摄政王府找我的，那我就不能以为是有人故意想要害我了。害你？为什么？雨桐，上京城谁不知道，那摄政王可算是名副其实的活阎王，也不知怎的，他就对我起了心思。他那人性子阴冷怪异，不好相处，哪里容忍得了沾了自己气息的女人，还惦记着别的男人。三皇子去摄政王府找我，看似是为了我好，却实在是将我推向了绝路。说我那日跟三皇子走了，依着摄政王的性子，怕是我和三皇子都不能活着走出摄政王府。这怎么会这样？云清，我竟没想到这一层。你可要相信我，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我怎么可能会害你的？我是真的没有想到这些，是我将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只以为你喜欢三皇子，三皇子也愿意去摄政王府救你，就觉得是好的了。该死的，难怪计划失败了。难道是凤云清这蠢货竟然聪明了一回？雨桐。凤云清抓住叶雨桐的手，握紧，脸上浮起了清澈的笑。我自然是信你的，你一直都在好心帮我，不是吗？不过闹了这么一大场，我也想通了，人家三皇子不喜欢我，我还死皮赖脸贴上去，不是太自讨苦吃了吗？况且当初他来追求我，一转眼就和我表妹在一起了，这样的男人也太花心了，并非是我心中良人。那便算了吧，君休我便弃，也没什么困难的。什么？你想通了？你不想嫁给三皇子了？云清，你可要想好了，那是三皇子，是你最喜欢的三皇子。喜欢而已。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吃糖，也喜欢过一件花衣裳，也喜欢一只点翠流苏的金簪子，也喜欢过一只浑身雪白的猫儿。可后来那糖吃坏了牙齿，那衣裳的花也不新鲜了，那金簪子的流苏掉了不好看，那猫儿它用爪子抓伤了我，我便也不喜欢了。对三皇子也就是这样。
我不喜欢了，江初雪却捡着要，那我就成全他们。再说了，这天下何处无芳草，我何必在三皇子那一棵树上吊死？你说是吧？啊，可是这蠢货不喜欢三皇子了，那么难道要开始跟他抢摄政王了吗？不行，他必须要阻止，必须要收服这个蠢货，让这个蠢货继续痴迷三皇子。雨桐啊，说到这儿，我弟弟跟我说了，皇后娘娘举办的宴会就快到了，你我身为大臣女儿，都是在邀请之列的。弟弟还悄悄告诉我，这次宴会有给皇子们选妃的意思。三皇子妃我是不想当了，可总归还是要嫁人的，所以我打算去宴会上再看看，说不定就有比三皇子更好的人呢。知道你受伤了，不方便去准备宴会上的穿戴，我特意让家中首饰铺为你打造了一套头面。小竹，把头面拿出来给雨桐看看。是，小姐。叶小姐，也就是您了。若是换成了旁人，我家小姐是怎么都不可能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的。这套头面可是价值万金呢。云清，你这套头面真好看，流光溢彩，贵气十足。若是你，我就知道你一定是喜欢的，毕竟是你指点我的。越隆重的宴会，就越要穿得贵气。实话跟你说，这套头面原本是给我自己准备的，可之前因为我的事情，你被九皇叔打伤，我这心里实在愧疚，又没什么能够补偿你的，我着急呀。可不刚巧，我昨回到了府里，李爹就跟我说，尚书大人又在皇上面前哭穷，说国库拨的银子不够他办事儿的，他只好将自己全部家当都贴不出去了，就差卖儿卖女了。这都是第几次了，我真是为你以后命运堪忧。所以雨桐，这套头面你一定要收下，一定要带着他去参加皇后娘娘举办的宴会，赶紧挑一个合乎自己心意的公子嫁出去，不然真被你爹卖去做奴做丫头，甚至沦落坊籍，后悔都迟了呢。云清，你对我真好，与你做朋友是我今生最大的幸运。可是你对我这么好，我又哪里能夺你所爱呢？这头面如此的贵重，我实在……贵重什么？你忘了，我弟弟虽有官身，可是我们家可是轩辕王朝第一富商，别的不多，就是钱多。这一套头面算什么？我还让人给你做了金丝线绣成的衣衫，金子做成的鞋子，只是还没有做成。等做成了，我就……不用了，有这套头面就足够了。我怎么好意思拿你更贵重的东西呢？那个云清啊，我忽然想起来，出门的时候，我娘交代我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得赶紧走了。哦，那这样啊，那你赶快去办事吧。不过这头面，你可一定要带着去皇后娘娘举办的宴会上，这可是我的心意。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可不能辜负了我的心意，不然我是要生气的，以后都不和你玩了。好啊。叶雨桐含糊着回了一声，匆匆离开了。小姐，您今儿这一出可真厉害了。奴婢瞧着，那叶小姐明明不喜欢那头面，却还偏偏说贵重，怕是憋得很难受呢。不，便是他不喜欢那些头面，他不是也收了吗？是啊，那他既然不喜欢，为什么还收下了呢？价值万金呢。我有钱，我身后的永安侯府有钱，这些人最初靠近我的目的，可不就是为了钱吗？后来得了钱，却又生出了别样的心思。哼，这世上的人啊，贪权的骂权黑，贪财的骂财俗，不过都是因为他们自己龌龊无耻。凤云清笃定，叶雨桐如果还想在他面前演戏，就一定会带着那一套头面去参加宴会。他倒是有些期待叶雨桐到时的表现了。小姐果真是将那些人都看得清楚了，奴婢为小姐高兴。只是小姐，您什么时候又和摄政王有了关系呢？小竹，我以后会嫁给九皇叔，往后我有我与九皇叔之间的事情，你不得多嘴，你可记清楚了。小姐，您要嫁给那个火焰摄政王？可是奴婢听人说，摄政王性情残暴，生食人肉。小姐，你就是不喜欢三皇子，你也不能找，要不然咱们还是换个人吧。奴婢觉得四皇子就不错，虽然没有三皇子那么有才华，但是脾气温和，也是翩翩家公子。再不然六皇子也可以，
丞相府的大公子也不错，长乐侯府的小侯爷，将军府的少将军，工部侍郎家的二公子，还有……小卓，传言不可尽信。你且安心，我不会做不利于自己的事情，至少暂时，九皇叔不会害我。这是我的决定，你照做就好。是，不管小姐做什么决定，奴婢都会和小姐站在一起的。这一日没有再发生过别的事情。到了晚上，凤云清刚脱了衣裳，突然听见床底下传来异样声响。这声音并不大，但是因为他听觉敏锐，还是听到了。他急忙摸出早在藏在枕头下的匕首，床却在这时骤然向前方移动了。等到他翻身下床，就发现原本自己床底下赫然变成了一个地洞，还有台阶往下面走。很快，一个人从地洞上走出来了。凤云清想也没想，抓起匕首朝那人刺过去。他没有武艺，那只能先下手为强。那人见状急忙闪躲，同时压低声音急急地说：王妃别动手，我是烈风。烈风，轩辕一兰的心腹。这是怎么回事？他从不知道自己闺房床底下竟然还另有乾坤，包括上一世。王妃，关于这条地道的事情，摄政王以后会亲自跟你解释的。您现在快跟属下走，摄政王受伤了，不先见到了您不肯治伤，命都快没了。轩辕一兰受伤了。凤云清皱起了眉毛。他怕轩辕一兰，但是轩辕一兰也是他不得不选择的靠山。如果他出事了，那么他以后的路只怕会更加难走。这样一想，他不再犹豫，跟着烈风下了地道。刚踏进去，就看见轩辕一兰裸着上半身坐在圆形池子里。那池中水不深，只刚刚没过他的腰，但却有大大小小数十块冰被堆在他周围。他胸口处中了一支箭，还没有拔出来，血还在不断地往外流着，将他周围的池水和冰块都染红了。最诡异的是，他不仅脸色苍白，嘴唇更是黑中泛紫，就连肌肤上也隐隐地浮起了一根根紫色的经脉，像是藤蔓一样缠绕着他。他不仅受伤，还中毒了。凤云清惊讶出声。要知道，在他的认知里，轩辕一兰不仅仅是权势滔天，武功更是高的变态，能够让他既受伤又中毒的人，至少上一世他从未见过。就在这时，凤云清的脑海中突然响起了陌生又熟悉的鸣叫声：毒医系统植入成功，启动中。毒医系统已经成功启动。尊敬的主人，晚上好，我是系统小蛋，很高兴回到您的身边。小蛋检测到您身边有患者需要救治，请问是否进入病况扫描？凤云清差一点激动喊出来。她曾经是高科技时代古武世家的女儿，家族曾倾尽全力为她打造出这样一个可以万物转化为意念操控使用的读音系统，却只有她一个人植入成功。后来她利用这个系统为家族鞠躬尽瘁，却还是被算计致死。过来。朝着他走了过去，同时对系统下了指令：小丹，进入病况扫描。你怎么弄成这样了？凤云清站在水池边上，视线移到轩辕一兰的胸口剑伤处。我以为这世上没有人能够将你伤得这么重。哼，我当这是青青对我的肯定和夸赞。这次是我疏忽了，那人掐住了我的弱点。你竟也有弱点？凤云清一边听着小蛋说明轩辕一兰的伤势和中毒情况，一边露出了惊讶。轩辕一兰也有弱点吗？那如果他也知道了他的弱点，以后在面对他的时候，岂不是就能够多一样筹码吗？人都有弱点，而我的弱点就是你。我？凤云清眼睛瞪得更大了。一旁的烈风忍不住说：王妃，早朝后王爷刚出宫，就有死士送了信，说你被他们抓走了，让王爷只身一人去救。王爷没有多想便去了，谁知道却遭了暗算。这剑上有刀刺，轻易拔不得。王爷强撑着回到府里，又引发了体内的热毒，不得不用寒冰压制。凤云清心情有些复杂，原来真的是因为他。可是人家让你送信你就去，你傻啊？我又不是没与你说过，回府之后我就待在家里面，哪儿也不去。你不是还说要给我送红布过来的吗？我还没等来红布，倒是等来你受伤中毒。
你堂堂摄政王，人人谈而色变的活阎王，做事也不带脑子的吗？王妃，那信里有你戴的一只耳坠子，昨晚王爷还见你戴过的。厉风帮轩辕一兰叫着委屈，后背却冒起了细汗。天哪，王妃方才是在骂王爷傻吗？他倒是真敢啊！轩辕一兰突然站了起来，那些冰块因为他这一动作发出了声响。你说本王傻？凤云清缩了一下脖子，这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急忙扯开了脸上的笑，一步跨进那水池子里，扶住了轩辕一兰。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这不是担心你吗？好冷啊！这池水和冰块能够将人的手脚都冻僵。快出去！你是死人吗？王妃不知道这池子里的水冷，你也不知道吗？她也进来，你也不阻止。快去拿火盆进来，多拿几个，再去拿本王的暖球来。楚秋生到了没有？先让他拿拿暖身子的药，还有话还没说完，轩辕一兰就忍不住噗的一声吐了一口黑血，厉风都快急哭了。是，主子，您快坐下吧。那腿长在了凤云清的身上，但又没有凤云清那么大胆子，他敢阻止吗？主子，您都这样了，再不稳着点就得挂，还关心凤云清一个健健康康的人冷不冷？这简直是在用生命谈恋爱啊！我没事，子华，你快坐下。凤云清已经清楚了轩辕一兰的情况，那剑入了皮肉，好在不太深，只要取出来马上止血缝合，还要不了他的命。算了，你还是先出来吧。你体内的毒只能在毒发早期压制一二，都过了这么长时间早就没用了。再坐在里面，你只会更难受。别强撑着了，该虚弱的时候就虚弱，该吐血的时候就吐，我不会笑话你的。走，我们出去。你懂毒？凤云清身体一僵，勉强笑了笑。这个略懂。懂医？这个嘛，也略懂。这时，一个全身都穿着黑色衣服的女子走了进来。主子，属下该死，未能找到秋神医。严冷香的坟前呢？去了没有？烈风慌了。今天是严小姐的忌日，她肯定会去找她的。女子摇摇头。那怎么办？王爷的伤和毒……青青，你来，本王还死不了。你先缓和一下身体，再来救我吧。王爷，您既然相信王妃能救您，属下觉得秋神医找不到，还是再另请一个御医过来吧。大不了等御医救完您，属下将他给……烈风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又继续劝着轩辕一兰。您让王妃来救您，属下觉得实在是……欠妥。至少属下从未听闻过王妃会医毒啊。你不知，他便不会。这次不与你计较，若再敢质疑本王的决定，你自己滚出摄政王府。青青，我信你一次，你不会让我失望吧？厉风只好收了声，他知道主子生气了。因着主子战功累累，性情清冷，外面都传主子嗜血残暴、冷漠无情，是个活阎王。可事实上，主子从来不滥杀无辜。他提出找一个御医来给主子看病，事后灭口，是犯了主子的禁令了。你叫什么？上前来。属下雨煞。黑衣女子走了过来，站在了凤云清的身后。好的，雨煞，我现在给子怀处理伤口，你就负责给我递刀、镊子、剪子，以及给我擦汗。你既已无事，我就回去了。他之前医治他时，对他放肆了一些，可确实也帮他处理了伤口，还拿了万能的解毒丸给他吃，也不多问他为什么要试探他，这就算扯平了吧。对我下手的人是轩辕决，想来那日你在我府里骂了他，想试试我对你的态度。我心里呢也不痛快，一时不察，便着了他的算计，倒是这么多年来伤得最重的一次了。因为事关凤云清与轩辕决，所以他第一次失算，心中有些恼火，自然是想在凤云清这儿得到一些补偿，所以他这才提前开启了这条连通摄政王府和永安侯府的地下暗道，让烈风接了凤云清过来。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是想因为让他看到他这副样子，知道他善良，
那瞧见了他因为他这么狼狈，总会生出些愧疚来吧。愧疚也是一种感情，只要是他的感情，他全部都要。没想到他来了，倒是带给了他这么大的惊喜。师从神农，能医会毒，如此明珠，轩辕决那个蠢货当真是瞎了眼睛。没有，至少现在不生气了。因着我和轩辕决那一段过去，你不信我，我想得通。人与人之间总要互相磨合，才能够产生信任。你如是，我亦如是。我既选择了你，你对我做什么，只要没有伤害到我在意的东西，我便不会生怨。今日是，以后也一样。以后，原来他想过与他有以后的。轩辕夜兰的脸色明显温和起来。青青，你且回去歇着吧，明日晚上再来此处帮我换药，可好？能够得到他一句以后，便是不慎中了轩辕决一次计算，他也觉得值得。自然，胆敢算计他轩辕夜兰，轩辕决一定会失败的很惨很惨。小姐以前最喜欢清雅素净一些的衣裳，穿在小姐身上也好看，仙人似的。奴婢记得您刚开始还用与这衣裙一样的布料给三皇子做了一件锦衣，还在上面绣了一首诗。也是奇怪，奴婢许久都未曾瞧见那锦衣了，是小姐您自己处理掉了吗？这样也好，算是和过去彻底了断了。不过小姐写的那诗，奴婢觉得真好，奴婢还记得呢。奴婢念给小姐听：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几时？思君如龙水，长滚呜咽深。思君如明烛，艰辛且咸泪。思君如孤灯，一夜一心思。思君如百草，缭乱逐春生。思君。那锦衣是旧物，如今我已经与轩辕决撕破脸皮。若是此时有人拿旧物来算计我，我便是有100张嘴巴也说不清楚。那锦衣好好收在衣柜里，我并未处理，便是有人刻意拿走。如今唯有用这件衣裳再做一件一模一样的锦衣出来，但不能是送给轩辕决的，可明白了？小姐，那您知道是谁拿走那件锦衣，想要害您吗？会知道的。要不然奴婢帮您一起绣，这样更快。可是这锦衣不做给三皇子，又要做给谁人呢？做给侯爷，绣琴师也不合适啊。可别的男子的穿衣尺寸，您知道吗？做给九皇叔，他性子冷，不喜旁人动的东西。这件锦衣唯有我自己做，你帮我穿针引线，剪竹花就好。今晚怕是睡不了了。摄政王，摄政王，尚书府的2小姐叶雨桐前来拜见，说是有重要事情要与您商议。您看？看来他的伤都好利索了，那就让他进来吧。王爷，那位叶小姐可是个有城府的，她接近王妃分明就没有半点善意，您为何还对她？厉风有些不明白。如果说他以前觉得凤云清配不上自家王爷，可是经过昨晚凤云清救治王爷的那一幕，他面对鲜血的淡定，奇异的缝合手法，高超的医术，以及那一颗连丘处生都赞叹不已的万能解毒丸，直接颠覆了他在他心中的印象。那么冷静，那么镇定，那么有胆魄魅力的女子，这轩辕王朝还能找出第2个来吗？见过摄政王，我今日来找摄政王，是来为云清求情的。大胆，竟然在摄政王面前自称我，尚书府的礼仪就是这么教的。是，臣女错了，请摄政王恕罪。摄政王，那日花架船的事情确是臣女的错，前几日臣女在家养伤，也一直在反省，臣女知道错了。臣女明明知道摄政王看上了云清，还偷偷的帮着他逃离，臣女有罪。但是摄政王，臣女听人说男女之间的感情最是强求不得，摄政王多年未回上京城，事也并不知晓三皇子曾当众说过非云清不娶，在臣女等人的眼中，她是一定会嫁给三皇子的。俗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臣女斗胆请求摄政王放过云清，让她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感情。臣女替云清恳求摄政王开恩。
上京城的名门闺女那么多，摄政王何必要执着一个身份并不高贵的商女呢？你是觉得本王的亲亲身份不够高贵，还是你觉得你可以左右本王的决定？不，臣女不是那个意思。臣女是云清最好的朋友，昨日臣女去永安侯府见了他，他身形憔悴，心伤不已。因着您之前将他带到摄政王府来，造成了他与三皇子之间的误会，他非常的焦急。为了证明自己对三皇子的忠贞不二，还委托臣女一定要将他亲手做的锦衣送到三皇子的手中。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意，云清还刻意在这锦衣的内侧绣了一首情诗：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思君如孤灯，一夜一心死；思君如百草，缭乱。够了！摄政王息怒，女爱男欢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云清都已经亲手给三皇子做贴身穿的锦衣了，可见他对三皇子的深情厚谊。您就大发慈悲，成全了他吧，否则您即便是得到了他的人，也得不到他的心啊！滚出去！马上滚出去！再不滚，尚书府明日便准备办丧事。出门之后，双腿就是一软，差点跪在石阶上。快走！他就不信那一件私密的锦衣还能不让轩辕夜兰撕碎了凤云清。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几时；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思君。方才夜雨童念的每一个字都被轩辕夜兰听得清清楚楚，现在被他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每一个字都带着无比的愤恨和寒意，吓得屋子里面伺候的烈风都缩了缩身子，想要尽可能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凤云清果然还是没有对轩辕爵死心吗？这写的都是什么呀？这么赤裸裸的，也难怪王爷会发怒了。难道说他之前说的想通了，不再与轩辕爵有任何关系，都是在骗王爷？他怎么能这么做？明知王爷对他好，为了他还受了这么重的伤，还引发了旧毒，亏得他昨晚还以为他救治了王爷便是好的，可谁知道他还瞒着王爷给轩辕爵送锦衣。烈风这么一想，对凤云清的一点好感又荡然无存了。他愤愤不平之际，轩辕夜兰的命令便冷冷地压了下来。烈风，来人，去把那女人给本王带过来，马上。王爷，永安侯府的凤云清小姐派自己大丫鬟给王爷送了一份礼过来，王爷看，让那丫鬟直接过来。是。小竹是第一次进摄政王府，在他的心里，这地方就是一个杀人魔窟。是的，他每走一步都胆战心惊，不断地四下看着，就怕突然出现什么要了他的小命。可是想想自家小姐交代的，这锦衣不早一点送到摄政王的手中，便会给有心人算计的机会。他便又壮着胆子，抱着怀里的盒子继续往前走。这锦衣，这锦衣怎的了？说。奴婢见过摄政王，奴婢小竹是永安侯府凤小姐的大丫鬟，今日是凤小姐的命令来给摄政王送礼物的。巧了，小姐送给摄政王的也是一件锦衣，便是颜色与料子也与地上这件一模一样。奴婢一时觉得惊讶，在摄政王面前无礼了，还请摄政王恕罪。你确定这家锦衣是你家小姐送来给本王的？你可知欺骗本王的后果？奴婢不敢。小姐与摄政王的事情，小姐不让奴婢多嘴，奴婢便也不问。这锦衣确实是小姐命令奴婢送来的，一针一线都是小姐亲手做的。摄政王若是不信，锦衣的里侧小姐绣了诗词，小姐说了，摄政王看过便会明白了。他是何时做的这件锦衣的？小姐回府之后便开始准备布料做锦衣了，因这府里面事情太多，没能出去拿更好的料子。小姐说以后定是要做很多锦衣给摄政王的，便先随意做上了一件，看看摄政王穿上合不合适。本来这锦衣昨日里就做好了，但是因为尚书府的叶小姐来拜访我家小姐，说了好些话，后来我家小姐送了叶小姐一套价值千金的头面呢，叶小姐这才离开。
可是叶小姐离开之后，小姐心情就不好，便没有继续做锦衣了。等到晚上就寝的时候，小姐躺在床榻上辗转反侧，不能安眠。说是做了冬天打仗的梦，梦里不是寒风冷雨，就是鲜血淋漓的。奴婢便大胆的猜想，那梦程序与摄政王有关，因为小姐吩咐奴婢点了火烛，花了大半夜的时间，才将这锦衣做好了，让奴婢送给您。摄政王，奴婢不知道您与我家小姐的事情，但我家小姐为了这件锦衣，将眼圈都熬黑了，手指也刺破了。可原来，并不止我家小姐一人给您做锦衣，却不知道地上这件锦衣是何人所做，为何与我家小姐选的布料样式都是如此相似？这是故意要让我家小姐难堪，还是……你这丫头说什么胡话呢？赶紧住嘴！奴婢没有说胡话，奴婢只是想帮我家小姐多说几句话。奴婢的命是小姐救的，自小就跟着小姐，知道小姐是这天底下最善良最好的女子了。从前三皇子追求她，口口声声说非她不娶，谁知道转身就和表小姐在一起了。小姐虽然想得通，道一声君休我便弃，可错的人又不是小姐，小姐却要平白的受了委屈。奴婢不知道小姐是何时与摄政王在一起的了。若是摄政王也与三皇子一样，一边与我家小姐在一起，一边与我和别的女子有牵扯，奴婢回去定要告诉小姐，让小姐早日与摄政王断了往来，不再……好一个大胆的奴婢！你竟敢将本王与轩辕诀那个东西相提并论，还敢去青青面前说本王的坏话，你这舌头怕是不想要了吧？烈风，去。管家再次及时出现。王爷，永安侯府凤小姐来了。王妃来了，好，好啊。你这丫头还愣着做什么？不是说你家小姐熬夜了吗？像是身体有些虚弱的，你还不快出去扶一扶她？小竹抬起了头，看清了站在轩辕一兰身旁的男子。这一次看懂了他眼里的提醒，心中微微暖了一下，急忙从地上爬起来。摄政王，奴婢这边去扶着小姐过来。王爷，那锦衣是否要处理掉？不急，等青青处理。王爷，那锦衣是否要处理掉？不急，等青青处理。说完，他竟是直接脱了身上衣裳，将那件锦衣穿上了。令他意外的是，尺寸刚刚好，没有大了也没有小，没有长了也没有短了，所以这件锦衣的确是做给他的，而不是做给轩辕诀的。因着他比轩辕诀高，肩膀比轩辕杰略宽，手臂也比轩辕诀长，于是他嘴角勾起了一抹愉悦的笑意，再次亮瞎了烈风的眼。王爷可当真是有仙人之姿啊，妖孽之姿态，若是多笑笑，别说是王妃了，便是他这个男人也忍不住要欢喜的。这领子是不是太低了一些？下一件做高一点。你喜欢便好。你的丫鬟说你为了给我做这件衣裳，刺破了手指头，伤得很重吗？没有，针刺了一些小伤，无碍。我是觉得我这手粗糙了一些，抹了些冰嫩的药包起来，2-3日便能好了。他是知道轩辕夜兰脾性的，他越说自己没事，他便越会疑心他伤得不轻。哼，愧疚吧，愧疚吧，你这男人，不是昨晚才用这一招对付过我吗？我这就还给你。瞧瞧这满屋子的木头屑，若不是我将这锦衣送过来的及时，我又要倒霉了吧？叶雨桐来过了，她倒真是你的好姐妹，一大早便拿了一件锦衣过来向我求情，求我放你。哼，还道男女之间的感情不能强求，你不喜欢我，我便是能得到你的人，亦得不到你的心。你怎么说？哼，这么说来，叶雨桐还真是我的好朋友。不过瞧了一眼我做的锦衣，便连夜赶制了一件一模一样的衣裳出来帮我。他这一份心意可真让我感动。子华，你确定要留下别的女人给你做的锦衣吗？虽说那衣料样式都差不多，但毕竟不是我亲手给你做的，若是你贴身穿着，我可是会生气的。你喜欢我绣在锦衣上的诗吗？倒也算不得是诗，我之前从摄政王府回去之后，夜里就开始失眠，竟做一些红色的梦，一些梦见士兵们在战场上拼杀的场景，便想起那些士兵或许都是有家室的，不知觉的便将自己当作士兵的家人，便想着
那年轻姑娘是如何在思念中等待夫君的？那年轻姑娘是如何在思念中等待夫君的？心中甚是感动，便想到前面那几句。昨晚替你缝合伤口回去，那梦里的场景却变成了你。我梦见你高坐在马背上，手握长剑，竟是在与楚国太子拼杀。那楚国太子实在太狡诈，给你撒毒粉。所以后面这句话便是写给你的。旁人都道我凤云清是一个胸无点墨，只懂与银钱打交道的草包，你且说说，我这几句写得如何？好。轩辕夜兰毫不犹豫地说着，前面那几句不是写给他的，倒也正常，他如今刚和轩辕决断了关系，自是没可能那么快便对他有了很深的思念，算得诚实。后面那句他很满意。那楚国太子长了个什么模样，你可瞧清楚了？未曾瞧清。估计就是个尖嘴猴腮的丑模样。叶雨桐送来的那件锦衣，本王自然是不会穿的，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给本王做锦衣的。你若不喜欢，那东西你便帮本王处理了吧。也好。小卓，你一起将地上那件东西剪碎了，装在锦盒里，再拜托烈风将军给尚书府送过去吧。是，小姐。烈风。子华性子清冷了一些，又不善言辞，只能麻烦你将东西交给尚书大人送过去，再问候一下尚书大人家教如何，提醒的管好家里人的嘴巴，话不可以乱说，管好家里人的手，礼物不可以乱送。小卓，你也与烈风将军一同去吧，告诉叶小姐，她对我的好心好意我已经收到了，事情办完之后还要劳烦烈风将军将我丫头送回府，至于她自然是有人会送她回去的。我倒是想问问青青，若是我穿了叶雨桐送来的那衣裳，青青果真会吃醋吗？自然会。你不知商人心眼最小，好算计善妒，但凡是沾了别人气息的东西，我便不会想要了。所以子华，你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清白。我的清白？我的清白不是在那花家船里就被青青要走了吗？青青啊，便是再来一次，我亦不后悔那时弄疼了你。待我们大婚后，你若是乖一些，眼里心里都只有我一个人了，我保证那种疼不会让你再受第二次。往后我都会温柔些对你，可好？这男人是认真的，可是他好好的提那事儿做什么？这才到哪儿啊，就提大婚之后要温柔对他做那事儿，他又怎么回答？子华，我还未出阁，你不觉得我知道的应该更少一些吗？听说新婚的夫妇都会有那种画本子学习夫妻相处之道，你往后便不用看了，知道的少一点无妨。本王来看，将其中的精髓都学来使用便好。风云清尴尬笑了一下，以为轩辕夜兰只是说说而已，便没有放在心上。可是当他和轩辕夜兰大婚之后，轩辕夜兰拿出一大堆画本子让他选择姿势的时候，他惊得差点咬掉自己舌头。后来更是被这个男人折腾得叫苦连连。这些都是后话，此时轩辕夜兰想的倒不是在身体上攻陷凤云清，而是想尽快的俘获他的心。你说要亲手给你我缝制婚服，那红布定然不能是寻常的红布，你可听说过赤云烈霞锦？可是传说中那个万金难求的赤霞？是。听闻赤霞红如血，烈如火，绚烂如朝霞，轻薄柔软如云朵，冬暖夏凉，乃是布中至宝。但是因着那布是血蚕吐丝织成，血蚕本就难得，饲养更是困难，是一数10年都难得一匹布，自然是珍贵之极。便是当今皇后，也只得了手帕大小的一块，请了最好的绣娘绣上精美的花纹，终日不离身。是。你有赤霞，要用来给我做手帕？只是做手帕你就满足了？轩辕夜兰忽地觉得凤云清此时模样无比可爱，忍不住凑上前，在他嘴角处轻轻亲了一下，这才接着说：我送你10匹赤云赤霞锦，除了做我们大婚的衣服，你还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衣裙、帕子、香囊。10匹？子华，你确定你真的有10匹赤霞？
还都要送给我？自然是真的。我幼时在山中习武，意外救了一位老残农，他生平所愿便是养一匹血蚕，得一匹赤霞送给妻子。我对那小东西也颇感兴趣，便与他一道养了几月，研究出一些新的饲养方法，让那血蚕不会早早死去，还能生出更多的幼蚕来。如今山中的血蚕数量已经很可观了，10匹赤霞还是能拿得出来的。不过那东西毕竟难得，10匹已是大部分了。你若觉得不够，想再要10匹，至少还得再等5年。够了够了，那可是万金难买的赤霞，轩辕夜兰可真是好。这个浑身是宝的男人，他上一世怎么就瞎了眼睛，硬是没瞧上呢？子华子华，赤霞有了，那天丝呢？天丝你是不是也有？快说快说。赤霞是部中至宝，而天丝便是绣线中的至宝。天丝自然也是有的，只是你确定要用这样的姿势和我说话吗？这样有问题吗？自然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你若再主动些，便不怕我一时忍耐不住把你生吞了。天丝自然也是有的，只是你确定要用这样的姿势和我说话吗？这样有问题吗？自然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你若再主动些，便不怕我一时忍耐不住把你生吞了。那个你别误会，我刚才就是太激动了，不是故意要扑倒你的。不行，你就当是被猪压了一下。猪？那定然是一头野猪，伶牙俐齿，还很凶残。青青，你爱珍宝？女子都喜爱珍宝，我更贪心一些，偏爱那些不常见的。好，我会记得以后多送你一些珍宝的。你觉得自己的医术和毒术比起楚秋生如何？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不妨说来听听。假话便是，我肯定不如他，他可是闻名天下的第一神医。我一个未出阁的女子，尤其家中还是经商的，便是有些雕虫小技，又哪里比得上邱神医呢？真话便是，我并没有见过他救治过人，也不擅长他解决过哪些疑难绝症，不知道他的实力，自然是不好比。不过我比较擅长外伤，这方面肯定比他强，其他的估计就不如他了。但是毒术，我可以自信地说，他定是不如我的，因为他在你身边却无法将你排出体内热毒，但我可以，只是解药有些难配，需要时间。青青，你说什么？你能解我的热毒？你没骗我。邱楚生说过，这世上能在短时间内彻底解他的毒的人，只有下毒之人，而下毒之人亦是他杀母仇人。说，你师父神农到底是何人？为何你会解我的热毒？子华，你这是怎么了？你不会是怀疑我师父，或者是我给你下毒吧？我师父就是一个闲云野鹤，对俗世的事情一点兴趣也没有，他从来都是行医救人，没有害过一个人。而我，你这热毒应该是很多年的陈毒了吧？那时我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你总不会怀疑一个孩子给你下毒吧？我师父说了，医毒同根同源，万物相生相克，没有病灶治不了。若真是有，那一定是从医之人还未曾找到克服病灶的方法，一时没有毒解不了。若是有，那一定是那解毒之人毒术还不够高明。我之所以觉得你这热毒能解，是因着师父与我说，他曾在雪山之上见过一种会飞的火虫，浑身带火，剧毒无比。当时与他同行的人被火虫攻击，生命垂危，他却没能救活那个人，心中惭愧。后来花了数年才破解了这毒。我想着热毒大同小异，打听你的情况，能够让你表面与旁人无异，总不至于比那火虫之毒更加凶猛。若是师父留下的方子适当修改，解毒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只是那方子上面的药材颇为稀有，邱神医手中的雪灵芝也是其中一味，所以我才说有些麻烦，需要时日。雪山毒火虫，本王会去查的。本王并未怀疑你，
你不一样。本王并未怀疑你，你不一样，但别人就未必了。母后当年便是中了热毒而身亡，本王体内的热毒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本王自懂事后便发过誓，定要找到那下毒之人，将此人碎尸万段。我可以保证，我自己和师父从来没有给先王后下过毒。他的师父根本就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自然是不可能了。既然那人毒术厉害，想必也不是泛泛之辈。我会更加努力钻研毒术，假以时日遇到那人，或许便能够将之找出来，给你的母亲和你报仇。解毒需要的一些药材，你与我说说。我这副身体若是能早些治好，以后我们便能有自己的孩儿了。我曾想，这辈子有你便足够了。如今你说还有希望，我便又想贪心一些。青青，你也是喜欢孩儿的吧？我喜欢孩儿。若是我以后有了孩儿，谁敢伤害他，我便也要将那人碎尸万段。方子我这边写下来，待将方子上面的药材都找齐，就可以配置解药了。这以后的10几日，风云清的生活终于平静下来。轩辕爵和江初雪都没有过来找他麻烦，或许是在谋划着更大的阴谋。叶雨桐也没有来找过他，应该不是不想在他面前演戏，而是被尚书府禁足了。风云清白日就陪伴着凤承舟和桑静香，与父母的感情越来越好，到了晚上就走地下暗道。每一次他来，轩辕夜兰都会提前到这儿。他要做的事情也挺多的，很多不知道从哪来的消息要看，还有一些隐秘的大事要处理。多数时候都在打坐练功，偶尔看看兵书和天文地理类的书籍。两人相处的还算和谐融洽，凤云清渐渐的竟然有些习惯他在身边了。小姐，夫人来了。娘亲来了，快请。江初雪也来了，怕是又在夫人面前说了什么。马上就是皇后娘娘举办的寿宴了，她定是又想让夫人和小姐带她进宫去见贵人去了。果然来了，忍耐到今日才来，也算他厉害了。我倒是要看看，我这位好妹妹，如今还能怎么说。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裳，风云清迈步出了内室。表姐，初雪今晚过来是有事要求您帮忙，还请您看在我死去的母亲份上，再帮我最后一次。风云清面色淡漠，也不管江初雪在原地会不会尴尬，自顾自地走到桑静香身边椅子旁坐下，笑意盈盈地看向桑静香。娘亲今晚过来，可是女儿说2日之后参加皇后娘娘举办那场宴会。若是，方才女儿还与小竹说起这件事情呢。哦，你和小竹说了什么了？还不就是宴会上穿戴以及哪些品行才华俱佳的公子会参加。娘亲，往年女儿脑子有些不清楚，总是围着那么一个人转，也不知道看看别的风景。如今想来，也算是真的遗憾。事宜今年，女儿打算好好打扮打扮，再多看看。你能这么想，我也就放心多了。女儿啊，人与人之间是要讲缘分的。想是你与三皇子没有缘分了，你成全了初雪，再去寻自己的好缘分，自然是极好的。到时候若寻找喜欢了，便与娘亲，我和你爹定会好生为你打算。青儿，娘亲知道在三皇子的事情上，你受的委屈多了一些。初雪背着你和三皇子来往，做的不对，寒了你的心。但既然你都已经想通了，便再帮初雪一次。初雪毕竟是你亲表妹，你便当她小一些，且让一让她。姐妹之间啊，是要相互扶持的，哪里来的仇怨呢？姐妹之间啊，是要相互扶持的，哪里来的仇怨呢？初雪如今有了身子，这肚子眼看也是遮掩不住了。若是能去皇后娘娘举办的寿宴上得到皇后娘娘的喜欢，再由三皇子提一提，这名分才能落得下来。母亲的意思是要带着江初雪一起参加宴会了。我一定要帮她吗？不帮便是不顾及姐妹情分了。她倒是顾及姐妹情分，背着我与三皇子暗度陈仓，连孩子都有了。哼！表姐，事已至此，又何必出言讽刺？姨母，初雪自知有罪，
若是表姐实在不同意他初雪去参加宴会，初雪只能如何？你还能再寻一次死吗？威胁我和母亲不成？江初雪，自己种下什么因，就得吞下什么果，这才到哪儿啊？有些事情你以后会知道，你自己费尽心思做了讽刺的事儿，享受讽刺的机会还多着呢。你不是能耐吗？不是将那轩辕绝哄得团团转吗？你去找他安排你进宫啊，何必在这里哭求我和母亲？哦，对了，你说这是最后一次，若是你能够在那宴会上夺得皇后娘娘的欢喜，真的站去了三皇子身边，那么我们这些人的帮助自然便是最后一次了。横竖永安侯府也不过就是你往上跳的踏板，用过之后便能舍弃了，对吧？没有，表姐，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便是我真的能做三皇子妃，我亦不会忘记永安侯府，忘记姨父姨母和你对我的大恩大德的。我知道在三皇子的事情上，你怨我恨我，我不会怪你说话难听的。我永远都会记得，你是一个善良大度、温和慷慨的姐姐。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以前那个善良大度、温和慷慨的凤云清已经死了，死在了你们前世的阴谋诡计之中，死在冰冷和鲜血腐臭的尸体里。江初雪，我不可能再将你当做我妹妹。背叛这种事情，有一就有二，况且我本来就小瞧了你的手段。我胆子小，怕再被你算计，所以我和你最好做陌生人。若是你还有些别的心思，你做了初一，定会做15。什么善良不善良，温和不温和的，这世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说对吗，我的好表妹？不过你既然求到我面前了，我若是不答应，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欺负了你，又或者我们永安侯府不肯给三皇子面子，怠慢皇子这么大罪过，永安侯府也承受不起。所以我答应带你进宫参加宴会了。但是我以前说过，你只是我的表妹，不是妹妹。这次进宫，不准你以林家二小姐的身份参加。我和母亲只负责带你去宴会上，若是你自己惹出什么麻烦来，也别想我和母亲会帮你，更别想牵连永安侯府。你可听懂了？我知道了，谢谢表姐。那我这就回去好好的准备。姨母，初雪就先回去了。凤云清，你别得意的太早。等我去了皇后娘娘举办的宴会上，就会是你噩梦的开始。你这个该死的蠢货，便是真的猜中了我的心思又如何？你天生就该是让我江初雪踩着头往上爬的。现在你给我的每一份羞辱，等我成了三皇子妃，定要你加倍还我。青儿，你怎么和初雪说话的？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母亲，你听说过农夫与蛇的故事吗？青儿，初雪是你表妹，不是恩将仇报的蛇。若她没有恩将仇报的心思，为何又会做出恩将仇报的事情？青儿，初雪毕竟年纪小，你既然想通了，又何必再为难她呢？还是你其实并没有想通，是因为三皇子才对初雪？母亲，您多想了。女儿这辈子都不可能跟轩辕绝在一起，不过是女儿经历的多了，看的事情便更重了一些，知道了防人之心不可无。母亲，难道你从未怀疑过，江家大火将所有人都烧死，为何就没能烧死一个柔弱的小姑娘？便是按照江初雪的说辞，是那婆子拼死将她救出来。为何当初他们来府中时候，除了落魄憔悴一些，竟是半点伤痛也没有？为何那个婆子很快便染了恶疾死了？为何江初雪不分不响，就和轩辕绝有了孩子？可你与弟弟还一直认为他良善。为何永安侯府的丫鬟婆子、门房奴仆皆是对他称赞不已？为何京城许多人都以为她是永安侯府的二小姐？为何她明明做了那么多过分的事情，可是你却还能够因为她的三言两语，便答应带她来见我，让我答应带她去见皇后娘娘举办的宴会，为她攀上高枝铺路？
母亲，不是我要为难他，而是我们以前谁也没有怀疑过他，可他却闷不吭声地做了很多事情呢。母亲啊母亲，你可知不教的狗更咬人？你可知江初雪做的这一切还只是一个开始？你可知他恶毒到要将我永安侯府满门灭杀？你可知他最后是他亲手拿刀子挖出你和爹爹的心，再扔到我面前，让恶犬撕碎？你又可曾知道，她其实并不是你姐姐生下的女儿，与我们永安侯府半点血脉都牵扯没有。青儿，你为何会这么想啊？母亲，不是我要这样想，而是江初雪、轩辕绝他们要怎么做。母亲，我只是觉得初雪表妹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想要多些防范。在我的心里，没有人比您和爹爹更重要，我不希望任何人伤害到你们。三皇子早早就打我永安侯府的主意，不就是因为永安侯府富可敌国？如今的皇室容得下我们，那么以后登上帝位的皇帝呢？说是那人是三皇子呢？母亲，以前我太单纯了，只能看出自己那点私情，却没能为家中多多考虑一些。如今也只是不再像那么人善了。自然，若初雪表妹没有坏心思，我也能继续和她做好姐妹。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这只是说给桑静香听的。可母亲，若她贪心不足，继续恩将仇报，那么我也只能当从未有过这个表妹。而伤害我家人的恶徒，我绝对会加倍奉还。母亲，女儿已经长大了，你和爹爹便安安心心的。等皇后娘娘举办宴会之后，女儿再给您和爹爹好好调理调理身体，说不定你们还能给我生一个弟弟呢。你这孩子，这是说的什么傻话？你与爹爹这么多年，就得了你这么一个女儿，哪里还能给你生弟弟呀？娘亲，女儿也想要一个弟弟呢，养大了就去做大将军，威风凛凛的保护我们永安侯府。娘亲，女儿这次出门遇到了一个大师，女儿请大师算过了，说是我们永安侯府能得一个小侯爷的，若是防止外人伤害，便可平安长大呢。那大师当真这么说？是哪位大师啊？算得准吗？准啊！大师还说了，女儿以后会嫁给住在永安侯府东面的贵人。后来女儿便遇到那位贵人，才觉得那位大师所言不虚的。东面？青儿，你说的那位贵人，莫不是这是数月前刚刚回到上京的九皇叔，当今的摄政王。娘亲，其实女儿离家这段日子并没有走远，刚走出府里，就遇到小贼偷了女儿的银钱。女儿追赶之下落入贼人之手，险些没命，多亏九皇叔及时出现救下了女儿。那时女儿尚未对三皇子死心，多次想要去找三皇子，甚至让叶小姐帮我。谁知道后来却发现三皇子早就跟江初雪在一起。女儿大受打击之际，是九皇叔一直在女儿身边安慰女儿，是以女儿便在摄政王府待了一段时日。发觉九皇叔并没有外面传的那么阴冷嗜血，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对女儿很照顾。三皇子回来之后，也不知道从哪儿听说女儿在摄政王府，便找了过去，一边让女儿成全他和江初雪，一边又说要娶女儿为侧妃。竟还有这样的事儿？那三皇子竟让江初雪做正妃，让你做侧妃？是啊，若是他明明白白告诉女儿不喜欢女儿，当初就不该说要娶女儿。是他辜负了我，和江初雪在一起，却还想着让我做小。他和江初雪明明都知道女儿和九皇叔相识，可谁在娘亲和爹爹面前提过一句吗？没有，为何不提？还不是怕女儿攀上九皇叔，怕我们永安侯府与摄政王府有了牵连，让他们不方便了吗？也就是这般，女儿也算是彻底看清了三皇子，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对待江初雪了。想来轩辕还是亲的好，便越发想要一个弟弟，或者是妹妹也行。不过那大师既然说是小侯爷，想必弟弟可能性会更大一些。为了让桑静香能够更好的接受这一切，凤云镜可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生生将轩辕夜兰对他的那些暴行都粉饰成了英雄救美。是我这做娘的不是了。
我一心想着初雪肚子大了，藏不住了，怕她受委屈，想让她早点嫁给三皇子，却忘了她本姓江，终究不是我们家的女儿，诸多盘算，怕是只为自己。如此，倒也不算错了。但好歹是你伯母生下来的，就再帮帮她，送她嫁了人了，也就是了。却未曾想，已经受了这么多委屈。你是娘的宝贝女儿啊，自小我与你爹爹便宠着你，因为你性子犟了些，骄纵了些，这几年也对你多了责骂。没想到你一直在为我和你爹爹着想，为这个家着想。青儿，是我和你爹爹太过于照顾江初雪了，以至于都忽视了你。娘亲真是愧对你了。娘亲说的才是傻话呢，我们是一家人，哪有什么愧对不愧对的。娘亲知道女儿没有长偏，以后和爹爹继续偏疼女儿就是。只是女儿和九皇说的事情，没有一回来就跟娘亲和爹爹交代，还请娘亲不要怪女儿。我自然不会怪你，不过听你的意思，你对摄政王可是动了感情了。娘亲，你可是觉得女儿配不上九皇叔？怎么会？我女儿配得上这世上最优秀的男子。只是摄政王的身份太过于特殊了，你若与他在一起，我是怕你以后吃苦受罪。你自小眼里就是揉不得沙子的，三皇子和初雪在一起，你便弃了三皇子，可知那皇家之人哪里不会三妻四妾呢？娘亲，你想多了。九皇叔那样的人，若是真想强要了女儿，我们永安后府能够反对吗？可他却很尊重女儿，还道若是女儿愿意嫁过去做摄政王妃，便不会让其他女子踏进摄政王府。说真要说这上京城谁说话最有分量，旁人谁也不敢说半句不是，那也只有九皇叔了。是以单凭他说这话，女儿便很感动。只是这件事情女儿还考虑，也要问过爹爹和娘亲的想法。爹爹在朝堂上倒是见过九皇叔，此次皇后娘娘举办宴会，九皇叔也会参加，不如娘亲也好好看看，我们再做决定。静儿，你真是长大了。你说要去宴会上看看风景，我还真当你去与那些公子。哎，不想你竟然是为了让娘亲看那摄政王，你真是给了娘亲很大的惊吓呢。怎么能是惊吓呢？不如说是惊喜。我记得你以前就与我说过，说我出生时也有大师算过命的，但我日后定会大富大贵，摄政王妃岂不比三皇子妃要高贵？什么都不用做，你便能够生生高那些命妇们一个辈分呢，多好。那我便去看看吧。你爹爹还未回来，等他回来，我也得提前跟他说说。永安侯觉得本王如何？摄政王风华绝代，文武双全，雄才大略，才高八斗，英明神武。侯爷，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您觉得我给您做女婿如何？摄政王，微臣皇贵。丰城州吓得双腿发软，又差一点跪下去。不是他没骨气，而是今天早朝他亲眼见到摄政王眼睛眨都不眨地斩了几个三皇子系的贪官，那血当时也溅到了他的身上。贴近死亡的恐惧让他实在没办法不怕这位活阎王。毕竟江初雪和三皇子的事情还没有彻底公开之前，与三皇子关系最亲厚的可是他的女儿凤云清啊。摄政王，臣的女儿是不会嫁给三皇子的，真的不会。微臣在朝廷上就是个虚职，绝对没有贪赃枉法、结党营私，摄政王明察。侯爷莫要紧张，我知道我的名声不太好，那些个人都知道我生性残忍，嗜血阴毒，好收割人命。我便是怕侯爷也对我有这样的误解，才请皇上帮忙，请您到这个地方来。实则我是有私事想要请求您。私事请求？摄政王，您快说吧，别再折煞微臣了。侯爷出生山谷，年轻时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也是从大风大浪之中过来的，未曾想着胆色倒是不如青青。委实有趣啊。有趣？他不是胆子小，是面对摄政王您胆子小好吗？哎，等等，青青不是他女儿凤云清？
侯爷莫要多想，我今日与侯爷说话都是字面上的意思。我心悦令千金，凤云清凤小姐已久，意欲十里红妆迎娶她做我的王妃，不知岳父大人意下如何？什么？岳父大人？摄政王，您确定您是在喊微臣吗？微臣什么时候就成您的岳父大人了？岳父大人可能还不知道，青青离家出走的那段时日，便是住在摄政王府的。青青心地善良，聪慧大方，温柔贤淑，我觉得这世上没有任何女子比她能更好了。我见到她的第一眼，便认定这就是我的摄政王妃了，所以用了一些手段，将她请到了摄政王府。自然这件事是我考虑不周，青青还是尚未出阁的闺中女子，我强行将她带到我的府中，倒是会坏了她的名声。虽说没人敢来就此事议论，然我仍觉得不妥，便想着早日将她迎娶进门。此番请岳父大人过来，便是先想和岳父大人商量商量。摄政王，微臣的女儿之前离家出走，竟是在摄政王府，可是她回去的时候，分明说与三皇子见过。见过。轩辕爵去我府中见过青青一面，自己做下了龌龊事，却还让本王的青青成全他和那江初雪，还想让本王的青青给他做侧妃，真是厚颜无耻。不过青青当面拒绝了他，选择了本王，本王甚是满意。只是青青虽选择了我，到底是我先强迫了他，要让他真正的接受我，还需要一些时间。岳父大人，您今晚也瞧见了，我自懂事起便在军中，终日和将士们在一起，没有和女子相处的经验。您不一样，您和岳母伉俪情深20多年了，仍亲密的羡煞旁人。我是诚心向岳父大人请教，如何才能让青青心甘情愿地嫁给我为妻？摄政王，您当真心仪青儿？认真的？岳父，我字子华，若您不嫌弃，私下里可与青青一样唤我子华。您可以放心，我轩辕夜兰这一世，唯对2件事情最为认真：一是我母后的仇，2便是娶青青为妻。侯爷说的事情，青儿今日也与我说过了，他对摄政王似乎也是有些心思的，只是因为三皇子和初雪的事情在前，有了更深的防备和不信任。未曾想，摄政王对青儿的心思竟会这般的重。初雪那个孩子，以前倒是乖巧懂事，可是经过摄政王和青儿这么一提醒，倒真是细思极恐。侯爷，你说摄政王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儿啊？这才故意敲打你的，那初雪当真有问题？是与不是，还要查过之后才知道。当年江家那场大火本就烧得蹊跷，我打算明日便派人再去查探一番。事已至此，夫人和青儿既然答应带她进宫，到时候便多个心眼吧。我们的女儿本就是聪慧的，往日里倒是我们对她苛刻了些。也只能这样了。那摄政王那里，他没有逼我，亦没有逼青儿，还喊了我一声岳父，便是诚意在前。且等皇后娘娘举办宴会过后，看青儿与她的发展，再做最后的决定吧。姨母、表姐，初雪已经在这里等候你们多时了，现在就进宫吗？为何只准备了1辆马车？我与青儿乘坐1辆，初雪1辆，该准备2辆才是。你是怎么办事的？夫人，以前您和2位小姐出门都是一起乘坐1辆马车的，今日为何？那是往日，如今初雪表妹的情况外人不知道，管家还不知道吗？她已经不适合与我和娘亲坐在一起了，否则不小心磕着碰着，算是我的责任，还是算娘亲的责任？又或者算是你的责任吗？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是，老奴马上再安排1辆马车过来。还有，那日我便跟你们说过了，我还未曾有过妹妹。永安侯府一时没有2位小姐，以后定要尊称初雪表妹为江小姐。他知道江初雪一定是想与她和母亲乘坐1辆马车进宫的，那样别人仍旧会觉得她就是永安侯府的小姐，身份多少也得再往上抬一抬。可他偏不让这个女人如愿。是，
小姐。管家领命去了，很快便找了一辆马车。多谢姨母和表姐体贴，还请姨母和表姐先上车。凤云清这个贱货，就算在他面前趾高气扬又怎样，还不是要让着他。待他母凭子贵之后，哼。就这样，马车一路前行，很快到了宫门口。刚停下，便有几位夫人上前来打招呼：“锦香妹妹，你今日可是来晚了一步了。”见过有宁侯夫人。你这孩子越发的乖巧懂事了。见过有宁侯夫人。你这孩子越发的乖巧懂事了。不过呀，你们永安侯府今日是怎么一回事？让长者走在后面便罢了，怎么还让一个外面来的孤女走在前面了？我素来是不守规矩惯了，可这江家小姐竟是比我还不守规矩呢。永宁府夫人心直口快，本就瞧不惯江初雪那些虚伪圆滑、左右逢源的做派。这会儿见江初雪竟然抢在了桑静香和凤云清前面，便不客气地说话了：“是啊，这同出行长者前，永安侯府怎能连这般规矩都不懂了？这初雪小姐穿戴的如此精致，莫不是永安侯府有什么特别打算？”哎呀，瞧您说的，今日参加宴会的哪个不是有特别的打算？不过这初雪小姐确实过分了。须知皇后娘娘最重礼仪仁孝，便是心中着急，也该顾着点规矩。不过永宁侯夫人说初雪小姐是外来的孤女，是什么意思啊？初雪小姐不是永宁侯府的二小姐吗？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呢。永安侯的小姐初雪小姐似乎是比大小姐凤云清要更出挑一些，皇室宴会也是很得体。倒是那大小姐凤云清因着痴恋三皇子做了许多糊涂事。耳听的可未必就是真的，你忘了这段时间关于那凤初雪去寺庙里一趟回来就有了身孕，说是与香客和和尚。你可别说了，这个话可不好说呀，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呢？都传得有理有据的，总不会是空穴来风吧？你们瞧着她穿着那个衣裳，腰带都系高了几分，莫不是真的有了？她敷着肚子了？我倒是一直觉得这凤家大小姐比这二小姐来的真实，便是痴恋那三皇子疯狂了些，又能有什么？咱们轩辕国民风开放，皇后娘娘都鼓励年轻人自由追求感情，以图婚后家庭更加和谐，少些纷争，也能让家里面的夫君为国为民多些奉献。女儿家的小情小爱又何必太过于苛刻？我也更喜欢这凤家的大小姐一些，这模样也是越发的好看了。说是与三皇子成不了，我倒是想为我那不争气儿子求了这份姻缘。我膝下没有女儿，就喜欢这种敢爱敢恨的性子，像我。是啊，年轻人就是性子活泼了些，成亲了自然就会安静下来。云清小姐我瞧着也不错，便是那第一美人刘子贤也是不遑多让的。我确实好奇，初雪小姐打扮的这般端庄清丽，是瞧上了哪位公子或者皇子？哼，莫不是想要将自己早些嫁出去？毕竟这肚子大了，可遮不住。这些议论声越来越大，桑静香和凤云清也没有阻止的意思。江初雪面色惨白一片，死死攥紧藏在袖子中的手，方才那一点得意早已经化为了乌有。原来坐在前面的大马车里竟是会造成这样的后果，早知道他一定会直接坐到后面的马车里面去。姨母，表姐，不是你们让我坐前面的马车的吗？他们怎的这般指责初雪？初雪，白莲花可真是又上演技了。这初雪小姐当真是始作的人，这就随便说几句玩笑话就……原来是永安侯夫人和大小姐凤云清主动坐到后面去了啊！那定是云清小姐有些悄悄话想与母亲说了，这倒是我等误会了初雪小姐呢。初雪小姐模样出挑，性子又温软。唉，算了算了，年轻人的事情我们就别掺和了吧。听到这些话，江初雪的心中松了口气，总算将自己的名声挽回了一些了。云清见过各位夫人、各位公子、小姐们。凤云清只轻飘飘地扫了眼无比委屈可怜的江初雪，就上前了半步，抬高了声音：“各位夫人、小姐、公子们，都是品行高贵之人，今日大家开开心心来参加皇后娘娘举办的宴会，开些玩笑自是无伤大雅。
只是各位夫人也莫要误会了我们初雪表妹。我这位表妹身份属实可怜，年仅几岁之时，家中便遭了火灾，一家上下数百口人都不幸去世了，唯有她和一个婆子逃了出来，受尽了千辛万苦才到我家。后来那婆子也染病去了，实以我弟弟和娘亲可怜她孤苦无依，这么些年便一直以来对她照顾得多一些。今日想着她也是第一次参加国母的宴会，再加上我确实是有悄悄话要与母亲说，便让她坐了前面的马车，却没想到惹出这样的事情。实是我考虑不周了。凤云清这个贱人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她不是永安侯府的小姐，说明她身份无依无靠，而桑敬、相敬也没有阻止。这一对该死的母女，亏得她这么多年一直都以为她们温和体贴。原来初雪小姐竟然不是永安侯府的小姐，嗨，我还以为她一直就是永安侯府的二小姐呢，这身份倒是可怜了。有些夫人这么说，可心中却是另外一番想法。原本永安侯府的2个女儿都可以到了议亲的年纪，许多家的公子夫人们都想趁着这次机会好好瞧瞧凤云清和凤初雪。虽说这凤云清和三皇子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的，但这婚事又没定下来，能不能成还不一定。若是不能成，能和永安侯府结为亲家，那么至少在钱财方面几辈子都不用愁了。凤云清不成功，还有一个凤初雪啊，却没想到这个凤初雪竟不是个姓凤的。再说这初雪小姐一家子都被火烧死了，后来从她投靠永安侯府的婆子也死，莫不是这初雪小姐命不好，克父克母克全族，命不够硬的，说不定还会被她给刑克。娶回来那就不是福星啊，那是祸种。这么一想，之前那些还想着撮合自家公子和江初雪的夫人们便纷纷没了这种心思。是，我不是永安侯府的二小姐，只是表小姐。我的母亲与永安侯夫人乃是亲姐妹，姨母姨父和表姐都是看在我的母亲不幸早逝的份上才收养了我的。这么多年，永安侯府对我的大恩大德，我一直铭记于心，定是要好好报答的。江初雪纵然有太多的愤恨和不甘，在众人面前也不敢表露出来，只能够将自己姿态放到最低，继续戴上那一张虚伪的假皮。你记得永安侯府对你的恩德便好，有些做过的事便算了，不该有的心思最好收了。皇上皇后驾到！所有人都站起身，朝着这轩辕王朝最高贵的人弯腰行礼。待皇上和皇后落座之后，他们才再次落座。可就在这时，却又传来一声更为高亢的摄政王到！哗啦啦，刚刚落座的百官竟是又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就连座上的皇帝也站起来。摄政王素来不喜欢参与我们这种吃吃喝喝的宴会，臣妾还以为他今日亦不会过来了，未曾想啊，竟是过来了。皇嫂这般说，可是不欢迎我过来？当着百官和帝后的面，就敢这么不客气地自称我，除了当朝摄政王轩辕夜兰，便再无旁人。今日也是一时兴起了，想必皇嫂未曾给我准备位置，我便自己带了。轩辕夜兰从百官身边走过去，直接走到了帝后的面前。皇兄今日挺精神，便转身在那长椅上半躺下来。是的，就是半躺下，模样慵懒，肆意邪魅至极。百官和应邀前来的夫人千金贵女们都看呆了。见过摄政王穿战袍所向披靡的模样，见过摄政王一身玄衣杀伐果决的模样，却从未见过摄政王一身简单的红衣如此妖孽的模样。这果真是他们熟悉的摄政王轩辕夜兰吗？都看着本王坐镇。听闻今日是场相亲宴，本王亦是未婚男子，皇嫂有心了。这话的意思是摄政王也要选妃吗？站在尚书夫人身旁的叶雨桐顿时激动起来。他要选妃，他要选妃了，那我等会儿定要好好的表现表现。宴会正式开始，吃吃喝喝了一阵，便有一个身着鹅黄色衣裙的女子面带羞涩地站出来，跳了一支舞。那些千金贵女们便开始争相献艺起来，表演得好的，皇上皇后都给了赏。叶雨桐也上去唱了一支歌，歌声婉转动听，确实不错。皇后夸她有着一副好嗓音，赏了一些东西。但是轩辕夜兰却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他半躺在那儿，似乎是已经睡着，修长的手指搁在旁边的茶几上，一下一下敲打着，让所有人都知道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凤云清并未参加，在他看来，这些女子使尽浑身解数去博男人的欢心，却不知那欢心是否只是一时。他的视线偶尔会落到轩辕一兰的身上，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每一次他看过去时，他都像是拉开了眼睛的一条细缝，他能清楚感受到他的眸光投递过来。而凤云清目前最关心的还是轩辕绝和江初雪的计划，会是什么呢？他们的阴谋会以怎么样的方式开始呢？表姐，我想敬你一杯酒。有些事情是我做的不对，今日我来参宴有什么想法，你定是也知道的。你怕我一人上去表演，无法让贵人开心，我能不能请你和我一起上去献艺？姐姐琴弹得好，妹妹想跳一支舞，还请姐姐为妹妹伴奏。凤云清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一脸无害的江初雪，视线落在手中的酒杯上，迟迟没有动作，心中思考却已经转了好几圈。两人一起上台献艺，静坐着弹琴肯定是很难超越跳舞。正常来说，如果他去给江初雪伴奏，那么到时候出人头地风光的肯定是江初雪，而且身为永安侯府的小姐，给孤女江初雪伴奏，无疑会大大抬高江初雪的身份。那么他之前在宫门口冷落江初雪的身份，就会被江初雪在这件事情上搬上一局。但如若只是这样，并不能够满足江初雪想要飞上枝头，站在轩辕绝身旁的目的，所以江初雪绝对不会只单纯的请他伴奏。那么便是这酒有问题。不会有毒，江初雪和轩辕绝都不会蠢到在这种场面上给他下毒。想到了这儿，凤云清便将酒杯拿起来，刚刚凑到嘴边，心中便沉了一下。原来如此，这酒水中放了一味很特殊的药材假孕草。假孕草药如其名，服下之后会扰乱女子脉象，会出现假孕的迹象，若是时间长一点，还会抑制不住发生孕吐反应。江初雪邀请他一起上台献艺，若他在台上孕吐，那就是众目睽睽，百口莫辩。想明白了这一点，凤云清突然朝着江初雪勾唇一笑，哼，表妹盛情，若是我不答应，倒像得我不顾及姐妹之情，我们永安侯府不够和气，欺负了你似的。那么好吧。说着，他将那一杯酒一饮而尽。江初雪见凤云清将酒喝掉，心中笑开了花。凤云清，任你再聪明又如何？只要你喝了掺了假孕草的酒，我和三皇子的计划就成功了一大半。你就等着千夫所指，万人唾骂吧。不知表妹要跳什么舞？表妹自小便喜欢跳舞，是下过苦功夫的。我就很贪玩，琴艺属实一般。等下若是坏了表妹的舞，岂不是可惜？不如表妹提前告诉我好了。表姐随意弹奏就好。江初雪自信地说。舞蹈她确实是下过苦功夫的，今日又准备充分，定是要博一个满堂彩。如此也好。那台上站着的两人是哪一家的？低哑好听的嗓音带着2分邪魅3分慵懒，剩下的全是寒意。王爷，那是永安侯府的凤云清凤小姐，以及平州安县县城之女江初雪江小姐。江初雪的眼里闪过了一抹慌乱，轩辕一兰竟然直接让人公布了她的身份。县城之女。轩辕一兰眉头微蹙，随即看向了皇后。皇嫂，我记得今日宴会的规矩是5品以上的大臣方可携家眷参加，可这县城之女竟也能混进来了。一个混字无情地讽刺了江初雪的低贱。江初雪脸上的笑差点就挂不住了。九皇叔，皇叔有所不知，初雪小姐自小便寄居在永安侯府，礼仪教养都是永安侯夫人亲自指点的，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永安侯和永安侯夫人膝下只有一女，便将初雪小姐也当成了亲生女儿看待的。而且母后听闻了初雪小姐的才名，亲自下了帖子的，不算违规。凤承舟和桑静香一听这话，就知道轩辕绝果真打算抬高江初雪的主意，心中气愤却并不能表露出来。轩辕一兰也将他们2人的反应收进眼底，知道他们心中已经有了数，便
便轻笑一声：“哼，当成了亲生女儿看待，到底不是亲生的。三皇子便是要偏帮了这县城之女，也该顾及一下场面。不过本王怎的听闻，三皇子和永安侯府关系亲厚，乃是因为凤云清凤小姐，还说过什么非云清小姐不娶之类的话。怎的，变了心思，瞧上这县城之女了？”一时之间，百官和那些夫人、公子、小姐们的视线便纷纷在三皇子凤云清、江初雪身上来回打转，各起心思。轩辕觉得面色有些发青，江初雪的身子也微微颤抖着，唯有凤云清一身红衣，大大方方地朝着轩辕一兰行了一礼。摄政王说笑了，臣女与表妹自小与臣女一起长大，关系也是亲厚。皇后娘娘仁善包容，不论出身，只看重女子品德才华。举办宴会让大家彼此交流，乃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臣女与表妹上台来，也是想聊表一下对皇后娘娘的谢意。若是因着臣女和表妹的身份让摄政王不喜，还请摄政王多担待一二。百官只觉得这凤云清当真大胆，竟然敢反驳轩辕一兰，还请他多担待一二。他有多大分量，敢让摄政王担待？然而下一秒，众人便惊讶地听到摄政王说：“那本王便担待一二吧。要表演什么，你们继续。”这还真担待了。凤云清收回落在轩辕一兰脸上的目光，在琴桌前坐下，双手随意放在琴弦之上，轻轻一拨弄，动人的乐曲便流淌出来。江初雪赶紧往上座一拜：“臣女献舞。”不得不说，江初雪的舞确实比之前那些千金贵女都跳得好。她面容姣好，身段柔软，手中拿着飘逸的长带，灵活灵巧转动着身体，确实美得让人移不开眼睛。轩辕觉望着她，脑海中渐渐浮起了一些旖旎的场景。那女子腰肢能够有多柔软，他知道。他多少次抱住那纤细的腰身，享受着她带给他的极致愉悦，定要早早将这女子接到身边，光明正大的与她欢好。可就在这时，一直端坐在那儿弹琴的凤云清突然捂着肚子，一阵干呕，满场哗然。凤云清皱紧了眉毛，腹中却一直在翻涌着，脸色变得很苍白。他心想，这假孕草的药效果然霸道，方才自己一直努力压制，却到底压制不住这恶心的感觉。周围的议论声已经渐渐响起。凤小姐那是怎么了？怎么忽然就泛起恶心了？莫不是吃坏了肚子？哎呦，我瞧着到底有些像是孕吐啊。不会吧，凤云清不是还没有议亲吗？是啊是啊，这段时间一直听说永安侯府有小姐没嫁人就有了身子，莫非是真的？那说的不是江初雪吗？县城之女没多大的见识，倒也像是做得出来的。可是如今孕吐的怎是凤小姐？莫不知那初雪小姐是替凤小姐担了恶名？那这凤小姐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莫不是三皇子的？我瞧着不像是三皇子呀，否则三皇子方才怎么还会帮初雪小姐说话呢？哎呦，我就说这三个人之间肯定有事。表姐，表姐，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因为弹琴动了胎气？太医呢？没看到凤小姐忽发恶疾，还不赶紧上前去瞧瞧？桑静香几乎和太医同时冲上台前。青儿，你怎么样？是哪里不舒服吗？可是进宫之前吃了那些街边小吃的缘故。他不知道自己女儿为何突然会呈现出孕吐反应，但江初雪邀请女儿上台之前，敬了女儿一杯酒，女儿也没好拒绝，定是那杯酒出现问题。亏得他和夫君这么多年，对江初雪千般好，万般疼爱，甚至一度偏爱江初雪超过了自己的亲儿。可谁知道，这江初雪竟然真要害死他们的女儿。不行，一定不能让太医检查，谁知会检查出什么不好的情况。什么街边的小吃？表姐早上起来并没有吃过什么街边的小吃啊。姨母，你快让太医给表姐看看，别真的伤了身子才好。我没吃什么东西，你怎能知晓？你日夜盯着我不成？我，表姐你怎的这般看我？我也是为了你好。是吗？江初雪，我们永安侯府还真是看错你了。没等江初雪说什么，
他又转头对桑季香说：“母亲，我没事，让太医检查吧。”军前失礼，他拒绝不了。太医拿了帕子盖在凤云清手腕上，诊断之后，转身朝着皇帝和皇后跪拜：“启禀皇上、皇后娘娘，凤小姐是喜脉，胎儿已经3月有余。”表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让大家都知道你怀有身孕的事情的。其实是你方才的反应太吓人了，我担心你的身子才……江初雪满脸歉意，可心中却是无比得意。凤云清，你感受到被人鄙夷和唾弃的滋味了吗？以后你就会永远的被钉在耻辱柱上了。别说是嫁给三皇子，就算是轩辕夜兰肯要你，你也配不上摄政王妃的身份。你这辈子都斗不过我的。什么？有了3月的身孕？凤云清，本皇子真是没有想到，你竟是这么不知检点的女子。这么说来，这段时日外面传闻永安侯府有一女子婚前有孕，那人竟是你。你真不要脸。说着，他转身对皇帝和皇后说：“父皇母后，儿臣以前确实倾慕过凤云清，儿臣以为她是个好女子，谁知道接触之后便发现她本性恶劣，是以儿臣便渐渐疏离了她。如今儿臣真是庆幸没有与她真正的在一起过，这样不知廉耻的女子怎么配来参加宴会？儿臣建议马上将她驱逐出去。”这就是正常说明凤云清肚子里面的孩子不是他的。父皇母后，相比凤云清的无耻，儿臣觉得江初雪江小姐善良大方，虽身世可怜，却出淤泥而不染。儿臣对她一见心仪，恳求父皇下旨，允许儿臣迎娶江初雪小姐为妃。三皇子，这分明是诬陷！微臣的女儿微臣知道，她定不会做出这样的事儿，定是太医的诊断有误。哼，永安侯，方才凤云清孕吐的那么明显，生养过的人都知道，你就是要维护自己的女儿，也不用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本皇子知道你心疼自己的女儿，可这不要脸的事情是她自己做下的，你却放任外面的那些流言将罪名放在江初雪小姐身上，这就是永安侯府对她的照顾吗？那也未免太可怜了一些吧。三皇子，您不要说了，永安侯府收养了臣女这么多年，便是臣女为表姐承担些坏名声，也是应该的。菊儿，住口！宴会前，自己这个儿子过来跟他说想娶永安侯府的女子为妃，他还以为是凤云清，却不想是江初雪。一个天煞孤女，无权无势无才，怎得配做三皇子妃？莫是因为生气凤云清与别的男人有染？可即便是凤云清与别人有染，他只要不点破，娶了凤云清，仍旧能够得到永安侯府的助力。有了钱，才能够有更大的势力，才能够坐上至尊之位。这是他让菊儿靠近永安侯府时就与他说过的话，可菊儿竟是犯了糊涂。父皇母后，儿臣是真心喜欢江初雪小姐的，请父皇和母后成全，下旨为儿臣和江小姐赐婚，让儿臣娶。九弟，这件事你怎么看呢？不过一个女子，三皇子想要，接进门做个侍妾便是了。什么侍妾？一个已故的县城之女，全族皆舞的天煞孤女，三皇子不想让她做侍妾，莫非想让她做侧妃？三皇子，皇家子嗣的正妃与侧妃都是要上了玉牒进入天谱的，莫说是天煞孤女，便只是没了父母的女子，亦是不能作为选择对象，会坏了轩辕皇族的龙气。可是大哥的正妃不就是孤女吗？是孤女，却不是天煞孤女。大皇子妃乃是忠烈将军之后，忠烈将军、夫人、大公子、二公子，皆是为了守护轩辕王朝战死边疆，乃是轩辕王朝的大功臣。是以大皇子妃便是孤女，亦是福星。可是江小姐的家族却是遭遇天祸而死。若是江县城为官不清白，算是天谴了。好在江县城是个清官，那么这天降之祸便是天煞。三皇子可听清楚了？本王原以为这几年你懂事了，却不想还是这么冲动。是要成了亲，好好的养养性子了。皇兄，不如就趁着今日给三皇子封了王，搬出皇宫去住吧。三皇子孺子连江西域，封个襄王吧。这话竟不是在和皇帝商量，更像是命令。九弟，这不妥吧？皇后的脸色顿时就不好了。三皇子轩辕爵是他最喜欢的儿子，封个襄王，接个天煞孤女进门，岂不是笑话吗？皇兄，闽西3年之内可并入我轩辕王朝的疆域。来人，拟旨，封三皇子轩辕爵为襄王，赐福。这旨意竟是连半句漂亮话都没有，就这么直接定下了。百官木然，摄政王说的话竟是比皇上说的还要管用。果然得罪谁都不能得罪摄政王。左相府嫡次女梁红艳德才兼具，贤良淑德，赐婚襄王，为襄王正妃。瞧见皇后脸色越发不好，皇帝又补上这么一句：左相府乃是皇后的娘家，嫁给表妹的表哥算是打了个巴掌给了一个甜枣，皇后总不能说自己娘家人不好吧。
轩辕爵和江初雪都没有想到，仅仅是因为轩辕一兰几句轻飘飘的话，事情便成为这样。襄王侍妾，轩辕一兰是因为凤云清才刻意这样对付他们吗？该死的凤云清，贱人！儿臣领旨。旨意已经下来，均无戏言。轩辕爵只能咬碎了牙齿往肚子里面吞。江初雪一时只能攥紧了拳头，跪下谢恩。至于凤小姐的身孕，莫说永安侯不信，本王亦是不信的。陈太医，你确定你的诊断无误？摄政王，微臣不敢误诊。依照脉象，凤小姐确实是喜脉。若是喜脉没错，那么脉象呢？无疑高强之人可通过运转针剂控制脉象，某些药物亦可以改变脉象。你是医者，若是只凭着脉象治病救人，岂不是会治死人吗？微臣再为凤小姐诊断一次。轩辕一兰不再说话，只看了眼烈风。烈风会意转身离开，不知道办什么去了。凤小姐这几月的小日子可有准时到来？前2月都是准时，这个月倒是推迟了2日，昨日才刚刚干净。陈太医顿时觉得不可思议，怀了孕的女子自然不会来小日子，可傅云清的小日子竟然刚刚过去，那这3月有余的身孕是怎么来的？凤小姐，微臣想再给您号一次脉。不必了，陈太医，你便是再号100次脉，我这脉象亦是喜脉。这是为何？陈太医不解。凤小姐，您可能并不知晓，若是女子的小日子准时，就不可能怀孕。可您……不，您说的这个情况我是知道的，因为我也会医术。我这喜脉，正如摄政王所言，并不是真的。陈太医可听说过假孕草？假孕草，倒是曾听我师父说起过，乃是西部荒原上生长的一种药草，服用之后能给人造成怀孕的假象。凤小姐，您是说您中了假孕草？是的。凤云清起身，端端正正地跪下，朝着上座的皇帝皇后说道：“臣女有错，其实臣女在上台献医之前，便知道自己身中假孕草，但顾及姐妹情深，也因为一时没有猜到那下药之人的目的，才佯装不知。未曾想，到底是没能瞒住。”百官再次哗然。姐妹情深，凤云清这是在说与谁姐妹情深啊？她的姐妹除了那即将成为襄王侍妾的江初雪，还能有何人？表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假孕草，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表姐，我知道身怀有孕这样的事情说出来不光彩，可如今是在皇上和皇后娘娘的面前，你胡诌这样的借口，可是欺君之罪。没错，凤云清，你未曾一亲便与男子苟合，身怀有孕，无耻在前，如今还想瞒骗过去，你好大的胆子！其实他的心中也是满满的惊慌。假孕草，凤云清为何会知道假孕草？难道是有人泄露了他们的计划吗？还是初雪做事不小心被凤云清发现了端倪？该死的，这件事情不会真的要出问题吧？臣女确实没有身孕，但口说无凭，还请皇上皇后摄政王准许臣女自证清白。凤云清，朕可以让你自证清白，但若是证明不了，便是欺君。这欺君之罪，你永安侯府可承担得起？皇上，微臣相信自己的女儿。臣妇亦相信自己的女儿。皇上沉默了片刻。你们平身吧，朕准许凤云清自证清白。谢皇上。凤云清起身，径直走向自己的坐席，拿起他那只喝过的酒杯，回到舞台上，举高并让所有人看清楚，同时解释：臣女上台之前喝过这一杯酒，这便是假孕草，被放在酒水之中，还请陈太医以及诸位太医检验。5品以上的官员中，太医有5、6位。假孕草虽是少闻，但却并不是无典籍可查询的东西。太医只要熟悉了假孕草的药性，就不难查验。那几位太医纷纷站起来，朝着凤云清走了过来。江初雪一下子就慌了，脱口而出：“表姐，你这是诬陷！这杯酒是我拿给你的，你的意思莫不是说我害你？你承认是你拿给我的便好。”凤云清清冷冷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就静等太医们的检测结果。为了检测结果没有质疑，太医们当然是让人去拿了自己的药箱过来，当众检验。一时之间，所有人都一瞬不瞬地盯着舞台，生怕一个眨眼就错过了什么。三皇子怎么办？那杯子忘了拿走，还有那个倒酒的宫女。初雪，你放心，那宫女我已经让人去处理了，你别慌，太医们不一定查得出来，就是查出来了，你咬死不承认即可。他们说话的时候，轩辕一兰悄悄将一只眼皮抬起来，看了一眼便合上，唇边那抹邪魅的笑越发的冰冷。半个时辰之后，太医们有了结果。启禀皇上、皇后、摄政王，
这酒杯之中确实有残存的假孕草，只是凤小姐是否因服食假孕草而呈现出喜脉，还需我等进一步诊断确认。江初雪双腿一软，差点没站稳。虽说太医没能确认凤云清到底有没有怀孕，可是只要确认那一杯酒有问题，那么就等于宣告她陷害凤云清了。表姐，你没事吧？我真的不知道那酒杯之中竟然会有假孕草。那酒杯是我桌子上的，酒水都是宫女倒的，你不会怀疑是我要害你吧？我怎么可能是害你呢？我们自小一起长大，姐妹情深，我不可能害你的。你要相信我，你是相信我的是不是？这么说，表妹身上是没有假孕草了？自然没有。那么，便让人检查一下吧。初雪表妹，你既然承认那一杯酒是你拿给我的，那么我怀疑你，查一下你身上有没有假孕草，也不为过吧？表姐，我没想到你竟是真的不相信我。你要查就查吧，我问心无愧，身上定然是没有假孕草的。他这话说完，身上突然掉下了一个香囊。白色的香囊原本并不起眼，但是因为这会儿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这边，自然是看得真真切切的。他一时间也愣住了。陈太医眼疾手快地将那香囊捡起来，打开一看，里面有着一瓶药水，呈现出一点青碧色，闻起来带着一丝淡淡的香甜味。这就是假孕草熬煮出来的药水。陈太医说着，便将那药水递给了其他太医。没错，这是假孕草。哎，这种歹毒的草被称之为药，真是不应该，应该称作毒草才是。江小姐，我想起来了，那平州安县可不正是靠近西部的荒原吗？你是那边的人，知晓假孕草却也正常，可你用它来害凤小姐的清白，可就不对了。不，这不是我的，这个香囊不是我的，我不知道什么是假孕草。表姐，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袖子里怎么可能会掉下来这个香囊了？是你方才趁着我不注意放进去的，是不是？你说啊！凤云清心中冷笑了一声，这一次江初雪倒是说对了，我不是，我没有，我怎么可能会害自己的表姐呢？这是诬陷，这就是诬陷！香囊确实是他刚刚放进江初雪的衣袖中的。江初雪并不傻，怎么可能用假孕草害他，却还在身上留下罪证呢？而他的医毒系统里面什么都有，一株假孕草自然不在话下。那香囊是他派小竹悄悄去江初雪房间里面拿的，当时也只是以备不时之需，没想到这么快就用上了。是他利用医毒系统将假孕草装在香囊里，趁着江初雪方才抓住他的时候，扔进了江初雪的衣袖之中。江小姐，事已至此，你竟还不肯承认，这香囊之上可还绣着你的名字呢？我不是，我没有，我怎么可能会害自己的表姐呢？这是诬陷，这就是诬陷！江初雪步步后退，她到底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大场面，不知道该怎么样面对这种铁证，一时没留意，退到舞台边上，然后一脚踩空，啊的一声摔了下去。我好痛，我的肚子好痛，我们的孩子，快救救我们的孩子！江初雪面色惨白，哪里还记得说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只一双手死死拉住轩辕绝，哭着向他求救。啊，是我听错了吗？你江初雪对三皇子说什么？他竟然有了三皇子的孩子？你没有听错，那江小姐亲口说的，看来不像是假的了。原来江初雪婚前有孕是真的，可是孩子竟然是三皇子的。天哪，这永安侯府两位小姐之间的事情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呢。什么永安侯府的两位小姐？那江初雪姓江，可不是永安侯府的小姐。难怪他会用假孕草害凤小姐了，竟是自己有了身孕，想让坏名声再到凤小姐身上，好瞒骗过去。三皇子方才可说对江小姐一见心仪呢？什么一见啊，连孩子都有了，哪里是一见，莫不是早就已经了？别说了，你不想要脑袋了。绯红色的血已经染上江初雪的裙子，她为了让皇后喜爱，穿得那么素净，那血蔓延开来格外的鲜艳醒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绝儿，江初雪是怎么回事？竟是不干净的，如此她就是做你的侍妾也是不可能的。这种不贞不洁的女子，在宫中闹出这种事情，就该被杖毙。看着轩辕绝紧张江初雪的样子，皇后的感觉更加糟糕，直接对江初雪起了杀心。轩辕绝却赶紧阻止：不，母后，初雪是干净的，她的身子是献给了儿臣的，她肚子里的孩子也是儿臣的，已经3月有余了。母后，其实儿子去南方办事的时候，身边一直带着初雪，孩子也是那时候有的。母后，这是儿臣的第一个孩子，求求母后，快让太医救救初雪。皇上，皇后娘娘，这女生的背景，肚子里的孩子竟是三皇子的，是皇家的血脉，求求他，求求他！绝儿，你想清楚再说。这江初雪当真有了3月身孕，肚子里的孩子当真是你的，便是不是？是我的，真是我的，母后，真是儿臣的。
太医，将人带下去，好好治。是。几个太医急忙让医女上前，把江初雪稳稳抬走。轩辕决想要跟上去，轩辕夜兰冷冷的一句话便压了下来。襄王。只是喊了这么一声，皇帝就冷喝道：逆子，回来！你给朕好好的说清楚，你和江初雪到底是怎么回事？父皇，儿臣。轩辕决只得转回身来，一眼瞧见凤云清一身红衣，无视人一般站在原地，顿时怒火中烧，冲上前便指着他鼻子骂道：凤云清，你这个毒妇，这都是你的阴谋是不是？是你害得江初雪受伤的。如果初雪有什么三长两短，你就等着给她偿命。襄王就是这样看待臣女的吗？那么臣女知错。昔年臣女年少，情窦初开，得襄王协礼登门拜访，夸赞臣女蕙质兰心，赞美臣女温和乖巧，欣赏臣女能够帮父亲掌管家中商铺，对臣女许下承诺，这辈子非臣女不娶。那时臣女一直对襄王有过好感，臣女也是想过要嫁给襄王的。可是后来日子长了，襄王便渐渐疏离臣女，臣女一直不明白是为什么。直到襄王奉旨到南方办皇差，悄悄带了表妹一起去，回来之后告知臣女，你已另有所爱。襄王，臣女并非是不知廉耻非要缠着您的女子，你与臣女的表妹暗中往来已经有几年时间，臣女不是没有发现蛛丝马迹的。但臣女信任你，也信任一直受我永安侯府关爱照顾的表妹不会背叛臣女。便是您不喜欢臣女，喜欢臣女的表妹了，你们与臣女好好说，臣女自然会知趣退出，成全了您与表妹。可是那一日，你冲到臣女父亲的院子里，不分青红皂白指责臣女，道臣女欺负了初雪表妹。臣女震惊、心痛、失望，也对您彻底死心。自古男儿多薄情，女儿多痴情，臣女对您一直有过感情，但那日臣女也说得很清楚，君休我便弃，臣女并没有为难表妹，一时没有问过您半句不是。是臣女命苦，高攀不上襄王府，臣女认命，臣女已经选择放弃，且未将您与表妹的事情说出去。我永安侯府一时做好了打算，只待皇上下旨，便将表妹丝毫不损地送到您身边。可是您为什么还不肯放过臣女？是，臣女知晓，表妹未曾进您府中便有了身孕，这名声不好听。可这并非是臣女的过错，臣女又没有那个本事让表妹怀孕，可为何你们却要用假孕草来害臣女？表妹的名声不能毁，臣女的就可以吗？如今事情败露，您却还要将罪过推到臣女头上，臣女就不委屈吗？皇上已经准许您和表妹在一起了，您还想臣女怎么样呢？莫非因着臣女曾经因为跟您有过那么一点点的牵扯，您就要把您和表妹的幸福建立在臣女的痛苦冤枉之上吗？凤云清说这话的时候，腰背挺得直直的，声音沙哑中带着难以抑制的伤痛。明明他一滴眼泪都没有流，可就是让人觉得他才是最大的受害者。皇上、皇后娘娘，永安侯府本就是天下恩德才有的。说起来，臣女也不过是一介商女，的确配不上襄王。此乃昔日襄王追求臣女时亲手写下的婚书。如今襄王既然已经与臣女表妹恩爱情长，那么这婚书臣女自然是不敢私藏，还请皇上皇后收回，妥善处理。凤云清的话说得又快又急，根本没有人能够插话进来。等他说完，所有人都惊呆了。事情的真相竟然是这样的，是轩辕决移情别恋，与江初雪私相授受，背弃了凤云清，如今还想着害凤云清，想踩着凤云清，踩着永安侯府光明正大的在一起，这也太无情太无耻了吧。皇上，凤小姐冤枉了。永安侯府一向忠君卫国，凤小姐年纪轻轻就帮助永安侯打理家中商铺，每年上交数百万两的白银入了国库，即便只是商女之身，亦足以称之为金国了。须知就连襄王前段日子去南方苏城办差，亦是带走了永安侯捐赠的5000万两的白银。襄王却如此辜负凤小姐，辜负永安侯府，实在有失天家仁德。皇上，我轩辕王朝律法严明，重视礼教，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襄王的行为虽未触犯律法，却与道德、仁义、诚心、礼仪相背逆。若是永安侯府小姐有错，那么襄王亦有错。微臣认为凤小姐不仅无错，反而有功，应当给予封赏。江初雪得永安侯府多年养育之恩，却恩将仇报。明知襄王与凤小姐关系亲厚，却从中破坏，甚至无耻地利用女儿家的身子作为赌注，想要母凭子贵进入襄王府，实乃居心叵测，应当重罚。襄王的婚事乃是轩辕王朝的大事，未经皇上皇后同意便私自写下婚书，这是蔑视君威，是为不忠不孝。写下婚书却又自毁承诺，这是道德沦丧，是为不仁不义。如此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恐会坏了我轩辕王朝江山社稷。微臣奏请皇上决夺襄王封号，取消全部俸禄。
贬为庶人。最后说话这人乃是历经3朝的老臣，先帝授予过特权，便是皇帝犯了错，亦可当面指责，莫说是一个乳臭未干的皇子。张阁老，不过是年轻人之间的小打小闹，没有这般严重吧？你又何必牵强附会，说什么江山社稷？我轩辕王朝国富民强，是区区儿女过家家般的情情爱爱就可以影响的吗？是，皇后娘娘说的是。皇后娘娘，诸位大人，臣女与襄王、江初雪之间的事情只是小事，还请各位大人不要想太多。臣女很感谢大人们为臣女说话。今日本应是欢乐盛宴，莫要因为臣女坏了大家兴趣。这些事情说明白了倒也罢了，只是臣女想请大家做个见证。第一，臣女的喜脉乃是因为身中假孕草所致，臣女清清白白。第二，臣女与襄王早已一刀两断，往后亦不可能再与襄王有任何牵扯。第三，永安侯府从未亏待过江初雪，然江初雪的所作所为寒了臣女和父母的心。事已往后，永安侯府亦是不会再有初雪小姐。待太医救江初雪脱离危险，襄王便直接将她接去身边吧。第四，臣女以及臣女的家人们对襄王和江初雪并未欺辱报复的心思，还请襄王当众收回要诛我永安侯府满门的话。凤云京垂下了眼皮，藏起冰冷的眸光。不就是演戏吗？江初雪能演，轩辕绝能演，到凤云清也能演。只是他这场戏演下来，轩辕绝和江初雪是一定要倒霉的。放肆！皇帝愣了一下，脸上霎时间布满了阴霾，手中的杯子直接朝着凤云清摔了过来。皇帝轩辕明烈年轻时也曾经在马背上挥剑杀四方，武功是很高的。虽说上位之后便疏于练习，退步了很多，但是内力基础还在。这盛怒之下砸去的杯子，若是真到了凤云清的脸上，那张脸定会全毁了。叶雨桐看得真切无比，眼睛里掩饰不住的激动。毁了好，凤云清的脸毁了，看他还拿什么去勾引轩辕一兰？皇帝砸的杯子谁敢避开？不，有人敢。那杯子尚未扔出去，座上本慵懒半躺着的一抹红影就已经优雅却不失速度的飞身过来。那杯子尚未触及凤云清的脸，就被男人修长的手指牢牢握住。男人另一只手顺势搂住凤云清纤细的腰身，将她往自己怀中一带，安稳的护住。那一缕淡雅的竹香便钻进凤云清的鼻端，使得她愤怒的心情很快平复下来。没事吧？他的声音在头顶响起，还是那么冷淡淡的，却让凤云清觉得无比温暖。他果断摇了摇头。许多年不曾见皇兄出手了，不曾今日倒是对本王桥上的女子特殊了，我还真该感谢皇兄的厚爱呢。什么？众人皆惊，摄政王竟然瞧上了凤云清。九弟，你莫不是在与朕开玩笑？我与皇兄开过玩笑吗？绝二糊涂要接个侍妾进门，摄政王竟也要这般做吗？皇后，你觉得寻常的庸脂俗粉也配跨进我摄政王府的大门？那摄政王这是什么意思？我摄政王妃只会有这一位女主人，我已经选好了，便是永安侯的小姐凤云清。行的女子若是敢进入我摄政王府，便剁了喂狗。这话轩辕夜兰曾经对凤云清说过一次，可如今当众说出来，更是狂妄之极。九弟，此事还需慎重，凤云清与老三之间的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你有何不清楚的？皇兄，你这儿子好大的志向，移情别恋，自毁诺言便也罢了，为了一个天煞孤女，便要灭了永安侯府满门。可是你早有密旨，他日驾鹤西去，便让他继承帝位。这是你的事情，做弟弟的倒也不会插手，横竖谁当皇帝也不能阻止我娶妃。我瞧着青青好，青青自然便是好的。若有人说他不好……话说到这儿，轩辕一兰突然停顿一下，转过了头，视线准确无误地落在了左丞相梁承志的身上。左丞相年纪大了，也该回去颐养天年了。明日早朝，记得把辞官的折子给递上来。这是要免了梁相的职，向皇后娘家势力动手。微臣觉得摄政王与安侯府小姐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天作之合。恭喜摄政王与摄政王妃，微臣提前祝摄政王和摄政王妃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微臣恭贺摄政王大喜。九弟，你当真要娶永安侯府的小姐为妻？轩辕夜兰还没有回答，轩辕觉已经恶狠狠地开了口。九皇叔，你从一开始就想偏帮这个女人是不是？我真还就不明白了，这个女人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你对她这么死心塌地的？莫不是她在床榻上的滋味格外的？轩辕觉的话没说完，轩辕夜兰的掌风便已经到了他胸前，他身体竟然被直接拍飞，重重地摔在皇后脚边，噗的一声吐出了一口鲜血。娟儿你怎么样？皇后急忙上前查看他的伤势，同时抬起头，愤怒地瞪了轩辕夜兰一眼。摄政王，你太过分了！莫要忘了，你也只是我轩辕王朝的朝臣，如此胆大妄为，你可知罪？知罪？皇后啊，
我想你应该是忘了，我轩辕夜兰从来都是只忠于轩辕的江山社稷，但是有我在一日，轩辕永远是四国之首，旁的与我何干呢？言下之意，我的职责就是守护轩辕的江山，至于座上的皇帝皇后是谁，我还真是不在意。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敢问我的罪？你竟敢！皇上，你看九弟也太……九弟言之有理。皇帝却看都没看皇后一眼。这朝中的老臣皆知，九弟是先太子，先皇临终之前是留下旨意让九弟继承皇位的。如今朕坐在这个位置上，也不过是帮九弟守着朝堂。若九弟有朝一日想要这个位置，朕随时都可以让位。皇兄，莫要忘了，你答应过我，你在这世上一日便会做一日的皇帝。我守着轩辕的江山，你守着轩辕的朝堂，这很公平。哪里就公平了？朝堂上的事情多，坐上这个位置，一生都困在这方寸之地，哪有大漠走马来的潇洒，哪有疆场拼杀来的痛快？九弟，你占了便宜，便是我占了便宜又如何？你年长我20岁，让着我也是应该的。谁也没想到，这话题说下去竟会是这样的结果。一时之间，所有的参加宴会的人都认定了摄政王才是轩辕王朝真正的主子，千万不能得罪。九弟，你对朕的老三如此不满，总要有个原因呢。有。轩辕一兰一挥手，将人带上来。烈风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轻巧地提着一个穿着宫装的女子，像是扔破布一样扔在了地上。说，奴婢说，贾云草是三皇子传来给奴婢的，他让奴婢将贾云草掺在酒水里，让江初雪小姐端给凤云清小姐喝。奴婢原本不想做这种事情，可三皇子威胁奴婢，说奴婢若是不照做，就会杀了奴婢的全家。三皇子不，襄王为何要这样做呀？是因为江初雪怀了三皇子的骨血，三皇子想要娶江初雪小姐为妻，不能让别人知道江初雪小姐婚前不干净，就想先把脏水泼到凤云清小姐身上，转移所有人的视线，然后让江初雪有个好名声。奴婢还听江初雪小姐说，永安侯府最赚钱的生意已经被她攥在手里了。三皇子娶她为妻后，他们可以一起吞了永安侯府，有了滔天的财富，太子之位便是三皇子的囊中之物了。孽障东西，朕还没死呢，你就挖空了心思惦记着这个位置，哼，也不想想以你的能耐，这个位置你坐不坐得稳？来人，拟旨：襄王轩辕爵品行不端，心思不轨，即刻搬出皇宫，无诏不得入宫。拟旨：立大皇子轩辕烨为太子，待东宫修缮完成，则良辰吉日迁入，无重大过错，朕离世之后即皇帝位。拟旨：皇后教子无方，即日起禁足中宫，后宫各项事宜暂由贵妃萧氏代为执掌。拟旨：永安侯府大义抚养孤女江初雪，宽厚仁善，甚为朝臣之楷模。即日起封永安侯为仁王，封永安侯夫人为一品诰命夫人，封永安侯府小姐为永安郡主。拟旨：永安侯府小姐凤云清重情重义，温婉大方，品节高尚，才貌出众，特赐婚于摄政王轩辕夜兰为正妃。轩辕爵和皇后听到这样的旨意，却再也撑不住，母子一同晕了过去。皇上圣明，只是这最后一道旨意，臣还请皇上收回。摄政王既然亲口说要让凤云清成为摄政王府唯一的女主人，却为何要阻止皇帝赐婚？九弟，你这是为何？皇兄，我只是不想用权势来压迫他。轩辕夜兰的视线落在凤云清脸上。皇兄，我只是不想用权势来压迫他。我想要的妻子，我自己会去追慕，总要先得到他的心，让他心甘情愿的嫁给我，才算是经历良缘。你说是吗，青青？臣女都听摄政王的。凤云清垂下了眼皮，藏起了带上温度的情绪。说不感动肯定是假的，他知道这男人狂妄霸道的性格，却不知他果真能够为他做这样的事情。不禁又想，前一世他为什么就没有表露出这样的对他好，而他又怎么没有发现他的好？果真愿意听我的？好，本王未来的王妃，自然是要听本王的。轩辕夜兰嘴角勾起了一抹满意的笑，看到那些尚未出阁的千金贵女，一阵阵的心跳加速。摄政王的笑好暖好美，非常令人心动。轩辕王朝第一冰山美男原来可以变成第一暖男，那宛若天仙的容貌，那胆敢与皇帝平起平坐的权势和胆魄，那等气场，那等风华，怎么就偏偏便宜了一个商贾之女？如此，朕这旨意便写好，交于九弟。
你何时获得了永安郡主的芳心，何时拿着这圣旨去仁王府提亲，如何呀？如此甚好，臣弟敬谢皇兄。这一场宴会最终以永安侯府满门风光，摄政王选定了未来的王妃，而到此结束了。从这一天开始，曾经的永安王府变成了轩辕王朝唯一的异姓王府，一个人字让那些曾经瞧不起凤城州出身的迂腐文人都不敢再轻看了他。上京城的女子们便更是竞相模仿起凤云清当时的穿着打扮，一时之间，各家铺子里面的绯红布料和款式简单大方的簪子几乎都卖断了货。江初雪的孩子还是保住了，宴会结束之后，就和轩辕爵一起出了宫，搬到了襄王府。作为皇帝之前最喜欢的儿子，也早就一直封为他为王，只是王府早就建好，如今也不过是抓紧时间做一块襄王府的牌匾挂上去而已。没有风光的排场，没有盛大的婚礼，没有穿上凤冠霞帔，没有人赞美他、羡慕他、嫉妒他，甚至为了平息言官的指责，连正门都不能走。江初雪是在伤痛的折磨中，被一顶不打眼的软轿从侧门抬进了襄王府的。他不甘心，他愤恨不已，这一切都和自己的计划完全不同，可是已成定局，他除了接受别无他法。好在他依然拥有轩辕爵的心，当他在他面前哭得伤心欲绝时，他捏紧了拳头向他发誓，一定要将这种羞辱加倍的还给凤家，还给凤云清。小半月后，江初雪的胎相稳定下来，便对轩辕爵说要回凤府拿私人物品。轩辕爵马上应允。襄王府的排场浩浩荡荡的开到了仁王府。他们怎么来了？怕是来找麻烦的吧？且让他们找啊，最近几日倒确实无聊了些。晴儿，罗锦阳出去迎一迎襄王吧。凤城州本来是想自己出去迎接，毕竟这襄王可是提前让人送来了消息，毕竟他只是一个异姓王，得到了皇帝的高台，却到底不是皇家的血脉。可他转念一想，如今上京城谁都知道仁王府已经是摄政王府的亲家了，仁王府的所作所为自然会牵扯到摄政王府，摄政王的性子便是目空一切，他该端着的时候也该端着，才不会落了这个未来女婿的脸面。让夫人和女儿出去迎接已经算是客气了。岳父大人，你若再分心，就要输得更难看了。您猜本王的好事今日的结局如何？若是猜中了，本王便告诉你北地名言走什么祸最赚钱。襄王执迷不悟，今日的结局自然比老夫这棋局更难看。岳父大人适合做丞相，说话总让人挑不出错来。不，丞相的活儿老夫可做不了，老夫还是喜欢经商走货，挂个虚职便是极好。怎么能让别人的马车挡着我们襄王府的马车前呢？我们又不是没有提前送帖子，他们对我们也太无礼了吧？江初雪说的没错，凤云清，你见了本王为何不跪拜行礼？这话就问得有些奇怪了，不是说马车挡着车架的事情，却怎么扯到行礼的问题上去了？凤云清也没恼，收回看戏的笑容，满脸冷漠地反问着：王一莫不是忘了，我身后是仁王府，那牌匾还是皇上的墨宝。我的母亲是一品诰命夫人，仁王妃，我是永安郡主，除了皇上和长辈，见谁都可以不用跪拜的。你，凤云清，你很好。本郡主自然是很好的，只是你身旁这个奴婢可就不好了，见了本郡主和一品诰命夫人、仁王妃，为何不跪拜行礼？江初雪闻言愣住了，脸上表情也僵住，只觉得无比羞辱。可是在这种时候，就算有天大的不甘，他也只能忍住。姨母，表姐，你们又何必这样对我？我知道你们怨我，恨我不该抢走爵，恨我不该在皇后娘娘举办的宴会上用假孕草来算计。我承认我做错了，可是你们就只看到我的错了吗？表姐，你是永安侯的女儿，是千金大小姐，现在又成为了永安郡主，你不用费心思就可以轻易的嫁个好人家，就可以受到别人的尊重和信任。可是我呢，我是天煞孤女啊！我若不为自己图谋，我若不努力的抓住一份幸福，我这辈子就永远是个天煞孤女。是你们照顾了我，对我好，可是谁知道这份好什么时候就收回去了？我这么多年在府里难道就没有小心翼翼的对你们好吗？你们不是也因为我算计了你们1-2次，就将我视为了仇人了吗？如今我的计划也失败了，我做不了爵的妻子，只能做个奴婢，甚至连累我肚子里的孩子都出身低贱。你们又何必在这个时候来羞辱我，来落井下石？王爷，是我不好，都是我太贪心，妄想着和你站在一起，妄想着给你生孩儿，妄想着一辈子陪着你，是我不自量力，连累你名声受损。一切放心，待我将孩儿生下来，我就去死，绝不会再影响到你的。初雪，你胡说些什么呢？别哭了，你一点都不低贱。
我不是答应过你们，若这胎是个男儿，我怎么都要去向父皇请旨，抬高了你的身份的。就算是女儿，我们再多努力，也总能生下男儿，让你母凭子贵的。初雪，你不要难过，你是本王的人，任何人都不能欺辱了你，欺辱你就是在欺辱本王，本王这就帮你讨要回来。桑季香性子一向软，见到眼前这一幕也忍不住生气。襄王这是什么意思？上门拜访的帖子是您下的，跑到我们人王府闹事的也是你，要提规矩的人还是你，如今静儿也不过是要想让你奴婢重规矩，怎么反而变成我们侮辱她了？哼，原来想要设计害人，毒计失败了便是委屈，随便流几滴眼泪下来就是被欺辱，就可以义正言辞地质问被害之人。襄王果真不愧为怜香惜玉的襄王，任何道理只要到了女人面前，就全部都说不通了。如此呢，还有什么好说的？襄王请回吧，我人王府庙小，怕是请了江初雪这般哭神再哭下去，非要再惹出什么祸事来。此时周围已经围了许多人，都是知道轩辕绝与人王府2位小姐之间的过往，来看热闹的。听到这话，纷纷对着轩辕绝和江初雪指指点点。平日里瞧着那张初雪就是一副守弱可怜的模样，她可怜什么呀？被神王一家照顾得那么好，吃的穿的用的，哪样不是奢侈品？一个天煞孤女过上了小姐的生活，还有什么不好的？还不是自己贪心，想往高枝上爬，这种人就不是好人。没错，一个恩将仇报的白眼狼，嘴里说着姐妹情深，去抢表姐的姻缘，明知道自己身份低贱，站不上那等高台，却还不要脸的往上爬，自己摔下来了还哭可怜哭委屈，怎么这么无耻？哼，一个奴婢还真以为能够母凭子贵，拿去变凤凰了吗？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的样子，他配吗？呸！哎，就是，做了坏事还敢摆这么大的排场过来炫耀，也就是江初雪了。要是我，早躲在屋子里都不敢出来了。围观的人群之中，身份不如轩辕绝的不在少数，可是富贵之家也不在少数。他们不敢直接骂轩辕绝，可是骂一个不要脸的侍妾，他们觉得还是没有问题的。这骂声越变越大，讽刺江初雪靠着眼泪扮柔弱装可怜博同情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江初雪的面色早就变了好几个颜色，身体不断颤抖着，像是受到莫大的委屈。都给本王滚！再说诋毁本王女人的话，本王将你们通通送进大狱。风云清，你究竟什么意思？你府上的马车挡住了本王的车驾，你的马踢伤了本王的人，你还蓄意让人重伤本王的女人。你是以为成了永安郡主，有九皇叔帮衬着你，你就可以在本王的面前胆大妄为了吗？本王告诉你，即便是本王和江初雪设计了，又怎么样？父皇还不是封我做王，赐了我最好的府邸，不过训斥几句，暂时压一压我母族的势力而已。也就只有你这种目光短浅的蠢女人才会以为本王失了势。你最好马上给本王和初雪道歉，否则今日的事，本王和你没完。风云清看着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上辈子对他付出了那么深重的爱恋，他却残忍地带给他撕心裂肺的仇恨。明明他身上有那么多闪光点，明明他自以为是的模样如此令人可憎，明明他说的话到处都是漏洞，可上辈子的他却耗尽了家财奉他上位，当真是愚蠢至极。轩辕绝，人王府未曾请你来过，我一时不知你今日会来，如何蓄意让人重伤于你和你的奴婢？你和江初雪算计我，我一点都不怪你，我反而要感谢你们，感谢你们让我看清楚你们的为人，早早与你们断绝恩情，也好过日后拖拖拉拉纠纠缠缠不得安生。至于挡你车驾伤你襄王府的人，不好意思啊，那马车是摄政王的马车，那马也是摄政王的马，你若是要想找人算账，亦不该找我，得去找摄政王才是。轩辕绝，我和母亲今日出府迎你，是对我人王府的礼节，是客气。你若是今日来找我们人王府的麻烦，或是无心到我人王府做客的，路在那边，请了。你说什么？九皇叔在你们府上？王爷，其实你今日就是体贴我在王府里住的不习惯，陪我过来拿一些私人物品，我们拿了东西就走，何必与姨母表姐闹得这么僵呢？算了吧，好不好？初雪的院子在哪里？带本王去。来人呐！襄王今日并非是来拜访我人王府，而是来拿一些江氏妾的私物。管家，带襄王和江氏妾去江氏妾之前住的院子。记住啊，江氏妾拿的是私物，言下之意，不属于江初雪的东西，他是不能带走的。而且既然轩辕绝并不是来拜访人王府的，那么人王府也自然无需客气的招待他们。娘亲，我们走。风云清当真是连视线都没有留给轩辕绝和江初雪，转身便跟桑季香一起离开了。这个该死的凤云清，他竟然真的敢这样对待本王。王爷，是初雪拖累了您，若是初雪的身份稍微高贵一些，在皇后娘娘举办的宴会上，您和皇后娘娘也不会那般的难堪。什么高贵不高贵的？初雪，就算是你的父母亲人都已经去世了，可是莫要忘了，你父亲文官士农工商，你是士族的女儿。凤云清是什么？不过是个商贾之女。要不是父皇抬了他们凤家的身份，她哪有资格在本王面前这么嚣张？
可是不管怎么说，如今她是永安郡主，就连这人王府的人，也是比王爷的封号要好听些。她还随时都能成为摄政王妃，当真是好大的幸运。那摄政王在皇上和皇后娘娘面前都能那么狂妄，表姐以后的日子，只怕是会更好过一些了。察觉到江初雪语气有羡慕的意思，轩辕觉的脸色又黑下去几分，转身盯着江初雪。你羡慕凤云清，你也想去亲近九皇叔？亲近九皇叔？我亲近九皇叔做什么？王爷，就算凤云清有再大的幸运，我也是不羡慕的，因为我最大的幸运就是你。我只是替王爷不值，也替我自己不值。是，如今我的名声已经很糟糕了，世人都说我是个白眼狼。凤家收养了我，可我却恩将仇报，抢了自己亲表姐的未婚夫君。可是只有我知道，凤云清从一开始喜欢的本也不是王爷。什么？他一开始喜欢的就不是本王？这怎么可能呢？轩辕觉瞪大了眼睛，想到昔日凤云清对自己的死缠烂打，就有些不相信江初雪的话。倒也不能说是完全不喜欢王爷，毕竟过去几年凤云清除了王爷也没有别的目标，只是商人重利，尤其像凤家这种能将生意做得这么大的商人，更是无力不动心。从前我还与凤云清姐妹情深的时候便知道，她一心想要攀附权贵，即便是男女感情亦不可能那么纯粹。是以当她不择手段地追慕王爷，我瞧着心里不舒服，才大胆地亲近了王爷的。可是后来如何？后来凤云清依然表现得对王爷很痴迷，才大胆地亲近了王爷的。可是后来如何？后来凤云清依然表现得对王爷很痴迷，可穿着打扮却变得很艳俗。这种情况其实是从他第一次听说九皇叔在边疆大捷的时候开始的。再后来我与王爷在一起了，王爷带我去了江南，九皇叔班师回朝，等我和王爷再从江南回来的时候，他就已经与九皇叔牵扯在一起了。现在想想，王爷，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吗？初雪，你的意思是凤云清早有意九皇叔，他之前之所以打扮得那么艳俗，就是为了躲避本王，想要亲近九皇叔，所以本王一离开上京城，他就迫不及待地爬上了九皇叔的床榻。这一瞬间，轩辕觉无可避免地想到了凤云清曾经对他说过的话。论实力，九皇叔甩了三皇子好几条街；论颜值，三皇子星辰之光如何与九皇叔皓月之辉相比？便是论身为男人的魅力，三皇子亦是不及九皇叔1/1000。臣女宁愿做九皇叔的暖榻，也不愿意做三皇子的侧妃。难不成凤云清早就和轩辕夜兰关系不浅了？否则又怎么会对他说出如此狠心无耻的话来？这个该死的贱人，早就和九皇叔勾搭在了一起，竟然还让你我承担背弃感情的恶名，本王绝不会放过他。不放过又能怎样呢？我们如今已经被他们算计了一回，这段时间只能低调些了。不过王爷，初雪相信以您的能力，您早晚会成为天下至尊的。到那时您想做什么，想怎么对付凤云清，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可是父皇已经封了大哥做太子，那又如何？那大皇子不过是抱养在皇后娘娘名下的，可您却是皇后娘娘的亲生儿子。而且大皇子体弱多病，难不成您会连一个病得快要死掉的人都比不上吗？当然不可能，大哥终日缠绵病榻，谁知道什么时候就没了，本王怎么可能连他都比不过？所以初雪觉得皇上封大皇子为太子是另有深意的。大哥终日缠绵病榻，谁知道什么时候就没了，本王怎么可能连他都比不过？所以初雪觉得皇上封大皇子为太子是另有深意的。这天下怎么能交到一个病秧子手里呢？他不过是在为您争取时间而已。皇位上的人是他，他又怎么可能真的会允许有人比他的权力更大？那轩辕夜兰早晚是要被皇上处理掉的。如果您能在这件事情上多帮帮皇上，那个位置自然非您莫属。到时候初雪也能跟着您享享福。初雪不求能母仪天下，您封我一个妃子，让我日夜陪伴您，我便心满意足了。王爷，初雪今日说这些都是大逆不道的话，随便哪一句话传了出去，初雪都是死罪。可是王爷是初雪真心爱慕的人，初雪想破了脑袋，想出来这么一点点浅薄的认识，便都想说给王爷来听，以求能给王爷多一点点的帮助。
还请王爷不要怪初雪多嘴。初雪，本王怎么可能会怪你多嘴呢？你的这些话说得对，你提醒得好，本王宠你疼你都来不及，怎么舍得责怪你啊？你且放心，本王往后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对付九皇叔，对付这人王府。凤云清那个贱人，胆敢背弃本王，胆敢瞧不起你，本王会让他承受最惨痛的后果。王爷想通了，不责怪初雪就好。王爷先陪我去清点物品吧。九皇叔既然在人王府上，便是凤云清说我们不是来拜访的又如何？我们总是要过去与他们见上一见的，到时候……江初雪压低声音，凑在轩辕觉耳边说了几句什么。轩辕觉眼眸眯起，好，先让凤云清那个贱人受点教训。江初雪这些年在凤府过得确实不错，住的院子也不小。那些个寻常用惯了的物品用龙箱装起来，竟然装了100余箱，这些可都是钱。轩辕觉看着那些奴才将箱子一箱一箱的运出小院，心情也随之变好。江初雪早就说过，今日搬去襄王府的所有财物都任凭他处置。有了这么一大笔钱财，他拿去让母后母族好好利用，损失掉一点名声算什么呀？他很快就能够在朝堂上站得更稳，让那病秧子太子成为摆设。湖心亭，襄王和江初雪竟然没跟你们过来，倒是有些稀奇了。那2人都是心眼小的，老夫还以为他们今日来定会有些纠缠的呢。一局刚刚走完，凤城州只输了轩辕夜兰2子，心情大好。听回来的凤云清和桑季香说起府门口的事情，随口说了这么一句。说完之后又觉得有些不太合适，毕竟轩辕夜兰和轩辕觉都是皇家之人，当着轩辕夜兰的面说轩辕觉小心眼儿，他不会生气吧？接着他又补上2句：摄政王，微臣的意思是，因为小女与襄王过去有过那么一段，既是过去，又何须再提？岳父大人，您不必忧虑太多，这往后摄政王府和人王府是一家人，而并非襄王府。是老夫又糊涂了。人呐，年纪大了，就这么不讲记性。女婿啊，咱们再下一盘。凤云清抬起眼，看见小竹愤愤走了过来，便说：你2位啊，怕是不能够再安静下棋了。郡主，那江初雪竟然无耻将这些年他府里搜过的财物全部都装箱了，想要带走。那些新打出来的香笼足足上100口。摄政王、王爷、王妃、郡主。小竹一路小跑过来，连见礼都忘了，就气愤不已地说。凤云清的眼眸微微眯起来，他警告过江初雪和轩辕觉的，这2个人果真没有将他的警告当回事儿。没关系，小竹，先让他们将那些龙箱都搬上襄王府的马车，你只要去通知管家，让管家带人看住那些马车，不让车队离开就可以了。等一下，他们怎么搬上去的，还得给我怎么搬回来。凤云清冷冷地说着，眼前有些模糊，仿佛看到上一世江初雪是怎样风风光光出嫁的，又是怎样伙同轩辕觉一起一步步将偌大的凤家蚕食掉。然后下一瞬，那些数百万的嫁妆，数不清的香笼，明晃晃的金银白银，奢侈的绫罗绸缎，耀眼夺目的珠宝玉石，都变成了一颗颗冰冷的人头。绯红的血让这天地只剩下这一种颜色，无尽的恨从灵魂中蔓延出来，像黑色的潮水阴森森地朝他袭了过来，轻易的就能将他包围住。直到不过是100余箱的东西，青青若是想要，便答应嫁我为妻，我明日便抬1000箱入人王府。轩辕夜兰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了身，几步走到凤云清面前，旁若无人地将他揽进自己怀里，带着凉意的大掌伸了过来，附在了他的眼睛上，鼻端萦绕着那淡雅的竹香。凤云清蓦地反应了过来，方才他不自觉入了自己的魔杖，在父母面前表现的异常，而轩辕夜兰将他从那魔杖中拉了出来。他知道了什么吗？九皇叔有钱的是九皇叔的，可我人王府的钱，莫说是100余箱，便是一箱不值钱的破布，也不能便宜了外人。郡主说的没错，江初雪一次又一次残害我家郡主，她就是个狼心狗肺的坏人，不能让她再从人王府拿走任何一个东西。奴婢方才还细细看过了，有许多样都是我家郡主以前心爱的东西，
他一个外人，凭什么？奴婢这边却和管家说，拦着襄王府的马车不让他们离开。青儿，为何不直接去那院子里阻止他们？子华在这里，他们会找过来的。1个时辰之后，小室内院子里面的东西都已经被江初雪和轩辕绝搬空了。这2个人果然亲亲热热的往湖心亭过来。听闻九皇叔在此，本王想了想，还是过来向九皇叔见个礼。轩辕绝这一次倒是没有叫嚣着让谁给他行礼，而是率先朝着轩辕夜兰拱了拱手，又向凤城州点了点头。人王。就算不甘愿，江初雪也乖乖的行礼。奴婢见过摄政王、人王、人王妃、永安郡主。襄王果真怜香惜玉，就连府上奴婢行礼的规矩都变了。身为奴婢，别说是见到王侯，便是见到任何比自己身份尊贵的主子，那都是要跪下行礼的。轩辕绝眉头微皱。九皇叔，初雪的身体不方便。不过一个苟合出来的贱东西而已，皇侄倒真是看重。你可知这种不明不白的种，就是生下来亦不可能入得了皇谱。摄政王，初雪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本王的，本王知道的清清楚楚。你不能对这么一个无辜的孩子下手。下手？他配吗？哼！轩辕绝，莫要忘了，本王想要弄死谁，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摄政王，奴婢知道您瞧不起奴婢的身份，也知道您心中有了表姐，觉得奴婢对不起表姐，所以就想帮表姐出气。您怎么对奴婢都行，只求您别殃及奴婢肚子里的孩子。说着，他还咚咚咚在地上磕了3个响头。他怕轩辕夜兰，所以即便知道轩辕夜兰是这天下除了皇帝之外最有权势的男人，他也不敢起勾引的心思，所以只能暂时在轩辕夜兰面前服软。但他心中早有算计。轩辕夜兰帮着凤云清和凤家，他定要让轩辕绝想办法早些将这个男人除去。初雪，你怀着孩子怎么能跪下呢？快起来！摄政王，也请你莫要忘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还不是这天下的主宰，我父皇才是。我的孩子上不上得了皇谱，我父皇说了才算。哼，襄王，您觉得您这襄王的封号是怎么来的？凤云清，你……表姐，你又何必这样咄咄逼人？我今日让绝带我过来，是想向你和姨父姨母道歉的。如今我以奴婢的身份待在绝的身边，你却成了永安郡主，成了摄政王的未婚妻。你已经赢了我，又何必再将我往死路上逼了？还是你如此不满，是因为你心里还有绝？到底是多年的感情，一时半会儿的也不可能消散了去，我也理解。可你既然已经和绝彻底的断了关系，再对绝念念不忘，便是我不介意，你也总得想想摄政王吧。江初雪，你还真是懂得抓住任何一个机会展示你的演技。不过你以为你这些小算计能算计到我吗？向我们道歉，龌龊的事都做下了，才想着道歉，你未免太瞧得起自己了。若是按照你这般，那是不是可以说，我杀了你，再去你坟头道个歉，你也该原谅我？你若是不肯原谅我，便是你狠毒无情，做鬼都不是个好鬼。我并非这意思，表姐，你又何必故意歪曲？江初雪，你还是别喊得太亲热了。你不是我凤家的人，我也没想认你这个妹妹。至于你是什么身份，哼，你心里清楚的吧？永安郡主，你不原谅我，我也不怪你。不过，我今日确实是诚心诚意来道歉的。江初雪说着，让身后的丫鬟递上一个盒子，她亲手拿了，啪的一声打开，递到了凤云清面前。永安郡主，这一方赤霞锦做成的帕子，是皇后娘娘亲手赐给我的，是千金难求的稀世珍宝。我将它转赠给你，当作是我对你不起的歉礼。我也不为我自己求你什么，只希望你收下这份礼物后，你与绝的情谊恩怨就此烟消云散。你以后莫要靠着摄政王撑腰，就对绝做那些不好的事情。如若你能做到这样，我也可以保证不会再找你麻烦，
也不会再踏进人王府一步。江初雪，不管往后你能够爬到什么位置，记住你现在的身份，你只是一个奴婢。不管你的歉意是诚心的还是不诚心的，我都不可能接受你的道歉。这里你还是拿回去吧。若是你们没有别的事情，就请离开我人王府吧。不过就是一块巴掌大的赤匣，襄王府也好意思拿出来和我们郡主提条件？你们没有条件，我们家郡主和王妃娘娘随便做几件衣服，用的都是赤匣吗？哼，无知的奴婢，你知道什么是赤匣吗？赤匣只有正红，哪儿有绯红？赤匣薄如蝉翼，冬暖夏凉，花如……他话未说完就戛然而止。江初雪发现手中的布料当真与赤匣毫无二致，可这颜色……怎么样？现在知道谁无知啦？该死的，怎么可能？这真的是赤匣。可是连皇后都只得了这么一块帕子大小的赤匣，凤云清凭什么拥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布料足够做几百块帕子了，而且看绣的花式和款式还真是常服。为什么会这样？他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说服轩辕决去皇后那儿将这一方赤匣帕讨要过来，就是想要在凤云清面前好好长长脸，却又一次失败了。凤云清这个贱人，他到底什么时候得了这么多赤匣的？郡主果然了不得，有了摄政王就什么都有了，难怪如今对我和襄王如此冷漠了。凤云清也不过是靠着摄政王才有的这一切，可他也不想想，他若不是靠着凤家，就没有今日；若不是靠着轩辕决，他不过就是一个奴婢，连自称一声贱妾的资格都没有。凤云清与轩辕夜兰站在一起，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般配。一个宛若天域主君，一个犹如九天女神，表情竟然还如出一辙，皆是一般清冷淡漠，那眼中半点没有轩辕决和江初雪，也并未将江初雪的话听在耳中。江初雪只觉得难堪无比。初雪确实没有想到，摄政王的本事原来如此之大，皇宫里都视若珍宝的东西，到了摄政王这里，便只是些寻常之物，倒真是初雪浅薄了。原以为能送郡主一分重礼，却也变成薄礼了。可即便是薄礼，初雪与王爷既然送了，郡主总不好不收吧？到底是皇后娘娘珍爱多年之物呢？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这帕子我便收下了。可就在他手中刚刚拿住那帕子时，江初雪却突然往回一扯，于是那帕子就这么裂成了两半。江初雪大惊失色：“这，永安郡主，你为何扯破这帕子？我不是与你说过了，这是皇后娘娘的帕子，你竟敢扯破皇后娘娘的帕子！”凤云清，你好大的胆子！你可知母后赏赐的东西便等同于母后本身？你不将这帕子好好供奉起来也就罢了，竟然还狠毒的扯破了，你是什么意思？是觉得自己做了永安郡主就可以肆无忌惮的糟践一国之母了吗？下官来的好像不是时候。下官霍阳义见过摄政王、仁王、仁王妃、襄王、永安郡主。前段时日，永安侯封王，凤小姐被封为郡主的时候，下官去了华城办差，未能及时回来恭贺，今日特意过来赔个礼。谁能告诉下官，这是发生何事了？霍少卿，你来得正好。你看看，父皇刚刚册封的永安郡主就是这么轻蔑我母后的，竟然蓄意将我母后最喜爱的赤霞锦手帕扯破了。这方帕子母后赐给了本王，便是本王都小心翼翼地装在锦盒里，如今拿出来也不过是因与这凤云清有过一段不成熟的往事，自觉本王与初雪的感情对她的声誉多少有些影响，便忍痛割爱，将这方帕子转赠给她，也算是本王做事有始有终，是一份情谊。谁知他非但不领情，对本王和初雪冷嘲热讽，竟然还将这方帕子扯破了，便是瞧不起本王和初雪，也断然不该拿母后之物如此的作践吧。霍少卿，本王一直知道你是最重规矩、礼仪和律法之人，你且说说，这蔑视皇族、侮辱国母之罪，该当如何呀？任何人蔑视皇族、侮辱国母，当诛。那么，少卿大人还不赶紧将这个女人抓进大牢里去，好好的拷问。襄王和这奴婢的指认，永安郡主可另有说法？大理寺主管天下律法，而律法从来不听这片面之词。
轩辕爵和江初雪光想着霍阳义刚正不阿，定是会将这事严肃对待，所以打听到霍阳义今日拜访人王府，就想着要算计凤云清等人，却忘了霍阳义此人对待任何事情都严谨到无缝可钻。他还能有什么说法？少卿大人可亲眼看到永安郡主扯坏了皇后娘娘赐下的这方赤霞锦帕的，我和襄王都可以作证。是吗？方才本少卿过来的时候，你这奴婢是背对着本少卿的，如何知道本少卿亲眼瞧见永安郡主扯坏锦帕？你是后脑勺长双眼睛，还是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啊？还有，身为下等奴婢，与官绅告状，须得先去我大理寺门前跪3日3夜，受30大板。你若是不懂这规矩，本少卿今日倒是可以先将案子办了，再将规矩补上。若是你还想做证人，又有一套规矩。王爷，我大胆！身为下等奴婢，见了皇家王族，竟还敢自称我？凤云清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个霍阳义的性格他喜欢。永安郡主好性情，因为不惧，还是胸有成竹？哼，霍少卿，这2个词都是好词，你这是在夸我吗？郡主可以这么认为，但下官先确认一下原告，还请襄王赐教。赤霞锦帕的原告是襄王，还是您身边这个奴婢？轩辕爵、江初雪，你们今日过来，确实是诚心诚意要将皇后娘娘赐下的赤霞帕转赠给本郡主。是，自然是。在你们将赤霞帕装入锦盒中之后，直到在我面前打开它，交到我手里，除了你们2人之外，没有别人接触过这个锦盒吗？当然是。很好，所以这赤霞帕撕破了，嫌疑人就只有本郡主、襄王和江初雪3个人了。再问襄王，您可曾动过剪刀？没有。那么，凤云清脸色一沉，眸光冷厉如剑地射向江初雪。大胆奴婢，你竟然敢毁掉皇后娘娘珍爱的赤霞锦帕！你可知皇后娘娘赏赐的东西便等同于皇后娘娘本身？你一个小小奴婢，不将这帕子好好供奉起来也就罢了，竟然还狠毒的扯破，你什么意思？你是觉得肚子里面有了孩儿，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糟践一国之母了吗？你可知侮辱国母，该当何罪？凤云清，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自己有罪，还想胡乱攀咬别人，太过分了。这块帕子是横着断裂的，并且接口处如此整齐，那就只能是被人用剪刀横着剪开。我已经问过襄王，这帕子只有我、襄王和襄王的奴婢接触过，而襄王并没有动过剪刀。众目睽睽之下，我亦是没有动剪刀。那么是谁用剪刀毁了皇后娘娘这一方赤霞锦帕，侮辱国母的罪魁祸首？不是这该死的奴婢，又会是谁呢？没有，不是我，不是奴婢，奴婢没有这么做过。王爷，你快跟他们说，奴婢没有动过剪刀，奴婢没有侮辱国母，没有。还有，赤霞柔软坚韧，是以需要玄铁打造的剪刀剪开。若是寻常的剪刀，剪开会极其费劲，需要用很大力气。想是那剪开赤霞锦的人曾经用力过度，反倒让剪刀伤了自己，不小心留下了血迹。鲜血沾染皇后娘娘赐下之物，有想让皇后娘娘遭受血光之灾的嫌疑，这便不是侮辱国母了，而是想谋害国母。凤云清，你怎么可以这么恶毒？这个罪，霍少卿大人该当何罪呢？诛3族。哼，要诛3族啊，真是吓死我了。幸好这个奴婢不是我们人王府的人，也和我们人王府没有丝毫关系了，否则我们人王府岂不是要受她的牵连？不过她就是一个天煞孤女，别说是3族，9族都已经不在这世上了，也只能问罪于她一人，倒也是便宜了她。凤云清，你怎么可以这么恶毒？本王早就说过了，初雪肚子里怀着的是本王的孩子，你竟然还让她去死！襄王，还请你搞清楚，不是本郡主要让这个奴婢去死，而是律法让她去死。你不是口口声声要少卿大人捉拿罪犯吗？如今本郡主心情好，好心好意的帮你把真正罪犯找出来，你非但不感谢本郡主，还道本郡主恶毒，
襄王，你如此这般，未免也太……脸皮是个好东西，拜托襄王您要一要。襄王，如果您没有疑问，那么下官就将这侮辱这谋害国母的罪犯带回大理寺严刑拷问。不要，我不要去大理寺监狱。王爷，我没有犯罪，我不要去坐牢，你快救救我，不要让这个人把我带走，不要。霍阳义，你不要为虎作伥，帮着凤云清对付本王，这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襄王，下官从不私心的偏帮谁，下官抓人治罪，凭借的是我轩辕王朝的律法。此事本是襄王提起来的，下官自然也要对襄王负责，即便这结果让襄王始料未及，襄王总不是告诉下官这就是一个玩笑吧？霍少卿说的没错，这就是一个玩笑。依着本王看，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既然襄王说是开玩笑，那么摄政王、仁王妃、永安郡主以为呢？既然是玩笑话，自然就没有犯罪的说法了。本郡主只好帮你清醒清醒。本郡主记得襄王在南方有一处茶庄，生意特别好，一度将我们凤家茶庄逼到破产，怎的不在这里面？还有，您在徽州还有一座私矿，银矿，矿石含银量不高，所以皇帝便给了你，但是每年还是能够炼制出一些银子来，也不在这里面吗？荆州还有一座花月楼，虽是寄房，但是地处秦河水域之地，富商巨贾多，估计那花魁娘子花映月陪客一晚，可赚上千两白银。最关键的呀，是方才摄政王说的话您竟然没听懂。摄政王说的是与襄王府有关的全部产业，也就是说，与襄王您这个人有关的所有产业，也都是要拿出来的。比如您这位侍妾的私产。什么？凤云清，你胡说什么？我的私产你竟然也想要夺走，你好狠毒的心。第一次你忘记自己是个奴婢，不行礼，不懂得放低姿态，本郡主就不怪你了。第二次第三次也都饶恕了你，可事不过三，你再三忘记，那便是对本郡主的不敬，对皇族不敬。本郡主只好帮你清醒清醒。话音未落，江初雪的右脸上又是结结实实的挨了一巴掌，打得江初雪头晕目眩，站立不稳，身体直接偏向襄王府的一个侍卫，紧紧抱住那个侍卫。哎，天啊，那天煞宫女竟敢当街抱住别的男人，真够不要脸的！都已经是襄王的侍妾了，还和侍卫搂搂抱抱的，简直无人眼目。我就说她是个狐妹子吧，这种品行不端的女人，谁沾上谁倒霉。也就是襄王还能容忍了她。明明凤云清打了江初雪，却没有一人说凤云清的坏话，反倒都说打得好。轩辕觉听到了议论，回过头，果真见江初雪和那侍卫搂在一起，侍卫的手竟放在江初雪的胸前。于是他满满怒火再也压不住，冲过去一把将江初雪拉了过来。贱人，你在做什么？绝，是凤云清这个贱人打我，他打我！你住嘴！看来真是本王太宠你了。你别忘了，你只是本王的侍妾，只是个奴婢。永安郡主打你怎么了？打你是因为你不懂规矩。你再不懂规矩，本王就亲自教训你了。别哭了，烦死了。江初雪面色霎时间变得惨白，一双眼睛瞪大了望着轩辕觉，像是眼前这人不是他所认识那个男人一样。你若是不收，莫非是还不肯接受我的追求？把你的私产都交给本王，赔给九皇叔。不，奴婢的私产，不，那些东西都是奴婢的，奴婢绝对不会给别人的。江初雪，你是本王的侍妾，是本王府里的奴婢，你的一切都属于本王，你的一切就由本王做主。本王让你将私产拿出来，你就要马上拿出来，哪来那么多废话？王爷，你果真要将奴婢的一切都给了别人吗？那我们的孩子长大后，奴婢拿什么给他呢？反正奴婢的身份卑贱，也不可能长长久久的陪伴王爷，谁让奴婢只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天煞孤女呢？王爷，奴婢愿意将私产的一半拿出来随便您处置，
另外一半，奴婢用来照顾孩子长大，这就拜别你。初雪，你胡说些什么呢？我怎么可能会不喜欢你了呢？又怎么可能会将你赶出王府，让你和孩子流落在外呢？我方才也是太着急了些。王爷，我还以为你真的不想要我了。初雪，本王如今也是没有办法，要怪就要怪本王拖累了你。可若是你这次帮了本王，本王会去和父皇母后说明情况，争取让你成为淑妃。江初雪拿出一个精美的小箱子，递给了轩辕叶兰。轩辕叶兰扫了眼烈风，烈风马上会意，毫不犹豫接过去，打开，轻点一番道：“摄政王都在。”那还不给本王未来的王妃送过去？永安郡主，王爷知道您的生辰马上就要到了，今日这些东西既然已送到了仁王府的门前，那便全部转给您做生辰礼物。这些奇书轻巧，您先收下，后面那些黄白之物，属下稍后让人抬进仁王府。子华，你这份生辰礼物，我有些不敢收。旁边那对啊，可是恨不得用眼刀子将他给剁碎。有什么不敢的？这是我送给你的，谁敢说你收不了，我便灭了他全家。青青，只是一份很小的礼物而已，你若是不收，莫非是还不肯接受我的追求？那不如再加上摄政王府的所有产业。周围人的眼珠子差点掉出来，倾尽了襄王府的财产，摄政王竟然只说很小的礼物。凤云清还没有嫁进摄政王府，摄政王就要将摄政王府的产业都交给他，这是多大的宠爱和殊荣啊！不了吧，这也太贵重了。在我心里，任何的财物都不如你来的贵重。轩辕叶兰毫不犹豫，那一双总是带着不明意味的眼眸，此刻清澈地倒映出凤云清的影像，深深的如不见底的古井，将凤云清所有情绪都吸引进去。他的心扑通扑通跳得飞快。轩辕叶兰眼里的认真，好暖人。那我便收下吧，谢谢子华。看着轩辕叶兰恨不得将全天下最好的东西都给凤云清手里的模样，轩辕觉和江初雪气结，却又无可奈何，只好僵硬着一张脸，冷冷告辞。襄王请留步。永安郡主还有何事？快些说吧。本郡主确实有一事，虽说这事与襄王无关，而是与襄王侍妾有关，但方才襄王可是义正言辞说过了，您的侍妾一切事情由您做主。那么本郡主也只好请襄王再多留一会儿。到底什么事？永安郡主还请快些说吧。左右今日之事，都是你们占尽了好处，又何必还死缠着王爷不让走？江侍妾，你的母亲是本郡主母亲的姐姐，你也曾是本郡主的表妹。江家全族蒙难之后，你来上京城投靠凤家。10多年来，凤家将你养大，给你容身之地，给你衣食住行。本郡主的父母对你的好，甚至一度超过了本郡主这个亲生女儿。可你忘恩负义，背弃凤家，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瞒着所有的人与襄王暗中往来。如今腹中胎儿已经3月有余，如此行径，令我凤家上下心寒。若只是如此，人皆有自私向上之心。你想让自己过得富贵些，选择去攀了高枝，亦是你自己选择的路。我凤家不会偏帮你，却也不会打压你，不会收回对你的好，毕竟你是亲戚。可是你在皇后娘娘举办的宴会上肆意重伤本郡主，试图用假孕草污蔑本郡主的清白，试图踩着我凤家所有人的头去风光，那我凤家自然就容不得你了。是以我今日要当着众人的面与你彻底了断了关系。同时这些年来你在凤家得到的所有一切本也不是你的，凤家自然要收回。那么请问江侍妾，你从凤家搬走这100余口香笼，可都是你的私人物品？若不是，请还给凤家。王爷，永安郡主这是什么意思？便是要与奴婢断了关系，难不成连奴婢的私人物品都不准奴婢带走了吗？不行，你不能让他这么做，不能让他抢我的东西。他分明是仗着摄政王做靠山，想要将我们往死里逼。江侍妾，今日少卿大人在此，摄政王在此，众目睽睽之下，本郡主怎么可能会抢你的东西呢？你要带走你的私人物品，不会有任何人有意见。
可是本郡主记得清清楚楚的。昔日你狼狈地出现在我凤家府门前，饿得瘦骨嶙峋，身上没有半两银钱不说，便是换洗的衣裳亦是一套都没有。可你今日来我凤家，从我凤家搬走的东西却装了100余口香炉，这些可都不是你的，请你还给凤家，否则本郡主今日便告你一个偷盗甚至抢劫的罪。哼，说是襄王的侍妾背着盗窃或者抢劫的罪名，襄王的孩子怕是要跟母亲一起去蹲几年牢狱。若生下来的孩子是个男孩，那就代表襄王的长子出生带着严重的污点，以后一整个人生的路可都不好走了呢。什么珍珠耳环，什么下等成色的玉簪子，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今日我从凤家搬走的所有的物品，都是从我住的院子里搬的，都属于我的私人物品，不是凤家的，不是你的，你不准抢，不准抢！你过去的10多年住的是凤家院子，里面的一切物品都属于凤家，而不属于你这个人。原本你若是安安分分的，便是顾及你无依无靠，你要嫁人，凤家也会为你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你院子里面的东西，你自然可以全部带走。但是你忘恩负义在前，凤家自然不必再照顾于你。未曾向你追讨这10多年的花费，已经算是我凤家仁义。你若敢再带走属于凤家的东西，那便不要怪我凤家告你去坐牢了。胡说八道！别摆出这么一副仁义道德的模样。我早就知道你们凤家的人呢，没一个好东西。你们要抢我的东西，就是要逼我去死。可我肚子里怀着皇孙，你们害我，就等于是谋害皇嗣。你们也要去死，去死！砰的一声，使轩辕夜兰不耐烦，隔空一掌过去，直接将江初雪打晕了。就连抱着他的轩辕诀也被那股强劲的掌风逼得后退好几步，险些没能稳住脚跟。再有下次，一尸2命。是侄儿的侍妾不懂事了，九皇叔息怒，他确实不该将不属于他的物品带走。侄儿马上让人将凤家的东西搬回去，这些物品便请凤府自行清点，本王会留下人手帮忙搬回去了。本王就先告辞了。话音未落，轩辕诀随后就将昏迷中的江初雪扔给了2个侍女，大步流星地走到自己马车上钻了进去，简直就像迫不及待的狼狈出逃。于是之前那些将香笼从人王府搬出来的襄王府的奴才，又一箱一箱将东西搬了回去。整个过程都被人看着指点着，就连他们这些奴才都觉得没脸了，没脸了，毫不犹豫在风云清的红唇上咬了一口。本王现在很生气。你看不出咱家的女儿是嫁定摄政王了吗？大婚呐，不过是早晚而已，更何况摄政王此人性子偏冷，能放下身份为青儿，为我们凤家做那么多，他对咱家女儿的真心是有的。莫要多管了，随他们去吧。你想怎样？你说吧。轩辕夜兰嘴角一勾，邪魅的笑了，突然轻身上前，吓得傅云清急忙后退几步，后背抵在了那棵古树上。子华，你还知道问我想怎么样？自己说说，今日错在哪儿了？若是说让本王满意了，便不罚你；若是说的不好了……他的话顿了一下，毫不犹豫在风云清的红唇上咬了一口。本王现在很生气，是以你若说的不好，本王很有可能会违背之前答应你的要求，提前把你给吃了。别子华，我交代，我老实交代。说。我不该觉得欣赏霍一阳，其实他也就是长得一脸正义，谁知道是不是真有那么正义凛然？也就是今天过来帮了点小忙，也不是专门来帮忙的，就是顺路赶上了。之前可是轩辕诀和江初雪想要借他整我，所以他是忠是奸还有待仔细分辨。在强权强势强压的控制下，凤云清决定暂时牺牲掉他对霍一阳的欣赏，先狗腿般的哄好了轩辕夜兰。谁让这男人最可怕呢？对，就是这样。这霍一阳的性格其实不好，哪有我们家子华性格好？我家子华高大帅气，随便往哪一站那就是王者啊，不，天神级别的。轩辕夜兰的心中愤怒和烦躁稍稍散了一下，这句我家子华说的不错。还有呢？我不该在吃饭时给霍一阳夹菜。他是谁啊？我第一次认识他就要给他夹菜，他脸也太大了吧。
其实那菜是夹给你的，可是我这刚上筷子就瞧见你一脸冰冷，像是恨不得将我骨头嚼碎了，所以这筷子一抖，就送到霍一阳的碗里去了。又开始跟本王耍小手段了。你怎能不上当啊？哎，那菜啊，他还真是主动夹给霍一阳的，因为他发现他好像很喜欢那道菜。原谅他吧，为了哄好轩辕夜兰这个小气的男人，得撒一个谎了。哎，对不起啊，霍一阳。继续。霍一阳离开的时候，我不该让他下次再来人王府做客。他谁啊？我人王府大门那么好登吗？不是像我们家子华这么丰神俊逸、惊才绝艳、风华无双的男子，就是来了，我也不会拿正眼去瞧的。除了霍阳义呢？除了霍阳义没有别人了呀。确定没有别人了？你没有对谁笑过？笑？我今日不就对你笑了吗？若是真有对旁人的，那绝对是冷笑、讽刺的笑和鄙视的笑。你对我笑了？何时笑的？为何我未曾发觉啊？你和我弟弟下棋的时候，姿态优雅、高贵迷人。迷人？我果真迷住了你。下棋的时候，可有此时的我迷人？这个，爹爹，您怎么来了？其实花园里面空荡荡的，别说连人的影子，就是鸟的影子都没有。他却趁机想要推开轩辕一兰，可谁知那轩辕一兰竟是半点不上当，反而顺势捧住他的脸，又在他唇上轻轻咬了一口，邪魅地问着：“又开始跟本王耍小手段了？你怎能不上当啊？”第一，你自小与父母关系好，父亲是你的父亲，亦是你的师长朋友，在家里鲜少称呼您，而多用你。第二，人王惯会为人处事，如今明确地知晓了你我二人关系亲密，又亲眼看见你我前后脚离开，自然不会再来打扰。第三，习武之人耳力比寻常之人好，我就更好了。莫说是来个人，就是这花园里飞进来一只蝶，我也能知晓。你这人，你聪明，你厉害，但是你能不把这些说出来吗？为何不可呀？我便是想瞧着你这般羞涩慌乱的姿态，可爱，惹人怜，我喜欢。说着，他就要再次吻上来。风云清见状，也不知是哪来的勇气，猛地一把推开他，就朝前面跑去。你莫要再跟着我了，你莫。青青啊，要睡觉，我陪你一起睡啊。风云清一路跑进自己院子，冲进了自己闺房，赶紧将门关上并锁死。他这才松了口气，捧着一颗跳得飞快的心，大口喘着气，随即自己又笑了起来。轩辕夜兰倒是没有再跟过来，只是到了晚上要安歇的时候，他才从地道里面上来，神情严肃。青青，过来，带你去见个人。很着急吗？不着急的话，我不想去，好困啊，想睡觉。轩辕夜兰眉头微蹙，这女人如今还学会拒绝他了。不想见那便不见吧，让他多等2日就是了。轩辕夜兰大步走到风云清面前，就开始宽衣解带。青青啊，要睡觉，我陪你一起睡啊。风云清一个机灵，这男人要和他一起睡，好危险。我突然觉得也没有那么困了，而且是你亲自来找我，想必那人是早晚要见的，那不如早见，让人家等着多不好，是吧？你这就带我过去吧。带上你上次的那个小箱子吧。风云清明白了，他这是要他去救人。好，风云清心情愉悦起来，拿了小箱子，和轩辕夜兰一起下了地道。走进那道门，读音系统就率先发出了提示：主人，里面有人中毒，里面有人中毒了。躺在软椅上的男子一身夜行衣，面色非常惨白，没有一丝血色。那宽大衣袍穿在他身上空空荡荡，可见他非常的瘦，而且是病态的瘦。他中毒了，沉毒，至少10多年。子华，这位是何人？轩辕夜。他清楚地记得那日的宴会上，皇帝动怒，下了一道立大皇子轩辕夜为太子的旨意，那这位便是了。是你？你认识青青？昔日在江州荒野见过一次，凤小姐可是忘了？他活了3世，就只有上一世悲惨地死在了
江州荒野。青青，你果真见过他？这是你？轩辕叶竟然和他一样，也带着上一世的记忆。轩辕一兰的眸光越发的幽深危险，风云清的眼角余光瞧见了，急忙硬着头皮：“是这样的，子华，早些年我不是跟着师父学过医毒吗？便有那么几日去了江州荒野寻找一味草药，有幸在那个地方见过太子殿下一次。想是太子殿下也是瞒着所有人去那种地方找草药的。太子殿下像是也懂医术，还知道那荒野的草药对身体有益处。不过光是那一种草药怕是不能解毒，我有办法。只要你不出卖我。我哪里会什么医术，不过是病得久了才识得了一些药草的模样。没听说有一种药草能救我，就算是毒我也要尝试一下。你方才说你有办法，果真？果真。以前或许没有，但是如今却有了。时间和经历都会改变一个人，你说是吗，太子殿下？就如同前世你一直是大皇子，从没有离开过病榻，就连站起来都做不到，如今却成了太子，还可以跑到这里来。轩辕叶是一个聪明的人，很快就听懂了凤云清话里的意思，眼里有了热切。永安郡主，我知道你与九皇叔的关系，如今我深夜前来求救九皇叔，你若是能救我，大恩大德，我这一世绝不会忘。太子殿下这话不要说得太满，我也只是有办法帮你缓解毒发和并发的痛苦，至于能不能让你彻底痊愈，还需要我仔细诊断之后再配合药物治疗，一步一步看情况再定。你自己身体状态你自己最清楚，就是神医亦不可能一下就给你治好。至于神医，轩辕一兰的身边不就总跟着一个吗？正说话间，人来了。邱楚生穿着一件素青色的衣衫，匆匆走了过来。王爷，有一点私事耽搁了，来迟了一步，见谅。你和青青都看看吧。本王白日里刚打压了一番轩辕诀，皇后便对他下手了，算是本王牵连了他。若是还有救，尽量救治。皇后果然又让人往太子殿下的饮食中添加了金线蛇草，而且还给太子殿下用了9香毒花，这才导致太子殿下这一次的毒发来势汹汹，毒素入全身，使得太子殿下刚刚好起的双腿再次无法正常行走，身体极度虚弱。王妃娘娘，您觉得呢？凤云清从医药箱中拿出一个听诊器，我看看。其实刚才医毒系统已经告诉他，轩辕叶的身体中有很多种毒素，就比如导致他双腿不能动弹的就是一种药效极其长久的麻毒，最折磨他的可能是寄生在心脏处的蛊虫。秋神医说的没错，太子殿下身体是被外在毒素激发，才导致余毒大爆发，而且太子殿下体内也并非是一种毒物，若要完全解除才比较困难。只是比较困难。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说错了吗？这毒是可以解啊，而且他体内最厉害的不是毒，而是蛊。蛊？王妃娘娘，你是说太子殿下心脏内的那种毒，其实是西地的毒蛊虫造成的？是。可若是毒蛊虫，为何从未产生过活动的迹象呢？是这样的，王妃娘娘，王爷自5年前开始便对太子多有照顾，是以这5年来，我也为太子殿下瞧过几次病。之前我也怀疑是蛊，可太子殿下的每一次毒发都未曾在体内发现有活物，我这才打消了心思。你若说这是蛊，又是依据什么呢？原来如此，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依据，只是因为我认识这种蛊。这蛊名为噬心，须得在婴儿刚刚出生不足100日时间内，取出亲生母亲的心头血种下，往后每年发作一次。因这蛊虫就沉睡在中蛊之人的心脏之中，每天长大1圈，所携带毒素就会增加1分。若要蛊虫真正醒来，有2种可能。第一种，就是太子殿下对女子动感情，或是与女子行房事。第二种，蛊虫在太子殿下体内待满30年还未拔除，但蛊虫一旦苏醒，就会在太子殿下心脏里面钻来钻去，直到那头血肉千疮百孔，这中蛊之人自然也死状惨烈。是他。
原来，果真是他杀死了我的母亲。是他为了自己的私欲杀了我的母亲，又将我抱养在他的名下，怕我不受控制，还剜开了我母亲的心脏取血，给我中了蛊。他好狠的心！既然你认识这噬心蛊，可能帮本太子将这该死的蛊虫拿出来。拖的时间太久，如今这蛊虫已经长得很大了，几乎与你的心脏连接在一起。它若是被拿走了，你也得死。可它若是一直留在你体内，等到30岁的时候，它苏醒，你还是会死。唯一的办法，只有什么？换心。什么？王妃，你说的换心，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吗？他指着轩辕叶的心口处，又指着凤云清刚刚打开的医药箱，那里面的一片亮闪闪的刀子，就是秋神医理解这种意思，换掉太子殿下的心脏，为太子殿下解毒的同时，为他换上一颗健康的心脏。若是成功了，至少可保太子殿下50年无忧。那若是失败了呢？失败也分2种，第一种，换心过程中失败，那太子殿下马上就会死去。第2种，换心之后出现排异反应，也就是说，太子殿下不适合这颗心脏，那么会有一段时间磨合期，磨合好了也算成功，磨合不好，就只能再次开胸，重新换另外一颗心脏。但太子殿下承受的罪就更大，寿命也会相应缩短。换了心，我还是我吗？是你。都说这个决定的，头疼的时候心就会烦乱，心痛的时候头就不会疼痛。心的血控制健康的身体，脑子里面的经脉就控制人的神思。自然我这么说，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有些匪夷所思，但这就是我师父神农曾经无数次研究得出的。我还曾经在师父的帮助下，给兔子、猎狗换过心脏，只是给人换还从未有过，所以这个风险我事先说明一下，很大。那颗健康强壮的心脏，太子殿下想要，可以与人交易利益，可以与人买卖，但绝对不能强迫别人将心脏给你，须得是那人心甘情愿地将心给你。太子殿下想好，若是要了别人的命，那必是欠了那人的债，下辈子都是要还的。若是不换心，当真对那蛊虫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我这里没有，或许太子殿下可以再问问邱医生，或者别的医术高明的大夫。不过距离太子殿下被蛊虫的毒侵蚀到瘫痪，或者出现别的重大问题，至少还有3年。太子殿下可以慢慢考虑。九皇叔，我能不能单独与皇婶说几句话？本王去喝一盏茶。多谢九皇叔。青青，你既然诊断出洛尘身中蛊毒，便应该好好和他说说，稍后我来接你。轩辕夜兰转身将凤云清一把抱在怀里，在他耳边轻轻说了一句：放心，洛尘暂时不会害你的。洛尘是轩辕夜的字。好，不过莫要喝茶了，晚上喝茶与身体无益，你若无聊，与邱公子下一盘棋也是可以的。很快室内就只剩下了轩辕夜和凤云清2个人。凤小姐，你方才说换心才能救我，果真没有骗我？太子殿下果真在江州荒原见过我。太子殿下应当知晓，医者能救人，也能杀人。若是太子对我不利了，以太子殿下如今的状态，我要你死，轻而易举。你竟然想要本太子死？你就不怕九皇叔为我报仇？哼，他会吗？莫要忘了，你喊了我一声皇婶。轩辕夜深深地盯着凤云清，许久叹了口气，放松下来。凤小姐，果真已经不一样了。若是上一世我喊你一声皇婶，你只怕会恼怒吧。毕竟上一世你一颗心可全都在我那好皇帝轩辕决的身上，如今倒是真的承认自己是九皇叔的女人了。可若是因为我上一世抢了你一口老鼠肉，你就要杀了我，我总觉得我死得太冤枉了些。而且若是我死了，还有谁能和你聊一聊那些带血的仇恨？还有谁能懂你如今的改变，懂你内心的寂寞和煎熬呢？是，我和你一样，
是带着上一世的记忆重生而来。我知道那不是梦，而是血淋淋发生过的事实。凤云清，你我是一样的人，我不知你是何时记起了前世的血仇的，我却是5年前就记了起来。那一日，我去向皇后请安，去得比往日早了些，听到皇后对轩辕爵说，今日是永安侯府的千金凤小姐的生辰，永安侯爷在府里摆了生日宴，让轩辕爵前去讨个欢心。你尚未及笄，就已经被那对母子给惦记上了，而我没能藏好自己，被皇后的心腹发现了。当晚我房中的香炉里就多了毒药。我想这辈子的我许是在那时候就死了，上一世的我却活过来了。我知道自己的结局，在不甘中悲惨的死去，我恨。我也终于知道这轩辕王朝谁才是真正的王者。于是醒来之后，我开始筹谋，开始找机会与九皇叔联系，让他知道我的忠诚，也让他知道我的仇恨。子怀知道你被害死，知道你重生的事吗？不，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我恨皇后，恨轩辕爵，知道我差点被他们毒死。凤云清，你想报仇，我也想报仇，你救我，我们合作。轩辕夜盯着凤云清，很严肃地说着。合作？你报你的仇，我报我的仇，为何合作？太子殿下，你如今已经是太子殿下了，你想要的东西怕是也变得多了吧？若是你的命可以往后延长，若是你他日与我夫君站在了对立面上，我该如何选择？与你合作，岂不是给自己添麻烦吗？我不否认我想要那个位置，我恨他，只有坐上那至尊的位置，我才能洗刷这份耻辱，我才能让他们也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可我也不是泯灭了良知的人，就算重生为复仇而活，我也没想过害别的人。我与九皇叔是站在同一战线的，我要这江山，若真能成为这江山之主，我定会做个明君，不叫那江州荒野上的惨象再发生，不叫那人吃人的残忍再重来。凤云清，你想要做的事情我也会帮你，总有些事你不想让九皇叔知道的，就可以来找我，这样不好吗？还是这一世你已经对九皇叔动了情，你打算将上一世的一切都与他和盘托出了。可若是上一世九皇叔能听到你唤他一声子华，怕是死也无憾了。为了轩辕爵，你倾尽了一切，又与楚国的太子合谋，将九皇叔骗去了边疆，却不想那楚国太子亦是奸险之辈，帮你是假，却是真的发动了战争。真正与楚国太子合谋的人是他，他派人将凤家通敌卖国、满门被灭的消息送去战场，告诉九皇叔你是如何被他和江初雪折磨的，他又是如何将你与九皇叔的孩子生生的打掉的，甚至说你已经被糟蹋，然后失踪。九皇叔在战场上发了狂，中了楚国太子的毒计，断了一条手臂，却还是退了楚国大军，斩杀楚国太子于大阵之中，阵毒复发，生命垂危，却马上命令烈风寻找你的消息。得知你在江州荒野，他从边疆一路赶过来，7日7夜未曾歇息，见到你时，你却已经变成了一具死不瞑目的尸体。凤云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九皇叔哭。凤云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九皇叔哭。他抱着你的尸体，没有怪你骗他去了战场，没有怪你瞒了身孕，他只恨自己来得太迟，只恨自己没能及时地发现轩辕爵的阴谋，只恨自己没有保护好你和孩子。他带着你的遗体回到了上京城，不是一个人回去的，还带了20万的大军。父皇打开了城门，他知道九皇叔恨，所以他要将九皇叔让给他的皇位还给九皇叔，并且随便九皇叔如何处置轩辕爵和江初雪。自然还有那叶雨桐、刘子贤。
可是九皇叔没有接受，他入了魔，带着他的剑进了宫，见人就杀，除了我和父王。轩辕一氏的满门都被他悉数诛杀，连宫妃刚生下来的孩子都没有放过。父皇以死相劝，亦没能阻止他大开杀戒。轩辕诀被他千刀万剐，挂在永安侯府的府门前，流干了最后一滴血。我死的时候，九皇叔还在战场上没有回来。你死了，他大概是想用整个天下为你陪葬。但我和你却重生了，重生到一切都还没有发生的时候，重生到我手脚健全的时候。轩辕夜说得很激动，他本来就中了毒，身体不好，这些话说完却是耗尽了力气，只能靠在软椅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像是濒临死亡的鱼。风云清见状，急忙拿了一颗药丸喂到了他嘴里，再一抬手，却发现脸上不知何时早已经滚满了泪水。原来前世里，轩辕夜兰为了他，竟是覆灭了整个天下。太子殿下，你说的，我会慎重考虑的。我先回去了。若是子华过来，你便说我太困了，让他明日再来找我。烈风，去隔壁，把轩辕夜送回去。今日听到的事情不许透露出半个字，否则杀无赦。落下冰冷的命令，轩辕夜兰疼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离开了这一间暗室，经由长长地下通道，一步一步朝着凤云清的方向走去。凤云清光着身子进了浴桶，温热的水将他包围起来，可他还是觉得很冷。轩辕夜的那些话，仿佛又将他拉回到那段生不如死的日子，那种无时无刻不想要一死得到解脱，却又恨得连灵魂都不甘心的痛苦煎熬，逼得他几乎发疯。猛地，他将自己沉入了水面之下，窒息的感觉贴近死亡的感觉，让他恨越发的浓烈。闭上眼睛，自己仿佛仍然处在江州的荒野。凤云清想得越来越多，渐渐入了魔，肺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竟像是无知无觉了。突然，有一只手伸了过来，揽住了他的腰，哗啦啦地将他从水底捞起来。他猛地睁开了眼，就对上一双曾经令他无比恐惧的眸子，砰的一声，那些有关于上一世的魔障便纷纷被敲得粉碎。他想起来了，他重生了。洗澡都差点把自己憋死，你这女人是有多笨啊！瞧见凤云清眼里的迷茫，轩辕夜兰紧紧抱住他，就那么一瞬间，眼里所有的情绪都藏了下去，只有温热的手掌悄悄挪到凤云清的腹部。轩辕夜说，上一世他这里孕育过一个他和他的孩子，却被轩辕诀狠心的打掉。那时他有多痛，有多恨，有多绝望和不甘。重生是什么时候？他稍稍想一想就明白了，他一反常态是从那花架船上开始的。难怪他后来对叶雨桐改了态度，轩辕诀到府里面找他，他也没有跟他走，一步步走到这里来。轩辕夜兰是想明白了这些问题的，要说不愤怒自是不可能。未曾想他那般在意凤云清，竟是被凤云清给骗了。明知他只是换了一种逃离他的方式，他却还是信了他。他如今小心翼翼改变了与他相处的方式，也是因着上一世他让他害怕了吧。或许在他的心里，他也是伤他至极至深的人，只不过如今他势单力薄，想要对付轩辕诀那些人就不能反抗的，所以他才向他示好，才与他周旋，才要努力的想要改变与他之间的关系。如是，他该如何待他？他不知道那一世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次，轩辕夜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子华，你怎么来了？你放开我！我不是让轩辕夜跟你说我要歇息了，让你明日再来找我的吗？我若不来，你便憋死在这水里了，你可知道？告诉我，你在想什么？我想你别问了。想我还不许我过来找你啊？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算了，你愿意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吧。我现在在洗澡，你可不可以出去等我一下下？你弄了本王一身的水，却让本王就这么出去？
那，你赶紧也回去沐浴。不必了，本王和你一起洗就是了。轩辕一兰话音没落，身上的外袍却已经被他脱掉，手中动作没停，继续拖着中衣里衣。停，我已经洗好了。再说我洗了的这个水已经脏了，你不是爱干净吗？我穿好衣服，吩咐下面的人给你重新准备热水。由于过于慌乱，风云清并没有看见地上的水渍，一脚踩上去直接打滑，朝着地面就扑了过去。他啊了一声，猛地闭上眼睛，想着自己地面与身体结结实实的接触，不仅疼还无比的尴尬。可手腕却被轩辕一兰给抓住，往他怀里面一带，于是风云清就扑进了轩辕一兰的怀里。他的身体刚好滚过去，胸贴了过去，脸也贴了过去，这是真正的肌肤相亲。风云清的一双手抱住了轩辕一兰强壮的手臂，发出了一阵尖叫，属实是声音有些洪亮尖锐，门外的人都听清了。小竹一脚就将门踹开，冲了进来。郡主，发生了何事？就在他冲进来一瞬间，轩辕一兰已经捞起自己外袍，将风云清包了个严严实实。他背对着小竹，森冷冷地呵斥着：“滚出去！”就算是个女人，也不能敲了他的亲亲。小竹被吓得身体一抖，见自家主子没有再做求救的意思，急忙说了一声是，利落地出去了。风云清将头埋下，觉得自己是没脸了。轩辕一兰这一次倒是没有继续捉弄他，确定小竹已经退出去，并且将门关好之后，他才解开自己外袍，将风云清重新放回到浴桶中，并且温和地说：“你再泡一会儿，我去给你拿换洗的衣裳。莫要心慌，我与你更亲密的事情都做过了，怕什么羞啊？”子华，刚刚我是真的有想你。今晚穿这套吧。好，我就穿这套。我回去沐浴，稍后回来陪你一起睡。臣女叶雨桐是来向摄政王请罪的。王爷，是尚书府的叶雨桐小姐。去看看，来者何人？可有军政要事？分明刚刚管家和烈风都告诉过他叶雨桐的名字，他却又问了一遍。如此不是故意的，便是压根儿就没有将叶雨桐放在心里。九皇叔，臣女是尚书府的叶书桐，跟您之前说过的，我可以出入摄政王府的。是吗？本王的摄政王府便是皇帝来了，也得先在外面等上半刻。怎的？您觉得自己比皇帝更重要吗？可是之前确实是您亲口说。叶小姐，我想是你误会了王爷的意思。王爷从未说过你可以自由出入摄政王府，便是最初的那一次让侍卫不要拦你，也仅限那么一次。九皇叔，臣女明白了，是臣女僭越了，以为九皇叔多见了臣女几次，便是对臣女另眼相看，臣女知错。臣女这次过来，亦是想为自己的自以为是向九皇叔请罪。你去把他请来。九皇叔，换个称呼。本王的那些个皇侄都不太敢喊本王皇叔，尚书大人莫非敢当本王的大哥？不，臣女的父亲不敢，臣女也不敢，臣女口误，臣女脑子糊涂，不太会说话，请摄政王恕罪。下不为例。摄政王，臣女今日来是为了云栖不是永安郡主，为了永安郡主给襄王做的那件请衣来请罪的。当时臣女愚钝，未曾想到摄政王您是真的想要娶永安郡主为您的王妃的，便多了嘴。事后那请衣被人剪碎了，送到尚书府，臣女就知道错了。是以臣女这段时间一直都在思过，臣女将所有的碎布一针一线的缝合了起来，每缝合一针，都会为自己的自以为是感到惭愧。叶雨桐，你可知道皇后的金银和金册是怎么丢的？丞相又是怎么从官位上下去的？跪在他面前的叶雨桐，就是他的亲亲一直视为闺中密友的人，亲亲对他好，无数次给他财物和财路，尚书府也跟着他沾了许多好处，一边在心中瞧不起凤家的商贾出身，一边又享受着凤家钱财带来的仕途顺利。看起来这么善良热心的女子，却满腹恶毒算计，无时无刻不想害他的亲亲。而那个他不知道的上一世，定是让他陷害成功了吧？这都是摄政王英明。你确实够自以为是的。衣服补得那么辛苦，就拿过来让本王看看吧。是。叶雨桐心中一阵得意，
发现了。轩辕夜兰发现凤云清欺骗他了，他拿衣服过去，定是要查看这件锦衣尺寸的。一旦确定这衣服尺寸是轩辕绝的，他定会狠狠惩罚凤云清。摄政王，臣女知晓您看上了永安郡主，如今您与永安郡主也已经定下了未婚夫妻的名分，只是臣女还是想劝您一句，强扭的瓜不甜。永安郡主多年来对襄王的感情早已根深蒂固，便是因为在皇宫的宴会上，襄王与那江初雪合伙伤了他一次，他也未必就对襄王彻底死心了。他那些年痴恋过襄王，是多少个日日夜夜积累起来的执着，哪里能那么轻易的就忘却呢？是以，就算您往后真的娶了她做王妃，亦可能是同床异梦，这又是何苦？臣女听说永安郡主也给您做了一件同样的锦衣，可那日臣女去凤府之时，臣女手里的这件锦衣分明也是刚刚做好的，那么您那件锦衣就必定是连夜赶制出来的。至于永安郡主为何赶制一件一模一样的锦衣给你，许只是因为她惧怕您。摄政王，您是战场上走下来的真英雄，不了解儿女感情，不知惧怕是不可能产生真爱的。与其用势力让一个女子屈服于您，为何不放过了她，也放过了您自己呢？这天底下的好女子很多，您又那么好，实在是没有必要在永安郡主那一棵树上吊死她。轩辕一兰将那件打了几百个补丁的锦衣拿在手中，只瞧了眼衣袖，便知道这锦衣不是她的尺寸。好女子很多，包括你吗？是，也包括臣女。臣女倾慕摄政王已久，对摄政王一心一意，但凡摄政王多看臣女一眼，臣女都会无比的欢喜。如摄政王这般天下无双的男子，是所有贵州女子最高的期待。臣女无数次在梦里见到摄政王，今生今世，如果臣女能得到摄政王的青睐，那将是臣女最大的福气。臣女定会尽心尽力的伺候摄政王的。他悄悄抬起了眼皮，查看轩辕一兰脸上的表情，见他笑意更深了一些，更是兴奋，正想多说几句，却听见身后传来凤云清的声音：“子华，你找我有事？”“雨桐，你怎么在这儿？”只是问了这么一句，却并没有要叶雨桐回答的意思。他的视线落在了轩辕一兰的身上。“子华，能进你摄政王府的人越来越多了呢。之前有个邱楚生，现在又多了雨桐。亏你还说什么对我是特殊的，该死的凤云清，怎么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偏偏在他要对轩辕一兰表露心意的时候出现。果然是个只会坏人好事的贱人。这贱人什么意思？说他叶雨桐就不该进至摄政王府了。”轩辕一兰将锦衣随手放在一旁，朝凤云清伸出了手：“青青，你过来。烈风去找你的时候，你在沐浴，这头发都没吹干就过来了，便不怕遮了凉风会生出头疾？”“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重要的事与我说呢。烈风站在院子里面喊我的时候，我刚沐浴完。小竹本来是要给我擦头发的，我怕你等得急了，就直接过来了。他当然要否认这件锦衣是他亲手做给轩辕绝的，否则一旦轩辕一兰认定了他是欺骗了他，他岂不是会被他教训得很惨？雨桐，你可知当我在子华这看到这件锦衣时，我有多失望？我已经对轩辕绝彻底死心了，选择了子华，你是知道的。你却还做了这么一件锦衣，过来向我未来的夫君示爱。你这不是故意羞辱我，故意打我的脸吗？我年少痴迷轩辕绝，轩辕绝被我凤家辛辛苦苦养大的表妹给抢了。如今我选了九皇叔，我最好的朋友又过来跑来抢我的男人，是我凤云清太倒霉，还是你这么多年跟我做朋友，其实也都是假的，就像江初雪一样，是另有心思和目的的。云清，你在说什么呀？我一点都听不懂。我拿这件锦衣过来，难道是我误会了？我今日才知是我确实误会了，原来这一件锦衣竟是你辛苦做给轩辕绝的。原来你竟然早就喜欢上了轩辕绝，甚至这件衣裳已经被剪碎，你还辛辛苦苦将这些碎布一片一片缝合起来。你对轩辕绝才是真正的情意深重。可是你便是喜欢轩辕绝，又为何来找子华呢？莫非便是因为你劝我说继续追求轩辕绝不成，又来劝我说让子华将我送去给轩辕绝吗？雨桐，你当真是我的好朋友，就连男人都要与我选一样的。可是如今轩辕绝已经有了正妃和侍妾，
莫非你既是让我跟你一起去给轩辕诀当侧妃吗？我感动你愿意与我同进共退，可是你的想法我却不敢苟同。首先，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对轩辕诀已经死心了，彻底死心了。就算全天下男人都死去，我都不可能嫁给他。其次，我这人心眼小，商人嘛，总瞧不得别人占去自己一丁点好处。是以我也不愿意与谁共侍一夫。雨桐，你若是愿意，大可以去找轩辕诀，我一点意见都没有。不过你可千万不要将心思放到我的子华身上了。最后，虽然你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有关于我感情上面的问题，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过问。好意也罢，有什么别的想法也罢，我都不喜欢任何人告诉我该去喜欢谁，选择谁，嫁给谁。你明白了吗？不是这样的，我一点都不喜欢轩辕，不喜欢襄王，我喜欢的人是叶雨桐。不管你喜欢何人，都与本王和青青无关。青青当你是好友，你那点心思，本王却是清清楚楚的。若不想今日身首异处，就给本王滚！他一抬手就将那件锦衣抓在手中，暗用内力扔到叶雨桐的身上，逼得他竟是后退了好几步，跌坐在了地上，吐出一口鲜红的血。而那被精心缝好的锦衣竟是在瞬间化成了灰，落在了他身上，使他狼狈至极。摄政王，臣女喜欢你，臣女方才就说了，臣女一心倾慕的人是你。这锦衣真的是永安郡主给襄王做的，不是臣女做的，是臣女亲手从他的柜子里偷拿出来的，是他欺骗了你，他真的骗了你，是他欺骗了你，他真的骗了你。叶雨桐，你……本王记得很清楚，那一日你拿着这件锦衣过来给本王，说你是来为青青求情的，是青青委托你把这件锦衣送到轩辕诀手上的。你还劝本王成全了青青，放她去追求她自己想要的感情。怎的？如今这件锦衣倒是变成你从青青柜子里偷拿的了？这臣女当日确实是为了云清好，不忍她与自己喜欢的人分开，才这样做的。这不是很好吗？他喜欢的人是轩辕诀，臣女倾慕的是摄政王您，您就放了云清，臣女心甘情愿的跟随您，伺候您，与您成亲，与您百年好。不知死活的贱东西，与本王成亲，你也配？青青啊，你为何没告诉我你做了2件锦衣啊？若是知道那件锦衣也是你做的，我怎都不会把它毁了的。便是那件没做完，便被别人偷走了，又何须熬夜再做一件？你我往后日子还长着呢，你可以慢慢做，我等得起。若他果真是带着仇恨而生的，他愿意等，愿意陪他一起报仇雪恨。等到仇恨都没了，他是不是就愿意留在他身边，做他的妻子，做他的爱人，与他共赴白首了吗？可是不对呀，叶雨桐已经说得这么直接了，他这么精明的人，不可能不怀疑的。这是宽容了他一次。过去是我糊涂，往后你想要多少件锦衣，我都给你做。好，我还有些事要去书房处理，这里交给你处理了。你心地善良，但是对待某些心思不轨的东西，不妨再狠心些。凤云清，你是故意的是不是？你自己不能和轩辕诀在一起，就故意说我喜欢的人是轩辕诀，故意破坏我在摄政王心里的好感。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这么恶毒？你这个愚蠢的贱人，你到底给摄政王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他明知道你和轩辕诀勾勾搭搭，还愿意娶你做王妃？这个卑贱的生骨之女，你凭什么做摄政王妃？叶雨桐，我是真的拿你当过朋友，我也曾经想过，你对我的好，是不是像江初雪那样，都是带着目的的？但我始终不愿意相信。如今倒是明白了，你接近我，为的也不过是我凤家钱财。你害我，也是为了荣华富贵。江初雪想当皇后，她勾引了轩辕诀，千方百计想踩着我，踩着凤府往上爬。你也想当皇后，但是你比江初雪聪明，你知道在这轩辕王朝，轩辕叶兰的权势和地位比轩辕诀强，所以你也踩着我往上爬，爬到轩辕叶兰的床榻上去。哼，从始至终，与江初雪情同姐妹，是我愚蠢，而与你的有情亦是我愚蠢。可叶雨桐，
你相信因果报应吗？你所做的所有坏事，都会在下一世都会被报应回来的。你们这些上一世将我踩进泥巴里面去的人，这一世该换我报复你们了。叶雨桐，你我之间的友谊便在今日恩断义绝。你真当你做那些事情我都不知道吗？这是我最后一次放你离开，说你再敢阴谋算计我定会加倍还给你。还有，我喜欢谁不喜欢谁，与你没有半点关系。但请你记牢，我会成为摄政王妃，这摄政王府的女主子也只会是我凤云清一个人。不要觊觎我的男人，不要觊觎本就不属于你的东西，否则你的下场将会生不如死。是，我和你做朋友就是有目的的，那也是因为你够天真够蠢，否则我又怎么可能背着你做那些事？像你这样身份卑贱的蠢货，你有什么资格享受美好的东西？凤云清，你知道我最讨厌你的是什么吗？就是你明明样样都不如我，却总是能轻而易举的得到比我好的东西。不就是因为你凤家有几个臭钱吗？你就成了永安侯的千金，你就成了上京城那些青年才俊人人都想要娶的女子，你就成了皇子的追慕对象，你就成了永安郡主，你就成了摄政王的未婚妻。可是你怎么不一直蠢下去呢？你什么时候就变得聪明了起来，明白轩辕爵只是看中了凤家的财钱才亲近你的？你怎么不继续忤逆摄政王了？你怎么就能不要脸的抢我的摄政王？你这个该死的贱人，你怎么不去死？哼，我真该感谢我如今总算看清你的真面目。叶雨桐，你还真是一个自以为是又歹毒阴损的女人。你和你的父亲们一样，自视清高，瞧不起我凤家，却又无耻地从我凤家获取钱财，享受这些钱财带给你们所有的好处。过去的我确实愚蠢些，竟是想着要将你这种人当做我一生的挚友。那么这种愚蠢就到此为止了。你与我以后不再是朋友，而是仇人。我不会放弃的，凤云清，明明我才是最配得上摄政王的人，明明我才最有资格做摄政王妃，我不会就这么放弃了，让你和摄政王在一起的。锦衣的事情，一定是摄政王没有看清楚那衣裳的尺寸。可是你和轩辕爵有过那么一段，是上京城谁都知道的事情。摄政王那样的人，眼里是容不得沙子的。我早晚会让他知道，你欺骗他，你还会背叛他，你就是个人尽可夫的贱人。等他认清了这一切，他就会毫不犹豫的将你撕成碎片。你真以为子华没有看清那件锦衣的尺寸吗？若是没看清，如何会将那件锦衣毁得那么彻底？不过是在宽容我、维护我罢了。有子华对我如此情谊深厚，轩辕爵在我的眼里就是一坨渣子。我心眼是真的小，若是你要抢我的男人，我不会对你客气的。来人，见过王妃娘娘，请王妃娘娘吩咐。将叶小姐请出府去。记住，以后没有王爷亲自邀请，任何雌性动物都不要放进王府一步。违令者，后果自负。是。两个侍卫毫不犹豫地回答，然后一起上前，一左一右地抓住叶雨桐的手臂，粗鄙地将她架起来就往外拖。王妃，王爷说让您处理完这边的事情之后到书房找他。王爷的心情不是不好，可也说不上好。好，我知道了。我的侍女小竹也在院外，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子华，你让烈风喊我过来，可有什么重要的事吗？那件锦衣确实是给轩辕爵做的，是吧？是。何时做的？去年年关时开始做的，断断续续做了3月有余。不过后来我离家出走，就再也没有碰过那件衣裳。那一日我回到府里，原也没有多留意，还是侍女提醒我，那衣裳许久未瞧见了。我是怕那衣裳会惹上什么麻烦，才瞒了下来。没想到却被叶雨桐拿去，还拿到了你面前。他与我做朋友这么多年，他真是好深的心机与算计。那为何给本王做了一件一模一样的？一件男子锦衣，若是有人偷下变卖了钱财，倒是也没有什么。但毕竟是件锦衣，我是怕被有些人利用来害我的名声。我当时心里就有些慌，想着与别人扯上什么关系，还不如与子华你。还有，我怕你生气，说我给别人做锦衣不给你做，我就……只是这样吗？轩辕夜兰有些失望，他到底没有对他说真话，不过那样的真话怕是也不好说。
他将修长的手指放在了桌面上，在那圣旨上一下一下敲打着，瞧着凤云清小心翼翼的模样，又招手。你如何知道本王的尺寸？你上前来，好好的与本王说说。若是说得好了，本王便不惩罚你。我与子华在一起也有一段时日了，子华的尺寸自然是知道的。如何能分毫不差？你是不是趁着我睡觉的时候对我上下其手了？你胡说什么？我哪敢对你上下其手？我就只是简单丈量了一下你的尺寸，情意宽松，只要身长和袖长合适，便是腰身稍微做大一点也是无妨的。是吗？这样倒也解释得过去。可前段时日你给我做的那件长服，也没问过我尺寸，却是如此做的那般合身呢。我就是随便那么一说，就是把锦衣的腰身改小了一些，没想到就合适了。万金难求的赤霞，你那么喜爱，就随便给我那么一做。那赤霞不是你给我的吗？你还说5年后还会有的，左右都是有的，东西是好东西。可是难道你不知道物以稀为贵吗？我每日面对那么多赤霞，自然也就没有以前那么稀奇了。这么说倒是本王的不是，一次性给你的赤霞多了些。你若无事，我便回去了。轩辕诀的大婚日期提前了，皇后让青天剑选择了最近的吉日，襄王府从今日起就开始筹备起来了。有多近？5日后。这么急，赶得及吗？别不是又有什么阴谋吧？管轩辕诀何时成亲的，与我无关。莫非我还要向他去道喜不成？你说对了，你还真得去向他们贺喜。最近轩辕诀的名声不是很好，皇帝倒是人善，没有和他计较野心膨胀的事，朝臣那边却有了想法。轩辕夜做了太子之后，自然也有一部分官员站了楚军的队。皇后和轩辕诀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自然是要用些手段的。皇后没了中宫印，不能直接发布些什么，就只能利用儿子的婚礼来做手脚。她声称自己鼓励年轻男女自由挑选意中人，自由婚配，是以轩辕诀的婚礼不仅邀请了百官和已成婚的妇人，未出阁的年轻女子亦在邀请之列。我身为轩辕诀的叔父是要去的，你皇帝刚封的永安郡主亦是要去的。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皇后要将轩辕诀的婚宴办成上次那般规格的宴会不成？是。人多了事就多，看来我得小心了，让你们留意仁王府永安郡主的动静，有消息了吗？属下无能。仁王府如今都被摄政王的人保护着，密不透风。属下等人只要靠近仁王府，就会遭到攻击，已经死了6、7个人了。属下昨日想进去探探情况，也……废物，都是废物！襄王息怒，滚！轩辕夜兰，轩辕夜兰，轩辕夜兰，你这分明是故意和本王作对。轩辕诀一阵发泄，凤云清的近日也没有多好。想到这儿，他眼前仿佛又出现了一凤云清一袭红衣，风华绝艳的样子。他渐渐眯起了眼睛，身体某个部位竟然热了起来。一个丫鬟战战兢兢进来点灯，手中的火刚刚将烛灯点燃，轩辕诀却突然扑了过来，一把抱住他的腰，压在地上，刺啦一声撕碎他的衣服。王爷，不要！你一个贱婢也敢跟本王说不要？凤云清瞧不起本王，这个贱人也敢瞧不起本王？轩辕诀翻手就是一巴掌，将丫鬟的头打得晕眩。你，本王今晚能看上你，那是你的福气，是你的福气，你知道吗？现在，马上爬过来，求本王上你，否则，本王就将你碎尸万段。王爷，饶了奴婢吧！王爷是主子，奴婢绝对不敢瞧不起主子。奴婢这就伺候王爷安寝。书房的地上很快上演着一出少儿不宜的情欲大戏，轩辕诀发泄般的在丫鬟身上不断冲撞着，眼前模模糊糊的，却将丫鬟的脸想象成了凤云清。该死的贱人，竟然背弃本王去和轩辕夜兰厮混，本王不会轻易放过你的。小姐，您的身子还没有完全恢复，您果真要去参加襄王的大婚吗？哼，去，为何不去？只要凤云清那个贱人会去，本小姐就一定要去。反正如今已经和那贱人撕破了脸皮，本小姐受的屈辱，就要加倍从那贱人的身上讨回来。你去，
将那颗佛骨丸给我拿出来。这一次，本小姐要毁了那贱人的脸。本小姐就不信，没了那张花容似玉的脸，她凤云清还能得到摄政王的欢喜。王爷、王妃、郡主，襄王府到了，请下车。叶雨桐刚刚下车，就瞧见人王府面前这温暖的一幕，眼眶泛红，心中的嫉恨又泛滥成灾。叶小姐，怎能不上前与永安郡主一起？你不是永安郡主最好的朋友吗？什么最好的朋友？人家如今是郡主了，是摄政王的未婚妻了，哪里还瞧得起我这个昔日的朋友？哼，怎么还有了这么一说啊？我倒是觉得永安郡主挺好的，莫不是你瞧着郡主如今风光了，受了什么嫉妒吧？你……叶雨桐瞪了那个小姐一眼，转身就往襄王府走了。多了一阵之后，桑季香突然皱了皱眉，用手捂住了肚子。母亲，您怎么了？凤云清马上发现桑季香的异常，忙担心地问。同时，他再次让医毒系统检查周围情况，仍然没有发现任何毒素的存在。肚子有些胀，想是需要去方便一下。母亲，我陪您一起去。凤云清说着就扶起了桑季香，却有一位小姐不知有意无意，偏偏在这时向她敬酒。座上的皇后看着，她只能先回了这杯酒，桑季香就一个人去如厕了。皇后忽然起身，本宫乏了，先去歇息一会儿。说着，她便离开了。凤云清心中有些着急，母亲刚走，皇后就走了。莫不是今日阴谋不是针对她，而是针对母亲的吗？她想走，可那些千金小姐却好像都是约好了似的，一个接着一个上前给她敬酒。如果是恭喜她终于彻底摆脱轩辕诀那个渣男，倒也算是一件好事。她酒量一向不错，让医毒系统检查这些酒都无毒之后，她就喝下去。如此十几杯之后，她便开始装醉了。本郡主不胜酒力，先失陪了。她喝了吗？回皇后娘娘的话，喝了。奴婢亲眼看到永安郡主将那几瓶酒喝下去的，这一回定让她身败名裂。分量够不够？别到时候又出现什么纰漏。皇后娘娘请放心，这次用的是媚沁欢，无色无味，只需要一丁点，稍是贞洁烈女都会变成淫娃荡妇，并且媚沁欢不属于毒，便是那永安郡主会些医毒之术也察觉不了。更何况奴婢可是让他们在好几杯酒里都放了媚沁欢，只烧1克重就会发作。哼，去让人给他指路吧。是，奴婢告退。东侧在哪儿？带本郡主过去。是，请郡主跟奴婢来。说着，他指向假山中的一条小路。凤云清皱了一下眉毛，朝前面走了过去。不想这假山石林看着不大，可进入之后就感觉像是迷宫一般，左绕右绕，才算到了开阔地带。到了一处独立的房屋处，这房屋周围一草一木，错落雅致，倒是并不怎么像是厕所。可谁知道呢？轩辕诀那个人，不是就喜欢将面子装得漂漂亮亮的吗？将如厕地方修整的雅致一些，倒也说得过去。永安郡主，许是人王妃娘娘今日身体有些不舒爽，还未出来。若是郡主也想方便一下，里面有人伺候，郡主请。凤云清四下看了看，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就朝那房间走了过去。可谁知他前脚刚刚踏进房门，那一直跟在他身后的侍女就猛地推了他一把，力气之大，直接将他推入房中，然后门砰的一声便被关上了。这侍女竟是会武功的。什么人？出来！说是男子，却比女人生得更为阴美。若不是她身着男装，凤云清都要觉得她就是一个女子，而且还是容颜绝美的那一种。你是何人？为何会在此地？在下清酒，你是永安郡主凤云清？我是凤云清。那便对了，你是我今日要服侍的客人。服侍？清酒是红楼里的公子，女子卖色服侍男人，清酒也卖色，自然就是服侍女子的。永安郡主可以放心，清酒既然是收了钱才来服侍您的，就定然会将您服侍的舒舒服服的。听说您喜欢强势一些的，那就……他突然动了，素白衣衫扬起，竟是身怀绝妙轻功。就在凤云清怔愣的瞬间，他已经到了他面前，手指一抬就点住他的穴道，将他定在了原地，动也动不了。
你要对本郡主做什么？谁派你来的？郡主既然请了清酒伺候，又何必多问？躺下来，好生享受便是。清酒说着，弯身将凤云清抱起来，往帷幕后的床榻而去。你放开我！你既然知道我的身份，就该知道，我不可能花钱请你来服侍我。我的未婚夫可是摄政王轩辕夜兰，你是觉得自己比摄政王还要优秀吗？清酒只是在红楼里靠着身子赚取钱财的下贱人，自然比不得九皇叔身份尊贵优秀。郡主拿清酒与九皇叔相比较，倒是高抬了清酒。只是这男爱女欢情欲之事，却是人的本性。你喜欢，便找清酒来服侍你，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清酒，我看得出，你并非普通的红楼公子，你为何要为虎作伥，来此地害我？缺钱，我有钱，你知道的。要说有钱，这上京城就没有哪家权贵比仁王府更有钱。我和仁王府的唯一女儿，仁王府的一切都是我有权利做主的。那请你害我的人给了你多少钱？我给你双倍，不，3倍。郡主，你太吵了。凤云清张开了嘴巴，却发不出半点声音，只能死死瞪着他，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惊慌。他却开始伸手拖着凤云清身上的衣衫。你竟然会有如此浓烈的恨意，果真不欢喜清酒对你做的这些事情？他微微皱眉，伸手点开了凤云清的雅穴。告诉清酒，你为何不喜欢？我为何要喜欢？嘴巴得到了自由，凤云清冷冷道：你与那人交易是你的事情，你信守承诺是你的事情，但是你敢碰我，敢伙同那人害我，你以为我会乖乖让你害了吗？话音未落，凤云清一把抢过那柄小刀，猛地刺向清酒。这是我凤云清不愿意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人能够强迫我，害我算计我的人都去死。果真是要杀清酒。清酒站了起来，面上终于有了情绪，却不是濒临死亡的恐惧，而是一抹淡淡的忧伤。只可惜清酒是杀不死的。就在凤云清视线之中，那血红色的血竟然渐渐淡了，最后越来越淡，然后变成了白色，与清酒身上的衣衫融为一体。只可惜清酒是杀不死的。就在凤云清视线之中，那血红色的血竟然渐渐淡了，最后越来越淡，然后变成了白色，与清酒身上的衣衫融为一体。心口的伤口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愈合，很快，光洁的像是从未受过任何伤害。眼角余光不断四处看，凤云清试图找到逃离这里的办法。这是一个局，一个死局。他进了这间房间，遇到这么一个变态诡异的东西，若是不想办法逃走，就必死无疑。就在此时，医毒系统传来警告：有毒，有毒！主人，你面前那人身中无名剧毒。你站住！你中了毒，我可以给你解毒。作为交换，你放我走。清酒脚下步子顿住。你会解清酒身上的毒？他身上的毒并非一般的毒，若是有办法解开自然是好的，暂时不会，但是我是解毒高手，等我给你查看过后，知道你中的是哪种毒，才能够对症下药，慢慢帮你解除。这毒便是连躲在深山里修炼的毒王都无法解开，你一个小丫头能解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自然会有人天生异能，我的异能便是能够解毒，年龄与本事无关。如此倒可以信你一回，那便等清酒服侍完你再。话说到一半，他便发觉自己全身僵硬，竟是无法再往前移动一步了。那张云淡风轻的脸上就又有了表情，带着一丝丝的惊讶望向凤云清。郡主对清酒做了什么？我会解毒，自然也会下毒，给你下了全身麻痹的毒药，没有半个时辰你动不了。与此同时，吉时到了，新娘子也从前丞相府被接了过来，所有的男女宾客都来到了喜堂之上。可是花轿临门，新郎却迟迟未出现。再去看看襄王那边到底出了何事，去催，就说再耽误下去就要误了延时了。皇后娘娘，红楼的婶也不知是什么原因，进了那房间却临时反悔了。王爷听了一怒之下，想要亲自去。什么？他糊涂了？便是有公事，要往后压一压呀。王爷说了，他细细想过了，
明白皇后娘娘以前让他亲近人王府的苦心。等他将凤云清给睡了，就说是凤云清主动勾引他的。毕竟凤云清从前痴恋他的事情，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到时候坏了名声的只会是凤云清。等生米煮成了熟饭，您再施个恩，让王爷娶了凤云清做侧妃，凤云清还不乖乖的待在襄王府为王爷谋前程？皇后想了想，竟觉得这样做似乎也不错。王爷还说了，救皇叔当着皇上和百官的面子，逼着皇上将您的金印和金册夺走了，又明着要娶凤云清。等凤云清成了他的侧妃，还能狠狠地打救皇叔的脸，为您报仇。皇后又想了想，若是凤云清果真能够成为雪儿的侧妃，上面有正妃压着，下面有江初雪那个心机深沉的表妹使绊子，她的名声又毁了。那么以后在这王府之中，自然只能小心翼翼地过日子。再去催催王爷，先过来与新娘拜堂。等仪式都做完了，再去忙公事不迟。是，皇后娘娘。宫女行了礼去了，不一会儿却又慌慌张张地跑过来，一边跑一边喊：皇后娘娘，不好了！什么不好了？不知道王爷今日大婚吗？竟敢说这种不吉利的话，给本宫掌嘴！皇后明知宫女跑过来是要说什么，却故意发火，让另一个宫女去掴那个宫女的掌，以造成更大的动静，吸引所有人注意过来。皇后娘娘，奴婢身法，可是奴婢刚才看见什么？永安郡主缠着王爷，不让他过来进行大婚仪式，还强行将王爷传到假山后的屋子里去了。什么？你确定看清了，纠缠王爷的人是永安郡主凤云清？真是，奴婢看得清清楚楚的。永安郡主手里还拿着刀子，说王爷不跟他走，他就要自杀，让王爷的大婚见血光，一辈子都不如意酣欢。他是疯了吗？哎呦，他到底想做什么？永安郡主说，他不甘心王爷就这么大婚了。他说他怨王爷，但是更不甘心王爷和别的女人大婚。他痴恋王爷多年，之前说要跟王爷断绝关系，都是在生王爷的气。他心里还是欢喜王爷，说王爷不肯答应他的要求，他就去死。天哪，这永安郡主怎么能这样啊？我就说永安郡主怎么忽然就改了性子，不喜欢襄王了？原来只是在和襄王赌气。也是了，他痴恋襄王多年，上京城谁不知道啊？哪里能这么轻易就放下了？可是就算不易放弃，如今也是尘埃落定，襄王今日大婚，他也算是摄政王的未婚妻了，怎么能做出这么无耻的事情来？永安郡主让襄王答应他什么条件？是要襄王先与他换好一回。无耻，简直太无耻了！人王，这就是你凤家的教养？一个未出阁的女子，公然跑到这里来破坏我女儿和襄王的大婚也就罢了，竟然还不要脸的勾引襄王，以死相逼于襄王，要求襄王放着新娘和满堂的宾客不管，让襄王无视皇后娘娘还坐在这里娶她。那个意思，老夫面皮子薄，都说不出口。可是你们人王府便是仗着皇上新宠，就如此欺辱我梁家，如此对待今日来贺喜的所有宾客，无视皇后娘娘这一国之母的威仪不成？那不是青儿，本王的女儿，不可能去做那种事情，绝对不可能。那便请人王与我等一起去亲眼看看吧。不知是谁高声喊了这么一句，很快众人都附和着。对，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若永安郡主真的没有勾引襄王，做那不要脸的事情，自然算是人王府冤枉，永安郡主冤枉。可若这件事是真的，那臣明日早朝定要参人王府一本。没错，既然是做那等无耻之事，那也是需要时间的，我等过去定能瞧个究竟。是啊，这件事既然闹出来的，就要分辨个清清楚楚。永安郡主可也算是摄政王的未婚妻，如此这般罔顾摄政王的脸面，便不怕惹得摄政王一怒，血溅五步，横尸当场。本王的女儿当真做了那等事，本王自然会给所有人一个交代。可若是没有，尔等肆意污蔑本王的女儿，污蔑皇上亲封的永安郡主，亦是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该有的代价的。凤承舟提前将话放在这里，有些胆子小的听他这么一说，本想跟过去看热闹的，又犹豫了。人王别把话说早了，别忘了，
这件事儿可是皇后身边的一等宫女亲眼瞧见的，我看十有八九是真的。真真假假看了才知道嘛。于是，一大群人浩浩荡荡朝着假山石林后面的房子去了。刚刚走近，里面就传来轩辕绝的声音：“青儿，你真好，本王就知道你是喜欢本王的。你放心，本王今日要了你，明日便去向父皇请旨，封了你做侧妃。”这话伴随着一些令人面红耳赤的异常响动，使得过来探寻真相、看热闹的人脸上都有些尴尬。人王，你听到了吗？那里面可就是你的好女儿呢，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凤云君，你这个不要脸的荡妇，本王妃今日非要将你碎尸万段不可！你们去，给本王妃将那两扇门踹开。他带来的丫鬟那都是有武功的。领了命令上前，一脚就将那紧闭大门给踹了。也不知是那门质量太差，还是丫头用力去踹，就这么踹上两脚，那门开了之后，竟然轰的一声往里面倒。于是这屋内情形便清清楚楚的落入所有人的眼中。那男人确实是轩辕绝没错，可轩辕绝与那屋内的人却并不是正常姿势，而是轩辕绝被那人压在身下，满脸兴奋无比欢愉的模样。而那压着他的人，面容清秀，胸膛平坦，手臂粗壮，而下身竟是个男子。啊！有从未见过这等世面的小姑娘吓了一跳，尖叫起来：“男子？那不是永安郡主凤云清，是个男子！”天哪，襄王竟然和一个男子在屋内做出这等事情！等等，那男子不是醉花楼的头牌吗？方文清！简直污人眼目！什么永安郡主，原来襄王竟然还有这种特殊的爱好，还偏爱在下面被。何必在大婚的时候和一个红楼中卖皮肉的公子？太龌龊了！这襄王真是有失体统，定要参襄王一本。这是怎么一回事？凤云清呢？怎么回事？分开！来人，快将他们分开！谁敢跟本王抢青儿，本王灭了你满门！都给本宫敲晕了再分！侍卫一咬牙，一个手刀敲下去，轩辕绝总算安静，侍卫才得以将两个人分开，匆匆抬到了帷幕的后面床榻上去。围观众人你一句他一句，说的全部都是轩辕绝这桩丑事，似乎忘记了他们原本来抓的凤云清的剑。梁承志，现在该你给本王一个交代了吧？父王，您想前丞相给你什么交代？一个清冷声音从人群后方传过来，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看过去。只见永安郡主凤云清和摄政王轩辕一兰站在假山的上面，公子如玉，美人如虹，竟是说不出的和谐美好。凤云清，你为何会在这里？人群中最先忍不住出声的人却是叶雨桐。当他听到宫女说这些话时，顿时高兴极了。不管是凤云清主动勾引轩辕绝，还是被动的，只要这两个人上了床，那么被毁掉的人一定是凤云清。于是他趁着众人不注意，兴冲冲将那一颗伏骨丸倒在了酒瓶子里，然后一路小心拿着这酒瓶子过来，就是为了等凤云清最狼狈时，将这加了料的酒泼向凤云清的脸。反正到那时，凤云清已经是众矢之的，他便是毁了凤云清的脸，众人也不会指责他，只会拍手叫好。这该死的贱女人，一定是又被轩辕夜兰及时救了，还是他根本没有找轩辕绝，而是和轩辕夜兰谈情说爱去了。燕小姐这话问的奇怪，本郡主在这怎的了？本郡主不应该站在这儿吗？可是你们不是都站在这里吗？青儿，我已经打听清楚了，一个心怀叵测的宫女，竟说看见你以死逼迫襄王，强行将襄王拽到这里，来与你做这等龌龊的事。我都不知道，原来我女儿还学会以死逼人了。我刚才一直和我女儿还有我未来的女婿在一起，说的是过段时间我女儿要出嫁的事儿。谁能想到我们就是寻个清静的地儿聊一聊，竟然就有人恶毒的想要将脏水往我女儿身上泼。王爷，这事儿可不能就这么算了。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前丞相，本王理解你的女儿大婚之日出现这等事情，你心情不好，可即便如此，你也不该去害本王这清清白白的女儿。本王的女儿是和襄王有过一段过去，那不过就是年轻的孩子不懂事儿，过家家式的玩闹，是襄王背弃本王女儿，与那孤女江初雪珠胎暗结，让本王的女儿死了心。这些事情在皇上面前呢都是说了个清清楚楚的，可你却非揪着这么一点点小事不肯放手，到底是何居心？
我……梁承之面色黑沉沉的，他悄悄看了一眼皇后。这事儿皇后不是说安排的妥妥当当吗？怎么变成现在这副模样？皇后的脸色则更差了。她仍然没有从亲眼目睹自己得意的儿子被一个青楼里的公子压在身下狠狠疼爱的场景中缓过神来。哼，说不出话来了。前丞相从前不是最为善辩，怎的如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是你心里有鬼吗？本王在来的路上就听到一些传闻，说是因为前几日襄王府毁坏摄政王的马车，襄王拿了些钱财和珍宝出来赔偿给摄政王，最后这些东西都到本王女儿的手里。梁家那边为此少得了些聘礼，前丞相恐会对我仁王府不满。不过是些街边小儿的言论，本王原本并未放在心上。梁家到底是出了一个皇后，一个丞相，几位尚书以及大小官员100多位的，文人清高，胸怀宽广，不与人为恶，自然比本王这么一个商贾出身的要看得通透些。知道这事儿的错处不在我仁王府，自然也就不会找我仁王府的麻烦。可是谁知道你竟想出这么阴损的毒计，来污蔑本王的女儿，污蔑摄政王的未婚妻。这可不是本王女儿以死相逼襄王了，是你们要逼着本王的女儿去死吧？感动本王的王妃，杀无赦。就从那假山上轻飘飘地落到了梁承之和皇后的身后，准确无误地掐住那声称亲眼目睹凤云清逼着襄王婚好的宫女的脖子。看起来根本没用力，却听咔嚓一声，那宫女连一声求饶都没有来得及发出来，便死得透透的。今日都是来瞧热闹的吧？那就给本王好好的瞧瞧。来人，这罪魁祸首污蔑本王的王妃，羞辱仁王府，给本王剁了，喂狗！很多贵妇和闺中千金看到死人，原本已经吓得面色惨白，可是方才一眨眼，便发现身后多了几个身穿玄衣、面戴面具的暗卫。其中2个背着刀的男子走上前，向轩辕一兰行了个礼，拿出了刀，对准那宫女的尸体，毫无章法的一顿乱砍。刚刚死去的人血还是热的，这一刀刀下去，自然是鲜血喷溅。站得近些的梁承志和皇后的身上都溅上了一些，皇后当场晕了过去，梁承志也面色惨白，后退几步才稳住了身体。那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贵妇千金们瞧见这血淋淋的一幕，更是晕倒了一大片。另一部分人捂着肚子就吐，现场一片狼藉。既然那么兴致勃勃的来瞧热闹，怎么能只瞧了个开头呢？来人呐，给本王把那些晕过去的人泼醒了，让他们睁大眼睛好好的看着，胆敢违背命令的一并剁了。于是无声无息之下又落下了一批暗卫，数量刚好是刚刚看热闹那些人的一半。一个暗卫看着2个人晕了的，第一次就提一桶凉水泼下去，第2次便锅掌苏醒，第3次直接拿了匕首放血。若是过了3次，那把匕首也就挪到了脖子上，轻轻一割，在极度恐惧中死去。不过半个时辰，来瞧热闹的所有人，包括皇后在内，无一不是颤抖着身体，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血色，却不敢死死盯着那宫女被一刀一刀剁成细小肉块，然后7、8条饿极了的狗被牵出来，疯了一般的撕咬那些血肉。唯一被轩辕一兰带走的人，避开这一场血腥杀戮的，就只有桑敬香。凤承周和凤云清是自己要留下来看的。皇后完全是靠着宫女扶住才没有倒下，她没想到轩辕一兰竟然真的敢当着她的面和众人的面残杀她的1等宫女。她想训斥她，可她不敢，她怕自己也变成那一堆被狗分食的血肉。若是不想看了，便不看了。掌心被女人的指甲掐出血，轩辕一兰像是没有任何知觉，只是用自己身体挡住凤云清的眼睛，将她抱在怀里。我知道你受了很大的委屈，我会帮你报仇的。我们离开这儿。不，我要看。子华，你且放心，我没有那么柔弱，我是要做摄政王妃的人，说不定以后还要和你一起上战场，怎么能怕死人呢？好。他的坚强让他心疼，他说的话却让他安稳。是啊，这辈子他只能是他的王妃，他的妻子。他走的路是染了血腥的，要带着他要变得更加坚强。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声内侍官的高呼：皇上驾到！
皇上，皇上，皇上救命！快救救臣妾！摄政王在襄王府大肆屠杀，臣妾……皇上，你管管摄政王吧，他的手段实在令人发指。他竟然当着臣妾的面将臣妾的一等宫女杀了，还下令让人将尸体剁碎了，喂了恶狗，还让我们所有人看着，便是受不住晕过去都不行。若是谁人不看，便要了谁的性命。摄政王如此残暴不仁，他就是个阎罗王，他太残忍了。那么好好的人，说杀就杀，一点都没有把人命和臣妾脸面放在眼里。他这么做，分明就是在藐视天威。皇上，你快让人将他抓起来，快杀了他，杀了他！你不杀他，他早晚会把我们这些人全部杀死的。今日襄王大喜，你们不在喜堂，聚在此处，却是为何呀？皇上，臣冤枉，人王府冤枉啊！臣与妻子女儿今日乃是收了皇后发的帖子，参加襄王婚礼的。原本因为臣的女儿与襄王过去的关系，臣的女儿是应该避嫌，但皇后娘娘帖子指明了永安郡主必须参加，臣这才带着女儿过来参宴。一路上，臣对女儿也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规规矩矩，绝对不可以和襄王有任何接触，以免引起什么误会和麻烦。可臣万万没想到，臣的妻女明明和摄政王在一起，却还是有人意图诬陷臣的女儿与襄王有什么私情。某些人为了害臣的女儿编造出来的故事，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偏偏前丞相还一口断定是真的，非要臣过来看个究竟。可臣根本没瞧见臣的女儿和襄王在一起，反而瞧见襄王和一个红楼里卖皮肉的公子一起厮混，是臣看走了眼。未曾想到襄王竟是有如此特殊爱好的人，更庆幸臣的女儿早就和襄王断了关系。但臣还是替女儿觉得冤枉。臣的女儿还未出阁，又已经与摄政王定下婚约，某些人如此重伤臣女儿的清白，这不是逼得臣的女儿去死吗？臣左思右想，那些人为何如此恶毒，终于想明白了，定是因为皇恩浩大，让臣一个浑身钱臭味的商贾封了异姓王，臣受不住这么大的福气，是以为了臣的家宅安宁，女儿清清白白的嫁人，也为了臣能更好的为国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臣请皇上将臣一家的封号都收回去吧。皇上，不是这样的，皇上，娟儿这一次肯定是被人陷害了的。臣妾是她的母亲，她有什么爱好，臣妾知道的清清楚楚。臣妾的儿子不可能喜欢男子，更不可能在大婚之日和一个红楼里的男子厮混。臣妾的宫女也不会说谎，她说看见了就定然是看见了。可是摄政王却直接杀了她，分明就是在帮凤云清脱罪。皇上，您顾念手足之情，对摄政王多有宽裕，可他却伙同人王妃如此害我们绝王，如此害我们的觉儿。觉儿今日与红颜大婚啊，出了这样的事儿，他还有何脸面见人？皇上，你一定要给觉儿做主啊！来人，把皇后扶起来。皇帝轩辕明烈说罢，便不再搭理皇后，直接走上前。除了轩辕一兰和凤云清，所有人都跪下了。九弟，除了战场，你有许多年未杀人了，一个宫女值得你动手吗？上一次朕见你这般手段，还是为了朕这皇帝之位。那时，朕的梦里闻到的，是比今日更为浓郁的血腥味儿。鲜血和死人堆成帝王之路。你与朕说，那个位置走过去，坐上去，就再也闻不到这血腥味了。朕当了许多年的皇帝了，轩辕王朝一日比一日更好。朕确实也有许多年没有闻到这血腥味了，都快忘了这般血淋淋的是什么感觉。皇兄，帝王之路往前走才宽，何必再提起过去？臣弟今日报的是私仇。前次宫宴上我的态度已经摆明了，凤云清是我要娶的妻，仁王府以后是我的亲家，谁人敢动，死无全尸。如是说，仁王说的才是真相。你出了宫，来到襄王府，便一直和永安郡主仁王妃在一起。这是自然，若不是襄王府有我记挂的人，皇兄觉得我会匆匆赶过来吗？既然我来了，自然是见我想见的人，旁的人与我何干呢？那红楼公子是怎么回事？
此事皇兄该去问自己的好儿子，他也该醒过来了。话音刚落，那屋子里就传来轩辕绝的声音：“青狼，青狼，你这是作甚？你快下来，本王不许你死。”来人，把狗带走了，收拾一下。轩辕夜兰开口对自己那些暗卫下令：“是，主子。”这些人都是直接听命于轩辕夜兰的，此时得了令，马上站起来，牵狗的牵狗，提水的提水，捡尸块的捡尸块，甚至还有点熏香遮掩异味的。不到1刻钟，血腥恶臭现象就再也找不到丝毫方才的痕迹了。贱民方文清自知罪孽深重，求皇上赐死。是贱民勾引王爷的，因王爷多日未曾去醉花楼找贱民了，贱民心中爱恋王爷，不甘心王爷今日大婚，才混进府里勾引了王爷。此事与王爷无关，贱民愿以死谢罪。莫非襄王果然是男女双性爱好者，且真的与这方文清私情甚厚吗？你这个该死的贱东西，胡说八道些什么？什么醉花楼？襄王乃是我轩辕王朝最优秀的王爷，他怎么可能去那等烟花龌龊之地？你这分明就是在污蔑襄王，污蔑我的女婿。你说，到底是何人指使你做下这伤天害理的事情的？是不是人王？是不是凤云清？是不是摄政王？梁志成，你给本王住手！谁允许你动本王的青狼了？你滚开！青狼，青狼，你怎么样？你的伤要不要紧？你怎么能这样做呢？我都说过了，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你为什么要一人承担下所有的罪责？你我的感情关别人什么事？你又何必在意别人的看法？你拿刀子往自己的心上扎，我都要心疼死了。你怎么还能让父皇赐死你？我不同意，我绝对不会同意的。他表达的是他最真实的感受。这声音很小，也只有凤云清可以听到。真实的感受吗？莫非轩辕绝果真有这种当受的爱好？可是前世他从头到尾身边都没有这么一个方文清的人，是隐藏的太好，还是这一世开启的新技能？父皇，青狼是儿臣的人，儿臣不许你伤害他。我轩辕王朝民风本就开放，有些大人家里也养着人，儿臣是清楚的。那么儿臣喜欢一个男子，又有什么过错呢？绝儿，你住嘴！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轩辕绝是真的喜欢男子吗？绝儿，母后知道你定是被人算计了，是不是？母后是知道你的，你喜欢的是女子，你不是成功的让江初雪怀孕了吗？你不喜欢男子的，这个男子定是那害你之人派过来威胁你的，是不是？你不要害怕，你父皇来了，不管那人有多大的权势，都不可能高过得主君去。你快向你父皇说，是谁要害你，你父皇会给你做主的。皇后倒是很快就想明白了，今日之事定是轩辕夜兰帮着凤云清。如今众人没有亲眼看见凤云清跟轩辕绝在一起，这淫乱放荡的罪名就落不到凤云清的头上。他如今要做的是帮轩辕绝洗清喜欢男子的冤枉矛头。哦，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没说我不喜欢女子，初雪我就很喜欢，否则我怎么可能让她怀我的孩子呢？但是青狼我也喜欢，我就是不喜欢这个嚣张跋扈的蠢货。本王乃是皇子，是轩辕王朝血统高贵的王爷，他梁红玉再怎么样，能有本王高贵吗？自小就欺负本王不说，如今还想做本王的王妃，做便也做了，安分的嫁过来不行吗？非要挑本王和青狼快活的时候过来打扰，梁家是真以为靠着母后就能越过了皇权去吗？说实话，本王早就对梁家不满了。母后，你莫要偏帮他们，莫要忘了，你嫁给了父皇，便是轩辕皇家的人，以后你能依靠的也只有你的儿子。我，父皇，儿臣不喜欢梁红艳，不如你将青狼赐给儿臣做王妃吧。儿臣只想要青狼做儿臣的王妃，儿臣求你了。此时此刻，众人只恨自己耳聪目明，瞧见襄王这般丑态，听见了襄王如此不堪，却又偏偏理所应当的言论。他竟要让皇帝赐一个青楼公子做他王妃，那是王妃吗？方才大家可都瞧得清清楚楚的，那在下面的人才是轩辕绝。所以这是让一个红楼的公子骑在王爷身上当主子，这算哪门子的血统高贵？襄王轩辕绝品行不端，任性妄为，罚俸3年，闭门自省，无旨不得踏出府门一步。皇后梁兰氏行为失当，不堪为一国之母，即日起废除皇后尊号，降为妃位。梁氏一族除已嫁为京中人妇的族中女子，
其余人等全部迁出皇城，无职终生不得入皇城。都散了吧，九弟，还要麻烦你善后啊。皇兄慢走。皇上，不，皇上，臣妾错了，皇上，你不能。都散了吧，管好你们的嘴巴，想想皇后身边的宫女是怎么死的。下官今日便是来给襄王贺喜的，下官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对，什么也没听见，没看见。襄王大婚，场面喜庆。襄王是因为政事上出了纰漏，才会被皇上紧闭府中的，与旁的无关。是你，这一切都是你做的，对不对？你好狠的心啊！为了一个女子，就毁了本宫的儿子。梁兰，梁承志，你们和轩辕决合谋，意图阴谋算计本王的王妃的时候，便应该想到会有这般的下场。从前本王不在皇城，任由了你们胡来，任由了你这个恶毒至极的女子爬上我轩辕王朝一国之母的位置。如今本王也不过是好心给你们找一个更正确的位置而已。今日襄王大婚，尔等若是安分守己，本王自然不会做什么。左右尔等之间的那点龌龊事，只要不牵扯到本王和本王的人，本王也懒得管。可尔等既然算计在前，如今自食恶果，又何必摆出这般愤恨的模样？这是做给谁看呢？九皇叔，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去。轩辕一兰示意一个暗卫上前，那暗卫领了命，无比粗鲁地抓住轩辕决，捏开他的嘴巴，将一粒红色药丸扔进了他嘴里。不一会儿，他就捂着心口痛苦蜷缩在地，从眉心处赫然爬出一只红色小虫，掉在地上，挣扎几下便死绝了。这是什么？梁兰，你给太子下了噬心蛊，此物便是噬情蛊。中此蛊的人会喜欢上自己第一眼见到的人，不分男女老幼。你们意图要一个红楼女子毁了本王王妃的清白，本王也不过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原来摄政王竟然什么都知道，尤其是轩辕决。那蛊虫被逼出来之后，他只觉自己下身后面那个地方火辣辣的疼痛，再看了一眼倒地的方文清，只觉胃中一顿顿的翻涌。他突然疯了似的骑在方云清身上，抽出那把匕首，一下一下往那男子身上刺。今日只是个教训，且留你们一命。若是再敢心生不轨，本王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人间地狱。至于你们在意的东西，自然会有人一样一样的从你们身上夺走。青青，岳父大人，我们走。轩辕一兰带着风云清走出襄王府，风云清犹豫一下，对轩辕一兰道：“我刚刚给前皇后下了一点毒。”“什么毒？”“会让皮肤溃烂的毒。等过段时日发作了，我还打算去宫里面给她治治。”“你喜欢便好。”轩辕一兰一副你满意我就满意的态度，又压低了声音：“今日累着了，早些回去休息。我呢，还有些事情要去处理了，晚上我去看你。”“你晚上就不用来了。”“今日发生了这般的事情，岳父大人也在众人面前言明了你与我还有岳母大人在一起是商议你我的婚嫁之事，此事便不能再拖了。我明日让人去仁王府宣布了那道旨意，至于婚事倒是可以往后延续几月，你意下如何？”“我没有意见。”“好。”轩辕夜兰的心情这下才算是彻底明朗起来，又在他耳边揶揄着：“莫要想多了，我晚上来找你是有重要的事情和你商议，不过若是你还有别的需求，我也能一并满足了你。”风云清望着长街，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前世里没见过的策马，不想竟是连鞭子都不用，而且如此潇洒帅气。也不知是受了这位男子皮相的蛊惑，还是被他对自己那深重的情谊所感染，他发现自己的心好像越来越多在意这个男人了。他这一辈子莫不是不只回来报仇，还得还了这男人前世的情吗？桑静香走了过来，笑着说：“青儿回神了，人都已经走远了。”“母亲，你没事吧？”“我没事，像是他们唯独在我面前那点心做了手脚，使得我有些闹肚子呀。我去了东侧便好多了，回来时那带我过去的丫鬟却将我带在那假山石中迷了路，
只说他是新进府的，本就不怎么识得路，我只好与他在里面转来转去，竟是转了许久都没有转出去。我便知晓定会有人因我失踪对你做什么算计，好在后面摄政王的人找到了我，与我说你丝毫无损，我这才放了心呐。千防万防，倒是没料到他们会利用你母亲来算计你，这地方还是少来为妙。景香、青儿，我们回府吧。快去，否则本小姐就宰了你妹妹。那女子只好一咬牙，拿着手中的酒瓶走上了前。永安郡主，留步！奴婢是襄王府的侍女，襄王说今夜的事情确实是他对不住郡主，示意让奴婢拿了一瓶好酒来送与郡主，算是歉礼。道歉？轩辕爵这会儿竟然还有空派一个侍女过来向他道歉，这不可能吧？母亲，你往后一点，小心有诈。小丹，检查一下，那酒瓶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成分？是，主人，请稍等。主人，那酒瓶里面是强腐蚀性的液体，要小心。怎么啊，连你也不想听本小姐的话了？你也想和这蠢货的妹妹一起去醉花楼里伺候男人？不，奴婢不要去醉花楼，奴婢只愿意伺候小姐，这辈子都当小姐的奴婢绝对没有儿戏。那就赶紧去办事。叶雨桐又恶狠狠踹了那死去侍女几脚，才怒气冲冲地上了自己马车。错过了最好的机会，又一直被轩辕一兰压着，到后面皇帝还来了，为了避嫌，他不得不用那侍女到门前毁了凤云清的脸，可却还是失败了。凤云清这个贱人的运气怎么就能这么的好？每一次眼看他就要成功了，却又被那个贱人给躲过去了。但是人总会有倒霉的时候，他就不信凤云清的运气能够一直这么好。总有一天，他要让这个贱人活着痛苦，死得难堪。襄王府出血院，皇后，不，前皇后的计谋也不过如此。我还以为她聪明，哼，不过是个在荣华富贵里享受的太久了，脑子都变成了的老婆子，想出来的烂计划，没有扳倒凤云清不说，还让自己栽了大跟头，一国之母，我呸！那江初雪恨着兰妃和轩辕爵的计划没有成功，更恨兰妃瞧不起自己。没关系，他们的计划虽然失败了，可他的计划才刚刚开始。那也是青儿福气好，没有跟了那襄王。他今日的那等丑态你也看见了。青儿若是果真嫁过去，哪能受得住那些事儿？还是摄政王慧眼识珠，知道我们的青儿不同凡响。等青儿和摄政王大婚之后，便是摄政王妃了。那襄王若是能恭敬些，还得喊青儿一声皇婶呢。青儿，摄政王说明日便派人来府里宣旨，这名分到时候就彻底定下来了。往后你更需要加谨慎了。若是没什么大事，大婚之前便不再出门了，好不好？好。轩辕夜兰的毒和轩辕夜的蛊已经是摆在了他面前的两大难关，他需要花时间好好研究，应该怎么样将他们从苦痛中解救出来。再者，那圣旨宣读之后，不管往后拖几个月大婚，府里都应该准备起来了。那喜服他每日还得亲自去绣。家中的生意被江初雪蚕食之后，即便是拿了回来，定然也留下了许多问题，也都要一一解决。是以这段时间他定会很忙。弟弟，娘亲，家里在京城有几样赚钱的生意，之前都是交给江初雪打理的。前几日，子华虽然将这些铺面都帮我们要回来了，我却担心江初雪早在这些铺子里面做了手脚，不如将这些铺子交给我打理。我想明日便让那些铺面掌柜带着账目到府里面先对对账，你们觉得可好？王爷，您看呢？青儿想要管哪几样生意便管吧，左右我与你娘亲手里这些，以后啊都是你的。怎么能都是我的呢？弟弟忘了，青儿还盼着您和娘亲给我生个弟弟呢。不如趁着这段时日，我好好调理调理您和娘亲的身体，说不定到今年年关，便能够有好消息了呢。你这丫头越发的没脸没皮了。如此也好，今日在襄王府，我当众喊冤，皇上也没正面与我说些什么，这段日子我便告病了。青儿如今是医毒圣手，你说怎么调养就怎么调养，爹爹和娘亲呐都听你的。
若咱们凤家还真能有个孩子，等我与你娘亲100年之后，也能多个依靠。明日摄政王府来人宣旨后，就让那些掌柜到府里来对对账。我与青儿一起好好的瞧瞧，这么多年拿我凤家银钱养出来的人，还有几个是忠心的？那就这么说定了，我这边去帮弟弟和娘亲准备一点药膳。青儿，不用号号脉再去准备。娘亲，您的身体状况我最清楚了。至于爹爹的，刚刚我帮弟弟敷药的时候已经耗过了。他站起身，朝着门外走去。直到背影消失，凤承洲才突然严肃对桑静香说：“静香啊，青儿的福气怕不止做个摄政王妃。我知道摄政王早有荡平四海、一统天下的雄伟大志，我们的青儿怕真是那浴火的凤凰，假以时日，当扶摇直上。如此不是更好吗？站得越高越是艰难呐。静香，以我往后的每一日都要保重好自己，若能多陪着女儿一日，便能给她多一重保障。”去，将我院子里面所有人都叫过来。今日我心情不错，教教他们规矩。是，郡主。半盏茶的功夫，院子里面的人都聚齐，想必你们也都清楚了。德皇恩浩荡，我凤家封了异姓王，尔等身份也随之抬高了些许。你们是本郡主院子里面的人，这段时日巴结拉拢你们的人想是不少吧？今日本郡主闲得很，不如听你们说说，都收了哪些人哪些礼物，让本郡主帮你们瞧瞧，那送礼的人大方不大方。说吧，郡主的性子你们都是知道的，便是你们靠着郡主得了一点好处，郡主人善，也不会责怪于你。但若是有隐瞒，严惩不贷。奴婢这支钗是上次给郡主办差事，让舒府的夫人赏给奴婢的。这只碧玉镯子是工部府的大小姐悄悄塞给奴婢的，当时场面上的人太多，奴婢推脱不得，也就收下了。还有，奴婢还收了烈风将军一把袖中剑，烈风将军送袖中剑给奴婢，便是想从奴婢这知道郡主平日里的喜好。能说的奴婢都告诉他了，不能说的奴婢是一个字都没说。哼，这些东西倒都是好东西，既然是他们送予你的，便是你的了，好好收着。以后等本郡主给你寻一个好人家，这都是你的嫁妆。郡主说什么呢？小猪不想嫁人，只想一辈子跟着郡主，伺候郡主。众人见小猪得了好东西，凤云清半点也没有责怪，便纷纷开了口。京中知府家二夫人的大丫鬟拿了一串琉璃珠来给奴婢，希望奴婢能在郡主面前帮他家老爷说说好话，说是到了郡主耳中，便也等同于到了摄政王耳中，自然就会对他家老爷的前途有好处。那丫鬟还说，若是这风当真吹到了摄政王的耳中，还给奴婢送10斤。只是奴婢只是3等粗使丫鬟，这段时日连郡主的面都没见着，便也没将这件事办了。郡主，奴婢是因为家中弟弟要娶媳妇儿，才贪了这点钱，想给弟媳妇儿做聘礼的。那琉璃珠，奴婢已经送回家给弟弟了，还请郡主开恩。京中知府据说是一个清官，怎能也走这种门道？你弟弟何日去你弟媳家下聘？便是后日。小竹，去本郡主帐下拿10金赏给他，当是本郡主的一点贺礼。本郡主记得你是京郊人士，只有一个弟弟，又是一个书生，既是家中大喜，那今日明日后日便放你回家，好生帮着家中操办。待你弟弟大喜过后，带过来给本郡主看看。家中有几间铺子倒是缺能识字的帮手，成家后少不得钱财支持，有个差事自然会更好一些。奴婢叩谢郡主大恩，对郡主不利的事情，奴婢绝对不会做。奴婢这辈子当牛做马，都会报答郡主的。拿了东西不仅没被收回，还赐了金子，家中弟弟也得了好差事，众人顿时眼红起来，争先恐后将自己收了哪些人的礼物一一抖落出来。珍宝阁的掌柜私下里找了奴婢，塞给奴婢一块玉牌，想让奴婢在郡主面前递个口信。珍宝阁希望和你凤家的首饰铺子合作。安顺侯府的3夫人给了奴婢50两雪花银，想让奴婢帮忙打听打听王爷有没有纳侧妃的打算。他家中还有几名庶女。锦绣中的1等绣娘送了奴婢2身脏蚕丝的华服，想让奴婢将郡主自己绣的一些花样悄悄描下来给她。工部侍郎家的2小姐想与郡主交朋友，给奴婢送了一个白玉镯子。
岳师傅想知道郡主和摄政王相识相知的始末，奴婢说不知道，也得了2两金子，说是有消息就送过去。永清大人家的夫人给了属下一把好剑，想让属下在合适的时候从摄政王府得一匹好马送给他，便于他为皇帝培养更优良的马匹。书臣张府让属下的弟弟从军，答应帮忙提携，没有让属下打听什么，只让属下好好的保护郡主。户部主事家的老夫人给了奴婢。风云清越往下听越是心惊，还真是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看似寻常的一些收买打听，还真是五花八门，什么目的的人都有，涉及到的生活方方面面。这些东西单单看来都是小事儿，可若是串联起来，就等于他时时刻刻处于别人视线之中。回去告诉那些让你们办事的人，礼物本郡主许你们收下了，想知道的事情，再过几日便是本郡主生辰，本郡主会在府中设宴，想来的无不轨目的的都可以来，想问的事情，礼物到了本郡主自然会说。今日之前你们收下的所有礼物都归你们，本郡主会让人查审你们今日说的话，若无隐瞒，无害本郡主，害我凤家之事，本郡主还会赐你们金子。可若是让本郡主发现你们背后做了什么对本郡主、对凤家或是对摄政王不利的事情，那么本郡主院子便容不下你们，还会狠狠地惩罚你们。可都听清了。你方才说有人想要将家中的庶女送到本郡主父王身边。是。哼，一个庶女也好意思说出口，他以为他算什么？去回了，就说本郡主父母感情深厚，敢起这门心思的女儿只要进了我人王府的门，那么最后的目的地也只会是军中红帐。是，奴婢听命。你们2人呢？便没人送礼给你们？有的。说吧，本郡主提前告诉你们一下。有些事情本郡主没说，不代表不知道。本郡主今日宽容，是想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前世里，这2个丫鬟最后也不知寻了什么办法从凤家离开，一个去了江初雪的身边，成了江初雪的新心腹；一个去了叶雨桐的身边，成了叶雨桐的义妹，后来更是嫁了一个好人家。今日看他们会怎么说。奴婢知罪。你有什么罪啊？昔日郡主与户部尚书府的叶儿小姐关系亲厚，叶儿小姐多次向奴婢打听郡主的事情，也多次给奴婢一些钱财和首饰。奴婢不知那叶儿小姐与表小姐一样，皆是有目的的与郡主要好，是以有关于郡主的许多事情，奴婢都与叶儿小姐说了。不过叶儿小姐给奴婢的那些东西，奴婢一直都小心的收着。如今郡主与叶儿小姐断了交情，这些东西奴婢万万不敢再私留着。奴婢这边回去将东西拿了来，交给郡主处置。哼，那你去拿过来给本郡主看看吧。意外的，这次凤云清没有将小菊收的东西都给他。众人疑惑，是因为小菊没有主动承认吗？还是因为小菊收下的礼物是叶雨桐的，又或者是2者都有？奴婢这里只有8片金叶子，6片是郡主昔日赏给奴婢的，另外2片，一片是王妃昔日赏的，一片是昔日襄王府的江氏妾赏的。前些日子，奴婢毛手毛脚的拉伤了郡主的头发，被派到院子里干活。奴婢就一直都在反省自己，未曾走出府门一步，是以也无人给奴婢送旁的礼物。奴婢对郡主的忠心日月可见，还请郡主明察。这是想要将自己给铲除干净了吗？风云清心中冷笑一声，若非他是重生之人，清楚这些人到底做过什么事儿，又私下里得了多少好处，怕是真的会被他们表面的诚实和忠心给欺骗过去。这些人中，就只有最开始说话的丫鬟和一个侍卫说的是真的，余下那些都是避重就轻了说。小梅就更不用提，她哪里只有8枚金叶子，她可是整整有1箱子珠宝首饰呢。那些东西倒也不完全是江初雪给的，有很大一部分还是她把与自己有关和与轩辕夜兰有关的许多消息卖了得到的。自己前世信任她，与轩辕夜兰大婚之前每日将她带在身边，是以小梅得到消息再简单不过了。你倒算是收的最少的，这几枚金叶子便自己留着吧。那日因着你给本郡主梳头，下手重了些许，本郡主便贸然将你赶到了院子里。本是本郡主脾气大了些，今日起你还是到房中伺候吧。本郡主乏累了，想要沐浴后休息一番，你先去给本郡主准备些温汤。是，
奴婢这就去给郡主准备温汤。郡主，这些东西便是这些年户部尚书府的叶儿小姐送给奴婢的，有几样物品还是郡主您送给叶儿小姐后，叶儿小姐又转送给奴婢的，都在这里了，请郡主处置。拿上来，让本郡主好好看看。是，郡主。郡主，奴婢手里的这几样是您曾经送给叶小姐的东西，余下的都不是。哼，这的确是本郡主昔日送给叶雨桐的东西，她倒是有趣。从本郡主这儿得到东西，还用本郡主的东西收买本郡主的丫鬟。郡主，奴婢是收了叶儿小姐的东西和财物，可奴婢从来没有背叛过郡主。自从知道郡主和叶儿小姐关系不好之后，奴婢就再也没有将郡主的事情向叶儿小姐说过半个字。便是以前奴婢与叶儿小姐说的那些，大多数郡主也都会亲自告知叶儿小姐的，余下那些也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情。郡主，奴婢以前真的和您一样，是被叶儿小姐给蒙骗了。叶儿小姐送奴婢这些礼物的时候，还与奴婢说她给院子里的许多人都送了礼物的。奴婢想着叶儿小姐与郡主您好的就像一个人似的，只当这礼物便是郡主您赏赐给奴婢的，才接受的。如此说来，本郡主倒是怪不得你了。可你也瞧见了，如今本郡主这院子里面的人，便只有你拿出的钱财是最多的。那你怎样让本郡主信服你没有做过对不起本郡主的事情呢？不如这般好了，小主手中这几样东西还是赏给你，余下的这些，本郡主就收走。是，但凭郡主处置。奴婢也不知道叶儿小姐为何独独给奴婢这么多东西，但是奴婢真的没有做对不起郡主的事情。奴婢凤家水涨船高，成了上京城炙手可热的新贵。你们都是搭乘这条船的人，得些好处倒也无可厚非。但是你们也莫要忘了，你们中大部分人是与凤家签订死契，若是胆敢有什么坏心思，便是将你们打杀了，也不过是上京城多一条亡魂，没有任何人能够追究凤家责任。今日本郡主喊你们过来，只当是给你们一个温和的警告。往后若是有人给你们送金银礼物，可以收，但是收完必须马上送到本郡主面前来，将那人要你们办的事情汇报到本郡主知晓。若是办好了事情，金银礼物可以像今日一样留下，本郡主还另有重赏。反之，后果你们马上就会知道。蛇，好多蛇！仙子，别过来，别过来！来人，将门窗锁了。四下里无声无息落下几个戴面具的人，满身冰冷肃杀之气的暗卫直接将门窗关死，并且死守在那个位置。救命！郡主，房间里有好多的蛇，毒虫，他们来了，他们要杀了我！快开门！救救我！快救救我！他不断的拍打，也只是将那一层窗户纸不断抓破，血肉模糊的手从格子里面伸出来，上面还爬着一条全身漆黑的毒蝎子，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敢出声，就连在院子外面守卫的那几个侍卫也将头深深的埋了下去。不一会儿，屋子里面小猪的声音渐渐弱了下去。风云经这才淡淡的说：“差不多了，将人放出来，小心些，先将这些药粉撒进去，不要直接触碰它。”是。安卫拿了药粉，刚打开门就撒了进去，稍稍等了一下才走进去，将奄奄一息的小梅带了出来。当安卫将他扔下台阶，几个滚落之后躺在了冰冷的石板上，众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的眼睛睁开很大，但是有一只眼球已经被毒蛇的毒液给毒瞎了，但凡可以看见的皮肤都是一片的血肉模糊，像是被什么细小毒虫啃咬过，呈现出青紫的颜色。他的嘴巴张开，里面爬出了一半的毒蝎子，已经死在了嘴里，他却没有力气将那毒蝎子吐出来。当他从台阶上滚下来时，身上还滚出好些毒蝎子、毒蜘蛛和一条寻常见都没见过的毒虫子。此情此景分外恐怖。风云清只一个眼神，安慰就过去，死死掐住那人人中，使之清醒。知道本郡主为何这般对待小梅吗？倒也简单，这奴婢吃里扒外，就与他真正的主子江初雪一样，几次三番设计本郡主。早些年是在本郡主的饮食中放些会致女子腹泻的药物什么的，让本郡主不能参加贵人们举办的宴会，好让江初雪代替本郡主过去。还想了一个赚钱的门道，将本郡主的事情当作消息，一条一条卖出去换银钱。后来又帮着江初雪到处散播本郡主痴恋轩辕诀的消息，并且帮着他主子遮掩与轩辕诀的奸情，帮着江初雪在府外养了个那些毒物。今日还在本郡主屋子里面熏了害本郡主身子的毒香。更多的是
本郡主也懒得说，本郡主方才便给他了机会，可他却只拿出几枚金叶子才欺骗本郡主，实属可恶之极。如此便是罪不可恕，如今被这些毒物咬死，也算是自食恶果了。这些毒物，前世里他被轩辕诀和江初雪关在地牢时，曾经一次又一次出现在他面前。他到现在还能无比清晰记得那些毒蛇冰冷的身体缠上他脖子，毒牙刺进他皮肉的恶心感觉，还有被毒蝎子、毒蜘蛛咬过之后那种能够将人逼疯的肿痛。小梅，本郡主说的话你可听清了？小梅瞪着只剩一只的眼睛，用尽全身力气才看向凤云清，那眼里分明带着不可置信的震惊和无比沉重的怨恨。就在上一刻，他还以为自己骗过了凤云清，他不仅没有看出他早就背弃了他，还重新让他到屋子里面伺候。哼，不说话，本郡主就当你已经默认了。你放心，你死了，你做的一切也算了结了，本郡主会妥善处理你的尸体的。本郡主记得，江初雪偏爱生长在阴凉潮湿之地的红花曼珠，可这花若是用死人的尸骨来养，才会更加鲜艳美丽。不如等你死了，本郡主便将你剁成肉块，做成花泥，多养几盆子花，送给你的主子江初雪做礼物。郡主，奴婢有罪。郡主，奴婢有罪。其实奴婢还收了前世部中的几匹好料子。今年年初，云姬的掌柜在来府里见郡主，问郡主上与前世部庄合作，还是与赵氏部庄合作。奴婢谎称郡主出门了，事先交代上与前世部庄合作的，是以云姬的掌柜就照办了。奴婢也招，奴婢还帮吏部的一位官员抄过郡主放在书房里的一个账簿，便是去年的6月，那时候王爷还是侯爷，接了圣旨去办皇差，吏部觉得王爷是个商人，恐怕会趁机渔利。一个婆子跪在地上，额头冒出大颗大颗的汗珠。郡主10岁那年外出游玩，遇到了劫匪，绑架郡主，让王爷拿万两银子去赎。那件事是奴婢在劫匪逼迫下刻意将郡主带到那条僻静小路上去的，奴婢有罪。可是当时奴婢若不那样做，那奴婢的家人就会被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恶徒给残杀了。郡主，您就看在奴婢是从庄子上面陪您回府，伺候您这么多年，给奴婢留个全尸吧。郡主，2年前属下职业喝多了酒，让您的院子进了贼子，失窃了许多财物，属下该死。但属下上有8世老母，下有刚出生的孩儿，还请您饶了属下这一条贱命。是啊，往日里本郡主对你们的确是太过宽厚仁慈，以至于你们不太懂得约束自己，太放肆。但凡有一点点好处给到你们，你们便会背弃了自己主子。人善被人欺，真是千古道理。郡主饶命，奴婢再也不敢做对不起郡主的事情了。奴婢也不敢了。若是属下再玩忽职守，郡主就一刀砍死属下。奴婢往后一定打起12分精神，郡主说什么就是什么，绝对不会再有二心了。错了，他们都错了。凤云清早就不是不谙世事的任性千金小姐，能够被摄政王看上，并且坚持做摄政王妃的女子，怎么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怎么可能对他们的小动作一无所知呢？一时之间，院子里面所有的人都跪在地上，不断地磕着头。那青石板铺成的地面咚咚咚的一片声响，很快都被磕出了鲜红的血。疼吗？自然是疼的。但是看着悲惨至极的小梅，受这点疼又算得了什么？他们只求郡主再宽恕他们一次，他们是真的不敢再轻视自家主子了。这一幕看上去很冷、很血腥、很无情，却又那么的理所当然。都起来吧，本郡主说话算话，不罚你们。今日到此为止，往后做任何事情之前仔细掂量。散了，回自己位置上去吧。是，郡主。所有的人都松了口气，仿佛得到了特使令一样惊喜，又磕了几个头之后匆匆散去了。哼，本郡主封住了你身体几大要穴，又给你用了好药，你这条命还能再拖上半个时辰。现在你好好与本郡主说说江初雪的阴谋吧，她并不只是单单让你在本郡主房间内燃上一道落地生花的吧？小梅瞪圆了那只完好的眼睛，像是看特别恐惧东西一样看着凤云清。你竟识得落地生花？一张嘴，他才知道自己竟又可以说话了。可那毒液分明将他嗓子毒哑。很奇怪吗？奇怪本郡主为何会知道落地生花？很简单，本郡主是医毒圣手啊。你和你的主子都不知道这个秘密，所以宫宴上他才敢用假孕草来算计本郡主，这次又用落地生花来害本郡主。来，好好感受一下本郡主的医毒之术给你带来的暂时轻松。你可只有一小会儿的喘息时间哦。小梅，你说若是你主子知道本郡主是连宫里御医都不遑多让的医毒圣手，
他还会派你来做这么愚蠢可笑的事情吗？怕是不会吧。可惜了，你今日是一定会死在这里的，没机会将这个秘密告诉他了。不过小梅，你也是会一点医术的吧？可能毒术还要更强一点。毕竟你的生母虽然只沦落到了访妻的弃子，可家中父母到底也是川蜀之地做过10年多的小官，那地方山高林深，盛产药材和毒物。你母亲的医毒之术也是小有成就的，若不是喜欢上你那个渣爹，怕也不会沦落到青楼访妓，最后还要因为毒杀你那渣爹被判斩立决。可怜你小小年纪就落到牙婆子手里，被卖到凤府做奴婢。哼，怎么，你很愤怒，很不甘心吗？那真是不好意思了，你的下场就是这么的悲惨。只是本郡主还是有些好奇的，江初雪是许了你什么好处，让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害本郡主？是让你偷了奴籍，还是让你做一个官家小姐，还是要将你送上轩辕诀的床榻，让你也能做一做主子？你对江初雪倒是忠心，还费尽心思寻来这么多毒物，悄悄养在府里，是不是想哪日趁本郡主睡着，放进本郡主房间来咬本郡主，示意本郡主先让你尝尝这滋味？怎么样，好受吗？你不是凤云清，你定然不是凤云清，凤云清不会怎样？不会对你下这种毒手吗？不过你说的倒也没错，过去那个愚蠢无知的凤云清已经死了，如今的凤云清心眼清明，手段狠辣，会将你们这些恶毒的渣子一个一个全部都送进地狱里。他站起了身，扫了一眼站在那儿面色苍白的小竹。小竹，你过来。小竹很害怕，他也觉得这一刻的凤云清无比陌生，但是他还是走了过来。郡主有什么要吩咐小竹做的？拿起这把刀子，去惩罚这个伤害我们的叛徒。我要你先将他的手指一根一根都切下来。什么？郡主，这样也太残忍了吧？奴婢……哼，残忍？那你回头看看那间屋子里有多少毒物，再好好看看他被毒物咬过的地方是个什么模样，你就应当知晓。到了晚上，睡进那间屋子里间和外间的人便是你我二人。若是他趁着你我熟睡时放那些毒物进来，那么变成这副模样的就是你我二人了。前世同样身为丫鬟的时候，小梅害了小竹一次又一次，后来又帮着轩辕诀和江初雪屠杀凤家满门。小竹抱着他的幼弟之所以很快被抓住，就是因为小梅养的毒物拦住了他们唯一的生路。被凌辱致死的时候，这个狠毒的贱婢就在旁边冷眼看着。即便这一世小竹什么都不知道，这个仇也该让他亲手来报一报。可是郡主……没什么可是的。小竹，这段时日你跟着我，想是也看清了一些事情，不是我们残忍，是有些人不想让我们好好的活着。那么该死的人绝不宽恕。可若是你连惩罚一个叛徒的本事都没有，那么从今往后你便不再是我凤云清的人。小姐是奴婢的再生父母，是奴婢的恩人，奴婢说好了，除非死去，否则这辈子都会在小姐身边的。对，小梅她该死，她害小姐，她还养了这么多毒物，想要小姐死，奴婢不答应，绝对不答应。奴婢这就帮小姐惩罚了这个叛徒。他猛地跪在地上，闭上眼睛就往小梅身上下刀子。小竹，你这个贱人，你敢对我下毒手，你不得好死！他望着自己手上的鲜血，差点晕过去。小竹，我今日告诉你，人活在世上，靠山山会倒，靠水水会流，靠父母父母会老，靠男人男人会变心，谁都靠不住，只有自己最可靠。从今往后，别人损你1分，你便还回3分；别人伤你1刀，你就砍回10刀，100刀1000刀，记住了吗？记住了。对面的屋顶上，烈风将院子里的一幕看在眼里，忍不住打一个寒战。凤云清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子？身上的秘密还没有搞清楚，又忽然变成嗜血残忍的女修罗。想到了这儿，烈风偏过了头，小心翼翼地问着身边的轩辕夜兰：王爷，王妃这也太……如何？你想说本王的卿卿如何？还能如何？太可怕了。这王妃好，王妃真乃奇女子也啊！这个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出外能赚钱养家，在家能貌美如花，惩治得了恶徒，也处罚得了叛徒。左手能绣花，右手能卸甲，伸伸手指就能让人五体投地，跺跺双脚就能让这京城抖上3斗。就只是这样啊？这样还不够。他的视线又落到下面院子里。王妃娘娘的行事作风，很有王爷的风范。对，就是这样。算你聪明。属下多谢主子夸奖。从来都知道他的善良，今日倒看到了他的残忍。烈风，去查一下这个小竹。另去给轩辕夜传信，
让他晚膳后去暗室等着本王，本王有事情要问他。轩辕一兰落下命令，再看两眼院中情形，觉得暂时不需要自己了，飞身离开，去办自己事情去了。随后烈风也匆匆离开，这就死了，倒是便宜他了。放下刀子，先去沐浴吧，顺便将那些人给本郡主喊回来，给本郡主好好的清扫院子。你们几个抬着这一具尸体去乱葬岗食喂了野狗吧。小竹手中的寒破当的一声扔在地上，整个人如同虚脱一般跌坐在地上。终于他也解脱了。小竹知道凤云清这是为了他好，但他不明白凤云清为何会用这么残忍的方式逼迫他，就如同他也不明白凤云清变化又怎么会跟过去天差地别。是江初雪的主子用过什么特别残忍的手段了，而小梅也参与其中了吗？否则主子不会这么对待小梅的。可是又为什么要让他动手呢？他不可能在这时问凤云清任何问题，所以他只好咬着牙向凤云清行了一礼，然后跌跌撞撞地离开，去喊人过来清扫着，也跑过去将自己清洗干净。院子里面的丫鬟婆子们过来，地上只剩一滩令人心惊胆战的血液。他们心中都清楚，小梅定然是已经死了的，可是怎么死的，尸体去了哪儿，他们不敢问，也不想问。将院子和本郡主房屋里面都好好清扫一遍，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对吧？是，奴婢知道。那便好。他回去了房间，洗净了手，拿出自己琴出来，就坐在院子里面，素手轻抚琴弦，娴熟弹了一曲《如梦令》。他发觉自己可以在鲜血淋淋之后迅速变得平静下来，这算是变得轻松释怀了，还是变得更加麻木不仁了呢？不多时，天空飘起了雨丝，先是细细一层，渐渐密实起来，带走人的心头烦闷和燥热，留下丝丝清凉。小茹匆匆赶过来，拿着伞往凤云清头上撑。莫要打伞了，这雨下的并不大，你把我的琴拿回去，好生盯着他们将房间打扫干净，那些角角落落里不要留下一条毒虫子。说完，他便转过了身，迎着雨幕走出自己的院子。难怪他喜欢青竹雅香，果真不错。可是话音刚落，他却敏锐感觉到这林中有人。什么人？出来！轩辕一兰派给他的暗卫应该是跟着他的，怎么还会让别人靠近他？莫非又遇上了高手了吗？好强的洞察力啊！楚云逸，这个人怎么这么早就出现了上京城，还刻意跑来了凤家？你是何人？为何擅闯我人王府禁地？禁地？就这么一个偏僻的竹林子，也称得上是人王府的禁地？永安郡主莫不是在与在下说笑？便是再偏僻的林子，亦是我人王府的地方。阁下非请自来便是擅闯，阁下有何贵干，还请说明了吧。要说贵干，却也没有，我不过是来看看你。多年不见，摄政王妃可还留着当年在下赠送你的那枚蓝玉半月的环佩？什么佩？阁下既然知道本郡主的身份，莫不是在与本郡主说笑吗？我与阁下素不相识，何时收过阁下东西？不过蓝玉可是楚国皇室才会拥有的东西，阁下是楚国皇室哪位？宁王楚景宁，贤王楚南玄，还是太子楚云逸？前世里，他与楚云逸合作的时候，为了方便他行事，楚云逸送了他一枚蓝玉佩，这是只有他和楚云逸才知道的秘密。郡主当真对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吗？我方才藏在暗处，瞧见了你对待叛徒的内幕，千刀万剐，尸骨养成地狱花，当真是好手段。这与凤小姐温和善良的性子似乎有些不符合。没错，楚云逸确实也是重生来的。做了楚国新帝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趁着轩辕夜兰还在京中因为儿女情长瞻前顾后时，他想尽一切办法让轩辕夜兰在这世上彻底的消失。本郡主应该认识阁下吗？不过阁下身为楚国皇室的人，偷偷摸摸来到我轩辕也就来了，还敢混入我人王府，偷看本郡主惩治叛徒，阁下莫不是太清闲了，还是没将我轩辕放在眼里？若是前者，本郡主建议阁下去街市转转，那里更热闹些；若是后者，怕就要上升到两国交邦大事了。楚云逸笑着拍了3下手掌，果然是闻名不如见面呢。轩辕唯一一位异姓郡主，不仅洞察力惊人，而且胆大心细，伶牙俐齿。倒是我看低了郡主，既然郡主果真不认识我了，倒也无妨。再过几日，郡主自然就认识了。告辞。话音刚落，楚云逸就果断分身离开了。楚云逸到底是来做什么的？为什么会怀疑他？他还知道些什么？他来轩辕，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暗卫何在？4个暗卫只现身一个，气息不稳，似乎受了很重的内伤。属下保护不力，请郡主责罚。出了何事？郡主，属下等人被人偷袭了，对手很强大，然并没有对属下等人下死手，只是点了属下等人的穴道，手法奇特。属下刚刚冲破穴道，受到反噬。是方才那紫衣男子吗？是。你可知他是何人？楚国新帝，前楚国太子楚云逸。什么？新帝？风云惊大吃一惊。这是治疗内伤的药，你先服下，然后去见你主子，让他早点来见我。我有重要的事情要与他商议。军营里，轩辕一兰刚刚得到楚云逸便装简从已经到了上京城的情报，烈风便进来了。王爷，暗14来了。青青出了何事？暗14进来，跪在了轩辕一兰面前。王妃无事，只是楚国新帝楚云逸悄悄进了皇城，潜入人王府，见过了王妃。王妃神情有些紧张，让属下来请王爷早点过去见他，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要与王爷商议。什么？楚云逸去了人王府，还见到了王妃？却见一条影子从自己面前一晃而过，轩辕一兰却已经去找凤云清。人王府，郡主，那些个毒物来的忽然，之前又没有想要换纱幕，别样的样式颜色又实在不搭配，是以奴婢便做主将这屋子都换成红色。左右您与摄政王的婚期明日就会定下来了，房间里早些布置的喜庆点，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您觉得呢？先这样吧，小竹，我头发打湿了，你需要让抬几桶热水进来，我先沐浴，热水准备好，你便先回自己房间歇着，明日午膳再过来。是，谢谢郡主。小竹的心里暖暖的，主子是真心对她好，不过沾了点血杀了个人，主子都不怕，她怕什么？她要尽快调整过来。简单洗了一个澡，凤云清便起了身，穿了中衣，将丫鬟们都遣出去，自己一边擦干头发，一边想着轩辕一兰来了，他该如何开口跟他说起红清酒和楚云逸的事。青青啊，你在想什么呢？凤云清抬起了头，从自己面前镜子里面看见轩辕一兰，两个人的身后一片大红，倒像是刚刚大婚过的夫妻，马上要洞房，如此的暧昧，让人脸红心跳。青青，你的气息乱了，是以你方才在想我？方才我从暗道里出来，还以为走错房间了呢。青青啊，我真是没想到你会如此迫不及待的想要与我。青青，既然是你想要的，我定是要满足你的。啊，你这是做什么？自然是做青青你想让我做的事了。青青把房间布置成这般模样，如此的迫不及待，我若是佯装不懂，岂不白白辜负了青青的一番心意？什么心意啊？你误会了，真的，你真的误会了，我什么心意都没有，这房间布置也不是我的意思。那个，你先放我下来，我详细说与你听。可是我现下对旁的事情都不感兴趣。他望着他，眼眸里的柔情和热度是那样的浅显易懂。如此良辰美景，我只对青青感兴趣。你不是说有事情与我说吗？我也有很重要的事情与你说，先说正事，好吗？好。轩辕一兰踢掉鞋子上床，抱着凤云清往里面一翻。就这么说。凤云清的心跳乱了节奏，这男人是学了什么撩人的神器吗？如今一举一动竟都惹得他心慌慌的。那子华，你先说吧。我要与你说的是，你已经知晓了，便是楚国的太子楚云逸星级皇帝位，要与我轩辕和谈，且人已经变装进入了上京城。是，我已经见过他，在2个时辰之前，我在院子里面处置被江初雪收买的丫鬟小梅，她就躲在暗处瞧见了。后来跟着我去了府里竹林，故意制造动静，惹我发现后现身，还与我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我觉得这人城府极深，而且我听说他很有手腕，好武好战。他年纪轻轻就登了皇位，怕是会利用一国之力成全自己野心。你说他要和轩辕和谈，我觉得是不可信的。且不说古往今来有多少和谈不过是缓兵之计，便是从楚云逸边说着和谈，却又偷偷摸摸提前进入上京城，从这一系列行为来看，就知道他心中定然还有别的算计。子华，此人定是不可信的，他还刻意跑到人王府来试探我，定然是听闻你我之间关系亲密，想利用我来对付你。你可千万不要对他掉以轻心啊！青青这是在关心本王，担心本王被那尖嘴猴腮、狡诈无比的楚国新帝给算计了去。
为何关心本王？你是我的夫君啊，我不帮你，莫非还要去帮那楚云逸吗？那个，我的意思是，我们很快就要大婚了，若是你出了什么事情，那对我自然是不利的。夫妻不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吗？我觉得楚云逸那个人不好，你要多防备他一些，总归是更好一些的。从军营出来，他本来想第一时间去见凤云清的，可是就连楚云逸都提前出现了。他觉得自己还是要先弄清一些事情，于是他先去见了轩辕夜。你和青青早就认识？上次我与皇嫂说话，皇叔听见了吗？是。我早该想到了，但凡是皇嫂的事情，皇叔都会重点注意，唯恐皇嫂会受到旁人的一点点伤害了，又哪里会放心让我与皇嫂独处一室，说些秘密的话呢？说吧，莫要有一句假话。你该知道，在这世上除了本王，没有人会帮你。你想要得到的东西，许多人都想要，你总得回报本王一些什么。就从你心里的那个秘密开始吧。如此说来，皇叔信我与皇嫂皆是重活一世的人了，那我便也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了。我猜皇叔今日想知道的，只是与皇嫂有关的部分吧。那一世的我，刚开始的时候和这一世并没有什么不同，中毒中蛊，身体弱的走几步路都很痛苦，只能终日缠绵病榻，也鲜少关心外面的情况。是以皇叔与皇嫂是如何开始的，我并不是很清楚。我知道的便是皇后，前世的皇后，也就是如今的兰妃，她让轩辕决去接近皇嫂，是为了侵吞凤家的财富，为轩辕决登上皇帝位铺路。毕竟兰妃的母家靠着权势得了官位，钱财上就单薄了些，那不是我应该关心的事情。我除了觉得皇嫂有些可怜，便也没有别的想法。我不过是皇后抱养的孩子，无依无靠，那个位置距离我太遥远，我得不到，我的身体也不允许我去争夺，便只能将心放得宽敞些，无欲无求，只当什么都不知道。许是皇嫂太单纯善良，又许是轩辕决自有一套诱骗女子的本事，皇嫂对他很是在意。那时便是我躺在病榻上，都能听到永安侯府的小姐凤云清为了三皇子轩辕决又做了什么疯狂的蠢事。这样的传闻，当皇叔你班师回朝后，就变得更热闹了。有说皇嫂攀附轩辕决不成就开始勾引你的，有说轩辕决早就厌弃了皇嫂，因为皇嫂趁着他去办皇差，弄了条花架船，与年轻公子在船里面厮混的。有说轩辕决不欢喜皇嫂了，便将皇嫂送到了你的床榻上的。总归那以后再听说的就全都是有关皇嫂很不好的名声，她似乎走到哪里都会被人骂。再加上后来她住到了你的王府，连永安侯府都不曾回去，就更被怕成了淫娃贱妇。可是我知道她并不是那样的女子，她只是单纯的欢喜上了一个根本不可能拿真心对待她的人。我为她的遭遇感到遗憾，但我终究也是不能给她提供什么帮助的。没想到后来你却娶了她做王妃，我很不能理解。便是你真的看上了她，想留一个女人在身边，什么方式没有，为何一定要娶她做王妃呢？要知道你在轩辕甚至全天下人的心中都是尊贵无比的男子，而凤云清却早就是声名狼藉，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女人了。摄政王妃与她的所作所为太不相配了。不过我那一世里与皇叔也就见过几次面，心里仰慕皇叔能在战场上横扫千军，可我那副鬼样子，却连在皇叔面前出现都觉得羞愧难当。是以皇叔怎么想的，我自然也不知道，但似乎不管皇嫂做得多么过分的时候，她都能在摄政王妃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的。即便是皇叔的静太妃一直都不喜欢她，即便是舒雅郡主刘子贤当众说此生只嫁皇叔一人，并且静太妃和父皇都逼着你娶刘子贤，你依然没有如了他们的意愿，甚至刘子贤想给你做个侍妾都没能成功。再后来楚国太子楚云逸来到了上京城，说是要与轩辕和谈，谁知他一离开轩辕就集结数十万军队与我轩辕开战，你就在这个时候上了战场。你走后第3日，轩辕决拿了一些证据给父皇看，说是楚云逸来上京城并不是为了和谈，
而是和他安插在我轩辕的奸细见面的。这个奸细便是永安侯凤城州。我不知道他那些证据是哪里来的，但是以父皇的精明，那些东西即便不是真的，怕也足以乱真。叛国谋逆乃是灭九族的大罪，去宣旨去屠杀的人自然便是轩辕爵。皇嫂是出嫁了的女儿，又是摄政王妃，本可以免于一死，可是他听说凤家要被灭族后，从摄政王妃跑了出去，前脚刚出摄政王府的门，就被轩辕爵的人抓了。静太妃则替皇叔你写下了一纸休书，由刘子贤送了出来，声称凤云清与摄政王府再无关系。凤云清自然就还是凤家的人，理应与凤家的人一起被灭族。皇叔，我知道静太妃对你有养育之恩，她收下的义女刘子贤也因此被你多方照顾。我不是要说他们的坏话，只是前世里他们确实也一次又一次地害了皇嫂。你继续说。听说凤家满门被灭，府邸被烧，尸骨都被扔去了乱葬岗。我原是想派个人替我出宫去将他们葬一葬的，可是我唯一信任的那个人却出卖了我，于是我被兰妃和轩辕爵污蔑是凤家的同党，父皇连一句解释的机会都没给我，就将我贬为了庶民。也就是那一日，兰妃和轩辕爵来到我的屋子，亲口告诉我这一切都是他们的阴谋，包括我残破的身子都是他们母子的杰作。他们砍了我的双腿，我的一只手，却又请最好的大夫给我治疗，让我不至于死得那么快，然后将我扔到了江州。江州大旱，早已经饿殍满地，我一个废物被扔过去，死只是早晚的事情。可是当我知道我的母亲是死在兰妃的手里，知道我从小到大的痛苦都是因为他们，我不甘心就那么死了。即便是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可就是强撑着活，多活一日，心里的恨就与日俱增。谁能想到我竟然就那样活过了许多日，而且还遇到已经死去的凤云清。我看见他浑身都是伤痕，各种各样的伤痕遍布全身，有些血肉翻出来，可以看见里面的森森白骨，伤口处都已经溃烂，还被挑断了脚筋，和我一样，只能在地上屈辱地爬行。皇叔可以想象，在人吃人的环境中，女子是一口柔弱的好肉，可是因为她被折磨得太恐惧了，根本没人敢靠近她。她也不想死，我从她的眼里看到了恨，或许是从一开始有关于她的事情就不断地传入我的耳中，又或是我觉得我与她一样，都是被那些人残害的。我决定跟着她，远一些跟着，看看她会做什么，看看她能不能活下去，看看她在这里，皇叔你还会不会回来找她？若是来了，是不是也能顺便把我一起救走？她多数的时候都在痛苦的骂人，都在嘶吼，都在悔恨。是以我从她不分昼夜的怨恨中得到了更多的消息。她恨轩辕爵，恨轩辕爵欺骗她的感情，分明不欢喜她，早就与江初雪狼狈为奸，却还假惺惺对她好，骗得她对她感情深重，为了她做了那么疯狂的事情。她也恨你，恨你不顾她的意愿，一次又一次地强占她，让她声名狼藉，成为这世上最不堪的女子。恨你与叶雨桐暧昧不清，恨每次刘子贤诬陷她，你都偏帮刘子贤。恨你太蠢，竟不知道与楚云逸合谋的人是他。他更恨他自己瞎了眼睛，一心痴恋轩辕爵，没有能力挣脱你的控制，不忠不孝，害了凤府满门，甚至连自己肚子里的孩子都护不住。夜晚的时候，荒野比冬日里还冷，他发起了高烧，做的都是噩梦，说轩辕爵和江初雪将他关在地牢里，用刀子割他的肉，放毒物让他变成一个浑身带毒的怪物，用棒子将他腹中的胎儿活生生打成一滩血水。说凤家满门死得有多惨，那根本不是普通的屠杀。他的父母是怎样被羞辱致死，头颅是怎样被砍下来，他最信任的丫鬟是怎样被轮暴，他幼小的连姐姐都喊不出口的幼弟又是怎样被挖了心，小小的身子被剁成肉泥做了羹汤。我以为我足够惨了，却不想还有人比我更惨，尤其这人还是一个女子，一个心地善良，只是对待感情执着了些的柔弱女子。但她又是不柔弱的，
他艰难地活了下去，活过一个又一个充满仇恨和绝望的日夜。可惜最后却还是活生生的饿死了，又或者是病死了，或者是毒发致死。他死后，我想过将他葬了，但那时我也已经奄奄一息了。我抱着他的遗体坐在那里，周围有几十个饥肠辘辘的人，他们在等我死。我死了，就可以将我和凤云清的尸体分吃了，他们就还能再活几日。6月的天就在这时飞起了雪花。我用雪花帮黄嫂洗了脸，即使她的脸上血肉模糊，完全看不出原来的清丽的模样。然后黄叔你便来了。后来的事情，那日我已经与黄嫂说过了。也就是在那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世上真正深爱黄嫂的人，就只有黄叔你了。我是个废人，我不懂男女之间的那种爱。但我相信，黄叔对黄嫂的定然就是深爱。若然不是在江州荒原上那些日日与死神相伴的日子，我后来或许会更加的惧怕黄叔。这世上没人不怕黄叔的，毕竟黄叔变成了那样疯狂的人，不见血不能平静，不见杀戮不能停歇。杀戮是罪孽，黄叔你罪孽深重，可是你犯下这等滔天大罪的根源，却又是这世间最炙热的情爱。我想即便是上苍，也无法评判谁是谁非。一个天下的覆灭，要用另一个天下来偿还。我想这或许便是上苍让我与黄嫂带着记忆重新活过来的根本原因。黄叔，那些事都已经过去了，便是带着那一世的记忆，黄嫂也早不是从前的黄嫂。我看得出，黄嫂如今并不恨黄叔，亦不讨厌黄叔。她不是还欢欢喜喜地为自己和黄叔亲手缝制婚服吗？既然上苍给了我与黄嫂重活一世的机会，那些事情定然都不会再发生。黄嫂如今的某些行为，也证明她并不只单单想要复仇，她还想守护凤家，她还想与你好好相处，更甚，她还想念你们的那个孩儿。我知道了，今日之事，莫要再告诉任何人，包括你黄嫂。若是你黄嫂再与你说了什么，须得第一时间告知于我。你先回吧。是，黄叔。轩辕也没有多话，转身离开了。走到了门口，却又转过了身来。黄叔，我觉得或许那一世，黄嫂心里也是有你的，否则她不会那么后悔，也不会因为失去了你们的孩儿那么痛苦。只不过是你对待她的方式让她害怕了，讨厌了，反抗了。你今日知道了这些事，若是可以，尽量待她温和。她是很善良很容易心软的女子，许一直都是吃软不吃硬的。要说轩辕叶果真是一个没有男女情感的人吗？或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经历那一世的悲惨，这世间所有女子在他眼中都失去了颜色，就只有凤云清一个人是鲜亮多彩的。轩辕叶蓝猛地抬起了眼睛，冰冷的眸光如同利剑一般射向轩辕叶。记住，你喊他一声黄嫂。轩辕叶愣了一下，恭敬地回答：是，这世上任何一个男子都不及黄叔待黄嫂那般好。洛尘告退，告退，告退。子华，你在想什么？你的情绪有些不太对。方才在想一些事情。你是不喜欢我这么说话？你说的每个字我都听得很清楚，都记在了心中。轩辕叶蓝突然抱住凤云清翻了个身，这样一来，凤云清就被他压在了身下，两个人靠得很近，近得连呼吸都缠绕在了一起。他目光灼灼地望着他。青青，你如此关心，果真只是因为我们即将大婚，夫妻荣辱与共？你有没有那么一点点是因为喜欢我？子华，你有那么一点点？就只有一点点？这个……凤云清的脸有些发红，这男人贴得太近了。暂时还只有一点点。那我该怎么做才能让这一点点更多一点点？
我方才细细的回想了一下，忽然发觉我要娶你为妻了，这还未曾与你说过一声欢喜，倒是有些失礼了。子华，你想对我说什么？青青，我是轩辕的摄政王，生得晚了些。轩辕名列那些与我年纪相差无几的儿女，喊我一声九皇叔。这么些年了，我倒是也未曾觉得自己老，可与你的年岁相比，却也是大了你5岁有余。与你婚配，确实是我占了你的便宜。较之同龄人，我比较早熟。4、5岁的时候，父皇身体是好是坏，我的那些兄长们都蠢蠢欲动，朝堂上下明争暗斗，波谲云诡，一个不小心便会死无葬身之地。我憎恶那种为了权力和私欲不择手段的人。父皇和母后的病也让我忧心不已。有一日我憋闷坏了，便跑出了皇宫，谁知道却因此而遭遇自杀。若不是躲进了一个产婆子坐的马车里，或许我便早早的死在那一日了。那辆马车进了一户人家，产婆子是为那家的女主人接生的，因为急了些，马车到了府门口都未曾停下，车轱辘咕噜噜的转着，一路到了那产房的外面。产婆子进去后不久，飞来许多只的喜鹊，歇在树枝上，欢快的叫个不停啊。池塘里的红鲤鱼不断的跳出水面，晚霞千里，绚烂无比。我从未见过那等奇观，便也有些看吃了，闹出了响动。有奴才把我从马车里拽出来，因着我身上脏兮兮的，觉得我是个乞丐，要赶我出去。那家的主人就拦住奴才，说今日出的是大喜事，我能站在这院子里，便是参与这喜事的贵客。他的话音刚落，产房里面传来一声嘹亮的哭声。不一会儿，产婆子开心的出来报喜，说是夫人生了个千金。那襁褓中抱着的小女婴生来就能睁开眼睛。我瞧了她一眼，她竟对我笑了，那真是这世间最干净最甜美的笑容了。那个女婴不会就是我吧？是啊，那个女婴便是你，我的青青。那时候你的父母都还很年轻，我与他们说，要他们好好的教养你，莫要替你与他人说情。待你长大，我会设立红妆，娶你为妻。你的父母只当我童言无忌，一笑过后便未曾放在心上。我却是从那时起，便把你当成了我的妻子。回到宫里，父皇问我要不要做皇帝，我说我对那个位置没兴趣。父皇和母后便让我提前为自己挑选府邸，让工部抓紧时间建造。我选择了和凤家隔了3条街，其实背靠背的一个地方。王府建了几年，还没有完全的建成，母后便被人毒死，父皇也到了油尽灯枯之时。他还是留下了遗旨，指定我作为新帝，但也同时在纸上明言了，若是我不愿意做皇帝，可将帝位禅让给我选定之人，我来做摄政王。除非我死，否则军政大权便是皇帝也不能收回。先帝这是想保护你一生不被谋害。他对不住母后，对不住我，不过在此之前对我好些，如何就算是保护我了？这我不知道。关于轩辕夜兰的事情，就算前世今生加起来，他确实也是不知道的，只是觉得先帝能够在死之前安排好这些事，总也算上对轩辕夜兰好了。此事与你无关。母后父皇相继去世后，我就搬到了宫外的府中，同时选定轩辕明烈为新帝。那以后的几年几乎都是血雨腥风的，我很厌恶那样的争斗，那样的血腥。但是你知道的，这世上有些人非死不能悔改。世人说我是活阎王，到现在许多人认为那是说我的军功。年纪大些的人却知道，这个名声是我从一次次血刃自己的兄长而开始的。身在皇家，血脉亲情本来就凉薄如纸，人呢，只有活着待在该待的位置上，就算是赢了。那段时日是我人生当中最黑暗、最肮脏、最无情的时候。若不是心里时常会想起你给我的那个干净甜美的笑容，或许我早就入了魔。我时常的去看你，到凤府去看你，然而多数时候却只能在晚上
得余些空闲时间过去。新帝继位，根基不稳，上京城里每天每刻都充满了杀戮，百姓们皆是将门庭紧锁，人心惶惶。但是因为你的出生，凤府却是难得的欢乐之地。你的父亲不做生意，整日陪着你母亲，还有你，有时候晚上也不曾离开。我总是要去好几回才能见到你一回，还是在你睡得沉沉的时候。自然特别幸运的时候，也能见到你晚上精神好，丫鬟婆子都睡着了，你却悄悄地翻身下来，跑到院子里玩耍。那时候你已经学会说话了，我就悄悄地叫你喊我夫君。可你这丫头啊，聪明得很啊，分明会喊，却偏偏不肯喊。你是那个小哥哥。要问凤云清前世为什么那么痴迷轩辕绝，固然与轩辕绝在他面前扮演温润如玉、含情脉脉的模样有关，可谁也不知道，最重要的原因却是因为他一直以为轩辕绝是那个在他很小时经常陪他玩耍的小哥哥，他的小夫君。你还记得？没有完全忘记我呢？不记得，我只记得有一个小哥哥经常在夜里面陪我玩，每一次都是以很奇葩的方式出现，而且经常欺负我。奇葩？我未曾欺负过你啊，除了教你喊我夫君，未曾强迫你做任何事情。那几年你的父母不让你出门，你想要的我都会想尽办法给你拿到府里给你的吗？莫不是我从那树上跳下来吓到你了？是啊，你吓着我了。你也不想想，我那时才几岁，大晚上的一个黑影子跳下来，亏得是我心理素质好，要不然岂不是被你吓了个半死啊？前世里他那么不顾一切的追着轩辕绝跑，不就是因为他在苦闷的时候以为是他陪着他吗？可是那个人却根本就不是轩辕绝，而是他费尽心思想要逃离的轩辕夜兰。心理素质如是我不好了，未曾想到这些。但是青青，你便是不记得我啊，也该记得你答应过我不会喜欢上别人的，你违反了对我的承诺。虽说昔年你还年幼，但我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已经开始帮着父皇处理朝堂政务了，自然是很认真的和你说那些话。为了防止你未曾放在心上，我还让你重复了好几遍。你道你记住了，为何后来又自毁承诺呢？你才自毁诺言！他一恼火，猛地将他给推开，坐了起来。你还好意思说我自毁承诺？那你说说，从头到尾，你有告诉过我你叫轩辕夜兰吗？你有与我说过你是年纪轻轻就做了摄政王的小阎王吗？你没有。后来好多年你还消失了，连招呼都不曾与我打一个就消失。我还因为见不到你生了一场大病，那以后身体一直都不好，就去了庄子里面调养。等我再回来见到轩辕绝，他带着我吃喜欢吃的甜点和果脯来找我，到他幼时也曾到过凤府。你是说你之前喜欢轩辕绝是因为把轩辕杰当成了我？我虽然很不想承认，但却不得不承认，对，我蠢，我认错了人。想着我那小哥哥小时候待我那般好，说想娶我，只对我一个人好，便是长大了长残了些许倒也无妨。横竖男子不必看脸。又想着我那时许久未搭理过那小哥哥，长大了他与我不那么亲近了，我便对他亲近些也是好的。是以他从前对我做的，我便都对轩辕绝做了一遍。他却道我小孩子心性，行事幼稚任性轻狂。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何事情会变成那般模样。后来知晓他与江初雪在一起了，我也只当是人心一变。你现在却告诉我，你才是我的那个小哥哥，那我这许多年做的事情，岂不是变成了笑话一场？我讨厌你！说着，风云清将锦被一扯，自己蒙在了被子里哭了起来。刚开始只是小声的抽泣，很快声音便变得越来越大了。莫怪他不够坚强，他是真的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委屈。前世今生加起来的痛苦和折磨，最开始的原因只是一场错认，这让他情何以堪？那年边关告急，损失了好几员的武将，老元帅也不幸战场染病，撒手人寰。朝中没有将帅派去边疆，我只能连夜动身前去救急。去了之后才知道，边疆形势极其严峻，三国皆打算趁我轩辕朝堂不稳，趁机侵吞过轩辕的国土。一个个野蛮的小国和部落也趁火打劫，在我边疆杀人放火，抢劫财物。我心里想着要用最快的速度解决边疆之患，就赶回来见你，却不想从战争的开始
到结束又花了几年的时间，再培养出良将强兵进行守卫边疆，又是几年时间。待轩辕朝堂内外皆安定下来，我班师回朝之后，你却已经和轩辕决……你如实说，便是还责怪我，你道我自毁诺言，我是毁了，你不是也毁了吗？因为我说待我及笄便过来娶我，我及笄的时候，在我面前的人不就是轩辕决吗？轩辕夜兰哑口无言，他原本是想与他言明自己的心意，却不曾想竟说出了这样的误会。青青，我并未责怪于你。轩辕夜兰沉默片刻，伸出手抱紧了风云清。此事终究是我对不住你，我原也一直想不明白，你为何会那般的偏爱轩辕决，如今知道原因，心中倒是狂喜。未曾与你言明身份，未曾与你告别，回来了也不曾与你好好说话，都是我的过错啊！你要怪我、怨我、恨我、讨厌我，我也都认了。我如今只想告诉你，我心悦于你许多年了。青年年幼之时，贪恋你那份干净和甜美，后来夜里与你玩耍，又得了一份轻松和欢愉。战场上无数刀光剑影中映着你的影子，我常常在那冰冷的血腥当中想起你的灿烂的笑，想着我再努力一些，再快一些，便能早些回到上京来见到你。也想着若是我能够让轩辕安稳，你在皇城也能过得平静快乐一些。可是当我好不容易回来了，却得知你为了轩辕决那般的疯狂，我自然是恼怒的，才未曾顾及你的心情，强行把你带入到摄政王府，还那般对你。此事亦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风云清紧紧抓住轩辕一兰的衣服，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若不是他此时此刻被轩辕一兰抱得很紧，他的气息就在他耳边，这话听得如此清晰，他几乎都要以为自己幻听了。轩辕一兰这样的男人，竟然也会承认自己做错了吗？竟然也会向他道歉，竟然也会如此直白的道他是他对不住的。好，我接受你的道歉，你拿什么来向我道歉？青青想要什么？你教我习武吧。好，我原本也打算教你一些防身的武功，可是习武很苦的，你可受得住？再苦也比任人宰割来的好。还想要什么？寒魄用着很好，我还想要一些方便携带的武器，比如飞刀什么的。不如等我底子打好，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武功与飞刀有关，我觉得学这个比较好，不受长短距离的限制。你呀，想的倒是不错，不过我倒觉得飞刀还不如你手里那把银针好用。万般功法不辨其宗，若是学好了基础，飞刀定然不如银针。对啊，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些？那么你便教我功法便好，我会自己摸索的。好。轩辕夜兰应道，忽而想到了什么，声音微冷。谁告诉你那把袖中刀是寒魄的？此事就连烈风也不知道。这便是我要与你说的第二件事。子华，你可知幽都红楼？轩辕夜兰眼眸微沉。红楼自然是指供那些管不住自己欲念的男子来寻欢作乐的坊集，可若是在这红楼面前加上幽都二字，那便是江湖第一杀手组织。朝廷和江湖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不过幽都红楼的楼主洪清九我倒是见过两面，男生女相，脾性阴柔，单凭自己喜好来做事，武功呢倒是还不错，赤手空拳能接我10招。就是他。在襄王府你来找我之前，我便是与洪清九在一起的，也是洪清九告知于我，花了重金请杀手红楼对我动手的人是前皇后。风云清这话才刚刚开了个头，轩辕夜兰的神情就一凛，急忙抓住他的肩膀，紧张地问着：什么？你之前和洪清九在一起，他怎么会亲自到襄王府的？你也认识他？你和他什么关系？他有没有伤害你？在此之前，我并不认识洪清九这个人，只是父亲在五湖四海做生意，不至于官府打交道，江湖的人也是接触过的，所以我从前也是听过红楼楼主洪清九的名字。若非知晓一点信息，那日怕就真的将他认成一位绝色美女了。他倒是并未伤害我，我一时不知他为何会亲自前来，不过他放了我一次，说是往后会再来向我讨红楼的生意失败的损失，
不知为何，风云清觉得洪清九并非是大奸大恶之人，是以他有意将洪清九想毁他清白那一段给隐瞒。青青，你没有和我说实话。我既然和洪清九交过手，自然清楚他的性子。红楼自在江湖名扬之后还从未主动放弃过一单生意。是，他并不是主动放弃的，但是他中了毒，一种能够肉白骨的奇毒，比你体内的毒更加棘手。普天之下，除了师父教给我的一些方法，就没有人有办法了。我将情况与他说明，劝他试一试，他答应了。劝他试一试？就这么简单的劝动了他？自然没有这么简单。我当时知道他是高手，我定然敌不过的，便拿了寒魄出来，让他选，我死，或是想办法给他解毒。自然，我也没有将话说的绝对。他那种毒，我一直有1成把握都没有。他犹豫了一阵，放过了我，但是并没有说明是否要我给他解毒。我想，他会再来找我的。青青，红楼的损失，我会去找洪清九补偿给他的。他这人呢不太好相处，若是他来找你，你定要跟我说。他拿出2只手指大小、玉笛模样的东西，对风云清说：“把你的手指咬破，血滴在这共鸣笛上。”风云清并不知道轩辕一兰这是要做什么，但还是乖乖照做了。他直接用牙齿咬破自己手指，将血滴在那小笛子上。那血珠刚落上去，就被小笛子吸收进去。原本晶莹剔透的小笛子带上一丝丝血色。轩辕一兰也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将血滴上去。然后他又拿出了一种不知道是什么做成的银色软丝，将其中一只小笛子穿了起来，亲手戴在风云清的脖子上。原本我让邱楚生寻了2只新骨，想种在你我的身上，以后你在哪儿，我便能知晓。但是那新骨一旦种下，便终生不能解开，且对身体有损伤，我便把那2只蛊虫给掐死了，再去寻了这共鸣笛来。此笛滴血认主之后，便只有你我能吹响它。吹响其中1只，另外1只便会产生鸣音。这银缕柔软坚韧，剪不断，砍不烂，火烧不化。我用它来将共鸣笛穿好戴在你的身上，你必须得时时刻刻的带着，便是睡觉也不能拿下来。往后若是遇到什么不能解决的事情，莫要逞强，找个机会吹响这共鸣笛，不管我身在何方，定会以最短的时间来救你。可记清了？我记清了。风云清的心一瞬间就变得柔软。心蛊是什么，他自然是清楚的。若是被中了心蛊，他这一辈子都没有可能会离开轩辕夜兰。他如此偏执于他，手里有了心蛊却不能用，而是煞费苦心寻了这共鸣笛回来。而这真的是他在意他的心情和感受，给了他能给的自由。子华，你待我这般好，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些配不上你了。你说这话，可是因着你心中有一点点欢喜我了，否则你如何会想与我配与不配的问题？你只要我有一点点喜欢你，暂时只要一点点即可，以后多多努力。那一点点该是有的，可能还比一点点更多一点。毕竟说是我对你完全没有感觉，我不会将楚云逸的事情告知于你。我承认我不反对嫁人，但若是过段时要嫁的人是你，我还是有些期待的。好，这般便好。不早了，歇了吧。轩辕夜兰说着，再次抱住凤云清，迫使他和他一起躺下。他的心悬了起来，他却并未做出更加亲密的动作，而是拉过棉被盖在2个人的身上。凤云清的眼里面划过了一抹惊讶，这是要盖着被子纯睡觉吗？他果真是变了性格，这般体贴了。凤云清迷迷糊糊想到了一些前世的事情，又想到了今生的事。那些前世见过的，今生又出现的人，那些前世没见过，今生却也出现在了他面前的人，他们为什么出现？目的是什么？往后可能会发生哪些事情？想着想着，他的眼皮开始变得沉重，不一会儿，便在轩辕夜兰的气息包围下睡了过去。此时，那似乎早就睡着的男人才蓦然睁开了眼睛，那里面黑亮幽冷，却是半点疲惫困意都没有。望着怀中女子的睡颜，他犹豫了一下，伸出手，轻轻压在了她肚腹处，又将她抱得更紧。2个人的身体严丝合缝地贴着。青青，很疼吧？他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